翠花，这是我的全部积蓄，10块碎灵石，你现在愿意嫁给我了吗？哼，哟，这不是废物楚林吗？怎么又出来乞讨？哎，翠花，这废物确实是废物，但他不是对你挺好的吗？啊，对的好有什么用呢？还不是废物灵根，给王掌柜做药奴都不要，嫌弃他灵根太差，怕无了药性。这傻子也就配娶那个赵四的邻家丑女，想想老娘！嘿！寄生还魂了，这具身体是玄阳宗的亲传弟子，天宗气在。只可惜东门几度设计陷害，让他在异兽巢中遭受重创，为了脱离险境，才经脉尽乱，道心破碎，沦为普通者。啊！没想却迷上了翠花，当起了舔狗。是意，我前生怎么也是称霸一方的乾元帝尊，如今居然沦落到被一群无赖耻笑的地步，还是得尽早恢复实力。看来这少安城里还是有宝的。这赤红剑真是宝剑啊！可惜喽。哎，拿了赤红剑就得娶邻家那个面貌丑陋、身宽8尺的肥猪丑女，这谁敢要啊？赤红剑确实好，但要以娶邻家大小姐为代价。还是算了吧，邻家大小姐何止丑陋啊，分明是不祥的女妖啊！嘿，邻家那丑女，倒贴我都不要。哼，谁娶那个丑女啊？我孝顺一辈子。哎呀，这论剑招亲已经30，却没人敢取下赤红剑来。难道我女儿就真的嫁不出去了吗？父亲，我的婚事便办了吧，一辈子不嫁也未尝不可。哎呦，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呀，怎么能算了呀？这剑上镶嵌的不是3元真玉吗？若能得到此玉，便能重塑这具身体断裂的经脉。恭喜你啊，要娶邻家那个身宽8尺、貌若无颜的丑女大小姐了。邻家丑女的嫁妆被一个废物拿走了。哦，肥婆丑女和废物贱种，天生一对啊！哎呀，恭贺林家主，招亲招到了一个做药奴都配不上的好女婿。哎呦，怎么偏偏是个废物啊？这种废物连来我林家做药奴都不配。难道母血的终身竟要托付给这种渣子吗？哎呦！父亲，这些只会吃笑的人，以为是他们选择这剑，
但哪里知道是剑在责主，赤红剑本就是胸怀坦荡之人才能拿起来的。既然这剑选择了他，那即便是废物，我也认了。哎呦，我的女儿哎，你这是何苦啊？哎呀，你放心啊，为父不会让你受委屈的。这位公子啊，你拿的是我们林家大小姐的嫁妆赤红剑，既然你得了剑，今后就是我们林家的女婿了。随我来吧。女婿，这么草率的吗？哎，不管怎样，先跟过去看看吧。哎，老爷，大小姐，那个傻子去洗漱了，等他打理干净，便带他来见您和大小姐。哎呀，废物就是废物，再怎么打扮，终究是穿上龙袍也不像太子。咱们未来的姑爷可真帅气啊！啊，你是那个废物，真的不是换人了？谁是楚林？没搞错吗？哎呀，这长相，便是方圆千里，也是无可挑剔呀。只是可惜了，到底是个废物，还不能修炼。我曾遭逢大难，被我的同门所陷害，差点丧命，因此才颓废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今日不慎磕了一下脑袋，竟让我想明白了很多。此前种种，实乃不得已。哎，也罢，废物灵根也没什么。虽然终身无法突破筑基，但也勉强能够修炼。你且伸出手来。哎呀，你这全身经脉尽断，别说筑基了，连炼气都难。我此生只有穆雪一个独女，你又没有实力，我实在不忍她今后没有个依靠啊。虽然你是论剑招亲来的女婿，但这婚事，我看呀，还是算了吧。但我林家也不是那等狗眼看人低之人，会好好补偿你的，如何？父亲，我们林家是言而有信之人。我说过了，既然赤红剑愿意被楚林取走，那么他就是我的命定之人。白捡一把剑，还顺便给我附赠一个老婆。楚公子，你拿到了我嫁妆中的赤红剑，按照我们林家的规矩，你以后便是我的夫君了。但我还是想问你，你愿意娶我吗？只是我面貌有瑕，遭人唾弃不喜。若你实在是厌恶的话，我也不想逼你。此事全看你的意愿。哎，这胎记怎么有点奇怪？你不觉得我长得很丑吗？我并不这么觉得。人的美丑也并不重要，品性要比什么都重要。
林小姐，你品性可贵，已经要比这世上的大部分人都要美了。修真界第一美人不烟，芳华绝代。然而美人皮囊下却是一副蛇蝎心肠，为了夺走我的权力和地位，不惜下毒暗害。这个仇我一定会报。谢谢你，楚莲，还是第一次有人对我说这些。林小姐，我确实经脉尽断，可能此生都无法再迈入修仙大道之中。况且我在外还有仇家，今后也许会遭到追杀，可能还会让林家也被一同报复。选择我，对你来说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即便如此，你也愿意嫁给我吗？若你不离，我便不弃。唉，既然你们都愿意，老夫也没什么好反对的了。罢了罢了，儿孙自有儿孙福哦。对了，那柄赤红剑，那是我的嫁妆。但既然你是我未来的夫君，他又选择了你，那便是你的东西了。这3元真玉之中蕴含着浓缩的灵气，再用我特殊的涅槃心粉配合引导，便能修复体内破损的经脉。金丹大圆满吗？楚公子，你我既然已经定亲，就别用这么生疏的称呼了，叫我楚灵就好。父亲叫我同你来说一声，让你我2人一同去宜城一趟。宜城有我们林家的世交，既是大婚，自然是要宴请他们的。叫下人送请帖，未免显得轻佻。只是父亲有要事缠身，便让我们一起亲自将请帖送去，以示看重。我明白了，何时动身？马车已经候在门外了，现在便可以出发。那就走吧。楚莲，你是翠花？没错，就是我。楚莲，你之前不是说要娶我吗？你不是看不上我吗？只要你愿意把那把宝剑当彩礼送给我，我也不是不能考虑嫁给你。怎么看我都比这位邻家丑女强上100倍吧。楚莲，过了这村儿可就没这店了啊。本来呢，你这个远近闻名的废物是配不上我的。哼，论容貌，论身姿，我哪一点不拔尖儿啊？哎，你总不会是真的看上这个丑女了吧？楚莲，我现在愿意给你个机会，那是你的福气，懂吗？我本就容貌有瑕，遭人不喜也是正常。楚林他一定不会选择面貌丑陋的我。做什么？赤红剑呢？快拿来呀！哎，你可别不识好歹啊！只要你将得来的宝剑和财富都给我，我就勉为其难嫁给你吧。楚莲，你干什么？你嫌贫爱富，2面3刀，
还狗眼看人低，该不会真的以为自己是什么绝世天仙吧？在我心中，暮雪比你美上万倍，就凭你还想跟她比？你不配。哎，听说了吗？咱们少安城那个远近闻名的废物楚灵，他攀上咱们家小姐了。嘿嘿。虽然是个不能修炼又身无分文的废物，还倒插门进了林家，但咱家丑小姐那个条件，哼，有个男人能看上她就不错了。哼，谁说那个废物什么都没有的？不是还有一张小白脸吗？丑不丑有什么关系啊？关了灯不都一样吗？楚林，那些话你别往心里去。这种闲言碎语不值一提。离奇！杀光他们！旺夫小姐，看来等不到我们大婚的那一天了。抱歉，是我拖累了你。今日该留下的是你的命。向我的有眼不识泰山，你竟扰我的尊家！公子，饶命啊！现在轮到你们了。啊，不是说咱们姑爷是个废物吗？怎么这么厉害？这哪是废物啊，简直是战神呐！呵呵，姑爷要是废物，那我们算什么？姑爷，多亏您出手啊，小姐和我们剩下的这些人才能平安无事，在下佩服。小事罢了，不足挂齿。休整一下，我们继续出发吧。是。暮雪，没吓着你吧？没事，有你保护我呢。不过，你不是经脉间断，无法修炼了吗？怎么？你不记得了？我怎么说也是大宗门的亲传弟子，自然知道一些重塑经脉的方法。之前是没有条件，现在多亏了你送我的那把赤红剑。若没有镶嵌在剑上的那枚3元真玉，我恐怕也无法这么快就重塑经脉，重新修炼。原来是这样，你能修炼了，这真是太好了。这等喜事，等回去一定要告诉父亲，这下他就能放心了。是啊，你的嫁妆刚好救我一命，这就是我们命中注定的缘分。夫人。你突然说什么呢？我们还没有成亲呢。好了好了，回到马车里吧，我们要继续前往宜城了。
林大小姐，还有这位公子，我们家老爷已经在正厅等你们了。请随我来。暮雪呀，有段时不见了，你可还好啊？我一切都好，谢陈师伯关心。我们这次前来是……我已经听下人说了个大概。暮雪，想不到你竟然要成亲了。当初我看着你长大，一晃18年过去了，这时间真的是快呀。那想必这位就是你未来的夫婿了。是的，这是我的未婚夫楚离。楚离，这是我们林家的世交，你就和我一样唤一声陈师伯好了。小子楚林见过陈师伯。暮雪呀，不是我说你和你父亲，你的夫婿怎么可以这么随意就选定了呢？这可是你的终身大事啊！你将来是要替你父亲扛起整个林家的。你打小呢就身子骨弱，不适合修炼，所以才必须找个修炼意图上天赋卓绝的夫君才行。可，哎呀，这老头看起来对我意见很大呀。陈师伯，这是我自己的选择，对我来说，楚林就是最好的，我不要别人，我只要他。罢了罢了，既然这是你的选择，你父亲都不反对，我一个师伯又能说些什么呢？这文轩他一直把你当妹妹，你们感情好，你好些日子没来了，他这2天还经常念着你呢，去看看他吧。是，我也正好许久没有看到文轩大哥了。我苦心谋划了这么长时间，本来林家隐士唾手可得，没想到最后关头被这个废物给摘了桃子。这老头可真是变脸大师，这陈府估计还有别的麻烦在等着我呢。怎么了？没什么，走吧。我苦心谋划了这么长时间，本来林家隐士唾手可得，没想到最后关头被这个废物给摘了桃子。这老头可真是变脸大师，这陈府估计还有别的麻烦在等着我呢。少爷，您消消气。嘿，消气？你让我怎么消气啊？我精心谋划了那么多年的东西，眼看就要得到了，最后竟然被横插一脚，你让我怎么消气啊？可是事已至此，也没什么办法了吧？本来以为没人会去林暮雪那个丑女的，那种丑八怪居然还有人要啊！哼，要不是因为那个横插一脚的废物，只要我说愿意娶她，林暮雪现在应该感恩戴德的跪下来为我舔鞋才对。到时候，整个林家都是我的囊中之物。谁说没有办法的？只要那个废物出事，林家和林暮雪不就是我的了吗？那要怎么做？我也想知道你要怎么做。想必你就是陈家的少爷陈文轩吧？看起来你好像在找我。你竟敢对我无礼！你刚刚怎么了？突然走得这么快，我都差点追不上你了。文轩大哥，许久不见了。好久不见了，暮雪妹妹。这位就是你那个夫婿吧？暮雪啊，我真不知道你怎么想的，
竟然选了这么个不能修炼的废物，你难道就不为林家的将来考虑吗？陈文轩，我的事还轮不到你来指手画脚。哈哈哈，废物，到底谁是废物？用实力来说话吧。那家伙不是众所周知的废物吗？是已经出击的天才，为什么毫无还手之力啊？废物，欢迎你参加我和暮雪的婚宴。走吧，不必和小人多浪费口舌。楚林，我要杀了你！少爷，我从没想过陈文轩是这样的人。看来陈家这世交也并非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和善。请帖既然已经送到了，我们还是快回去吧。也好。哈哈哈哈，你们回来了。父亲，我们回来了，请帖也已经送给陈家了，您放心吧。家主，这次去宜城的路上，我们的车队遇到了山匪，死伤众多。要不是因为姑爷，我们这些人就回不来了。什么？山匪？你们遇到山匪了？不错，山匪众多，恐怕在我们林家的车队出城时就已经盯上我们了。家主，您当时不在啊，没看到姑爷的英姿啊，实在是太可惜了呀。英姿？姑爷？你是说楚林？你在说些什么？你确定你没搞错吗？啊，是啊，家主，是真的，就是咱们姑爷。这姑爷当时就如同天神下凡，战神降临，一个人在山匪中杀进杀出，还杀掉了那个打败我们的山匪头领。哎呀，那些山匪在姑爷的手下完全没有还手之力啊！那姑爷的实力那真是恐怖如斯啊！你不是不能修炼吗？你怎么突然变得那么强？居然还能杀掉那些山匪？那帮山匪可是在那里盘踞了好几年呢，个个都修为不俗啊！对，确实是我杀死了那些山匪，这得多亏暮雪送我的那柄宝剑，我才能在机缘巧合下重塑了经脉，恢复了一点当年的实力。啊，真的啊？真的，竟然是真的！而且看这经脉和蓬勃的灵气，这绝对是天宗奇才呀！哎呀，真没想到这种天才竟然便宜到了我林家，这下可真是做梦都要笑醒了呀！那家伙不是众所周知的废物吗？是已经出击的天才，为什么毫无还手之力啊？废物，欢迎你参加我和暮雪的婚宴。走吧，不必和小人多浪费口舌。好啊，楚林，以后你就是我林城认定的林家女婿了。我没想到你小子竟然这么出息啊！这么一来，我也好放心的将暮雪交给你了。既然如此，你和暮雪便在半个月后拜堂成亲吧，好事宜早不宜迟嘛。父亲，以后这林家的未来呀，可都要看你和楚林的啦。您放心吧，我必然不负所托。说起来也快到年底了，青云郡3年1度的青云大会马上要召开了。父亲，你的意思是想让楚林参加青云大会？青云大会？那是什么？众所周知，乾元大陆分为南北2州，南州又有7大郡，
我们所在的少安城便属于青云郡。青云郡每隔3年便会举行一届青云大会，参加的修士都是25岁以下的年轻一代。若能名列前茅，整个家族都脸上有光啦。只是林家现下的情况，父亲只有我这一个独女，还天生无法修炼。父亲的其他弟子也不成器，已经连续3届青云榜都未能入围了。想当年我还年轻的时候，就是在这青云大会上夺得了榜首，你母亲才愿意嫁给我。楚离，这一次青云大会，我想让你去参加，替我林家一雪前耻，你意下如何啊？交给我吧，我必然会为林家洗刷耻辱，重登榜首。好，说得好，暮雪能有你这样的姑爷，是他的福气呀。不言，你竟然给我下毒！你可是大名鼎鼎的乾元帝尊，称霸一方，举世无敌。若不下毒，我又怎么敌得过你？这可是天下第一剧毒，黄泉碧落。楚林，今日你注定要在此陨落了。没了你，这至高无上的乾元圣地就归我了。你做梦！不言，我归来之日就是你的死期。夫君，夫君，夫君，你是不是做噩梦了？我好像听到了你在梦中叫了不言的名字，那可是统治乾元大陆北周的焚月女帝，难不成你和她有仇？怎么会？大概是你听错了吧。我这等小人物，哪里会和焚月女帝扯上关系？说的也是，南周和北周之前有天堑相隔，难以逾越，你又怎么会和北周的焚月女帝有过节呢？是我想多了。父亲的车驾已经停在府外了，今日必是青云大会召开的日子，快准备一下吧。好，我知道了。焚月女帝嘛，哼。哎呀，林兄，你可算是来了！我还以为连续3届都没入围，你是怕丢脸，都不敢来参加今年的青云大会了。哎呦，林兄，这位是你们林家今年带来参赛的弟子吗？这看起来，哎呀，不劳您2位操心，今年这青云大会的头名必然是我林家的囊中之物。林兄，你可别说笑，就你们家这位弱不禁风的弟子啊，就他还想拿第一，别又在入围的时候就被人从擂台上打飞了。都说事不过3，林兄啊，既然没有拿得出手的优秀弟子，可以干脆不来参加嘛，省得丢人，你说是不是？哎，林兄，不是老弟我瞧不起你，实在是你们林家已经大不如从前了。是吗？
若是今年我林家弟子拿了第一，你们又怎么说啊？要是真的，我跪下来给你舔鞋。哎，我可听说你们林家前几天招了个废物当女婿。李兄，你该不会是指望这个废物来帮你争青云大会的第1名吧？哈哈哈哈，简直是滑天下之大稽呀！只有对自己实力不自信的人，才会这么多废物。你，好言相劝你不听，那就不怪我废了你了。这竟真的是秒杀局！哦，是秒杀局，但是那个废物秒杀了天才赵文光，怎么会这样？不是说那是个废物吗？他可是秒杀了赵文光啊！这要是废物，那全天下就没有天才了。暮雪，我没有看错吧？擂台上的那个人，他真的是楚离？您没看错，他就是楚离。他真的打败了赵文光？对呀，他打败了赵文光，您不高兴吗？我高兴，当然高兴了。怎么可能？林暮雪那个废物夫君居然打败了赵文光，这简直天方夜谭！我就说，林城那个老东西怎么突然这么自信？原来是在这儿藏着掖着呢。哎呀，刘兄，不知你可否看到了呀？我家这位姑爷实力不差吧？是还不错。想不到你林家蹉跎这么多年，一下子就捡了个宝啊！哎呦，那可不是嘛！谁能想到我女儿眼光这么好，一找啊就找到一个天纵奇才的夫婿呢！哎呀，连带着我林家如今也跟着沾光了啊！那真是，恭喜啊！哎呀，刘兄啊，我依稀记得你刚刚在门口好像说，要是我家女婿拿了第一，你就跪下来给我舔鞋啊！不知刘兄，你这话还作不作数啊？林兄，我劝你也别高兴得太早。赵文光确实是天才，但就凭他也拿不到这青云大会的第一名。你家姑爷也只不过是击败了一个赵文光而已，算不得什么。哟，怎么，刘兄这是不想认账了？哼，可笑！我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但今年青云大会的第一，非季家季少莫属。季少可是金丹的天才，他要是能击败季少呢，别说是跪下来给你舔鞋了，让我从这儿爬回刘家都行。好，这话我记住了，刘兄，到时候你可别后悔啊！哈哈哈哈哈哈！今日你成功战胜了好几个对手，还包括那个有名的赵文光。不说第一，林家必能在前10之列了。父亲今天都高兴坏了。我说过，我会给你们挣回脸面的。
我不在乎什么脸面，父亲的愿望是振兴林家。至于我没有那么大的理想，那些名头都是虚的，我只愿你平安无事就好。我明白你的心意，但这个虚名不仅是为你，为林家，同样也是为了我自己。我强大起来，才能替你遮风挡雨，实现我在岳父面前说要护着你的承诺，不是吗？明日便是青云大会的决赛了，你好好歇息吧。就你这三脚猫的功夫，还想偷袭？哦，是你，陈文轩。你是对那天的事怀恨在心？我精心谋划了10多年的大计，居然一招被你给彻底破坏了，这口气我怎么咽得下去呀？林家和林慕雪，那本该是我的囊中之物啊！哦，所以你想半夜偷袭我，杀了，就没有人妨碍你了？可惜，你比我想的还要弱。看在你是林家世交之子的份上，我不杀你，但你这经脉便废了。竹林，我可是陈家的嫡长子，你敢废我，你不要命了啊！区陈家有何可怕？竹林，我一定要杀了你！我不杀你，但你这经脉便废了。竹林，我可是陈家的嫡长子，你敢废我，你不要命了啊！区陈家有何可怕？竹林，我一定要杀了你！你醒啦？说起来，昨夜的时候，我好像听到了一些动静，似乎是有人在惨叫，不知道是不是我听错了。我怎么没听到？大概是你的错觉吧。既然你都没有听见，那大概真的是我的错觉吧。对了，今天便是青云大会的决赛了，还是赶快去会场吧。你在看什么？那就是季家的季少，如果不出意外，今日你便会和季少争夺第一。他很厉害。季家的这位季少可是咱们青云郡闻名的天才，12岁便踏入了炼气境了，16岁筑基，如今24岁已然迈入了金丹境界，这个年纪就有这般修为，实乃天纵奇才呀！这季家季少年少成名，上一届的青云大会榜首便是他。在青云郡的年轻一代修士之中，季少就是那个板上钉钉的第一人。女婿啊，这次青云大会，我也不要求你一定要拿这个第一，尽力就好，尽力就好啊！能有如今的成绩，已经很不错了。父亲，说的也太夸张了。若说青云郡的年轻一代，最出色的应该是陆华清，
他可是太虚宗的亲传弟子。陆华清，这个名字好耳熟。我想起来了，陆华清不就是我这具身体的师弟吗？原主是太虚宗宗主的首徒，遭到这个陆华清的忌讳，才沦落至此。太虚宗超脱于南北两州之外，身处净月天。陆华清虽然出身青云郡，但自小就被太虚宗收入宗门之中，怎么能算是青云郡的年轻一代？楚林啊，总归，哎呀，你尽力便好。岳父，您放心吧。我说过，这个第一一定是我和林家的。果然如此，万事小心。你就是那个黑马吧？你确实厉害，哼！不过我可不是赵文匡那种货色能比的。你能赢他，不过是仗着赵文匡轻敌而已。想赢我，呵呵，那是做梦。谁输谁赢，可不是口头说说就能决定的。结果如何，用实力说话。这个楚林啊，我原来以为他只是个运气好，攀上了林家的废物，没想到真的有点东西啊！他就是这届青云大会最大的黑马吧？哎，他要真能把纪少打败，那才是真正的黑马。但纪少可比他昨天打败的赵文光厉害多了。就凭他，我也这么觉得。这楚林呐，多半要在纪少的手上栽了呀。哦，看来你有点实力啊，不过对我来说不过如此。什么黑马呀？不过如此罢了，是吗？真是太好了！青云郡第一天才，不过如此。我操，这是真的黑马呀！废物逆袭打败天才，现在的画本都不敢演得这么夸张吧？那个废物居然打败了我们青云郡的第一天才纪少啊！我不是在做梦吧？这次青云大会彻底爆冷了！第一，居然真的是第一！风水轮流转，我林家又成第一了！风水轮流转，我林家又成第一了！竟然是楚林，我以为他这辈子都不能再修炼了，没想到，有趣，实在有趣。去，将我的请帖送去，我要约他一见。尊上，您是指楚林？除了他，还能有谁？这偌大的青云郡，也就楚林能叫人看得过眼了，其他人都是废物。这楚公子毕竟曾是太虚宗宗主的亲传弟子，外界都传言他会是下一任宗主，只可惜
太过愚蠢，竟然相信了他那位好师弟的鬼话。即使天赋再高，最终还不是被人轻易算计了。外界都道楚灵已经陨落，为他可惜，可我却觉得如今这番造化是他的机缘。我们弦月楼最擅长的不就是施恩吗？是，属下明白了。楚灵不是个废物吗？怎么竟然真的拿到了第一？林家难道真的要崛起了？哎呀，刘兄啊，你可客气了，我家楚灵那可是天纵奇才，季少又如何，还不是败在他手下了啊？林兄，小弟我服了，实在是服了。谁能想到你家居然走了个狗屎运，垃圾堆里都能给你翻出点金子来。垃圾堆怎么了？点石成金，那是我凌晨的本事。刘兄，你可还记得我们之前的赌约？要是真的，我跪下来给你舔鞋。哎，我可听说你们林家前几天招了个废物当女婿。林兄，你该不会是指望这个废物来帮你争青云大会的第1名吧？刘兄，你该不会想赖账吧？当初可是你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的。我承认，是我狗眼看人低，该嘲笑林家嘲笑你，有眼无珠，心服口服。哎，行了，刘兄，我林城做人留一线，毕竟身为赢家，总得给你们这些只有参与感的失败者留点面子嘛。有残留的气息波动，看来是有人进过我的房间了。今夜子时，云台山新秀阁，邀公子一见。弦月楼，出云。弦月楼，我听说过，这个神秘的势力只收女弟子，并且财大气粗，尤其喜欢投资那些有天资、有前途的修士。很多已经功成名就的修真界大能身后，都有弦月楼的影子。他们这是看中我了。楚林，你在吗？楚林，银光天蓝。这是只有弦月楼能培育出来的奇花。弦月楼，他们找上楚林是做什么？难道……楚公子久仰了。你找我所谓何事？别这么心急，不如先尝尝奴家特地为你准备的灵茶。不必了，有话便直说吧。楚公子，你也未免太过不解风情了，奴家想和你密谈。外界都道楚林已经陨落，为他可惜，可我却觉得
如今这番造化是他的机缘。我们弦月楼最擅长的不就是施恩吗？有事便说事，我没空在这里跟你废话。楚公子，上次太虚宗见你时，你还是个温顺端方的翩翩公子，怎么如今你这性格却完全不一样了呢？就像是被什么人给夺舍了一样。夺舍必有痕迹，你观察我时，可有发现夺舍会留下的神识不稳的迹象？自然是没有的。那就不要再说无凭无据之话。你既然找上我，应该也很清楚，我的那位好师弟陆华清设计暗害我，让我落入异兽潮之中，落得个经脉尽断、神志疯癫的下场。而我如今能重回修炼一道，自然不会再像从前那般软弱可欺。这正是我看中你的原因。不久前，你还是一个经脉尽断、此生不能再修炼且疯疯癫癫、神志不清的废人。而前不久，你不仅一个人击退了山匪，还在青云郡的青云大会上夺得魁首，更是击败了那位素有天才之名的季家季少。楚林，我对你越来越感兴趣了。看来你们弦月楼将我调查得很清楚。既然决定要在你身上下注，那自然是要调查清楚的。我也很想知道你的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有趣的事情。你能重新修炼，而且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恢复到金丹大圆满的实力，这一点就足以让弦月楼高看你一眼了。我原本实力已至元婴大圆满，区区金丹也值得弦月楼这么器重吗？这具身体原本的实力确实已经元婴大圆满，但我的神识强度已经达到了渡劫，想将这具身体的实力恢复到原本的元婴很简单，要继续修炼下去，便只能靠我自己了。金丹确实不值得弦月楼看重，我说过了，我看重的是你这个人。楚林，有弦月楼帮助你，我敢保证你一定能够重新回到太虚宗，而太虚宗的下一任宗主必定是你。弦月楼恐怕不会这么好心的无偿帮助我吧。说吧，你们想要从我身上得到什么？弦月楼要的不多，只要你娶我，让我做你的道侣，弦月楼永远都会是你，是太虚宗宗主的朋友。我们两个势力联合起来，必将超越北周焚月女帝坐镇的乾元圣地，成为名副其实的修真界第一宗。若我记得不错的话，元台山山点的星宿阁就是弦月楼买下的。弦月楼到底为什么要找楚离？他们一向是无利不起早的，难道是见楚离拿下了青云大会的第一，想要资助他？可楚离孤身一人，他们想要楚离付出什么代价？不行，我得赶快找到楚离。林家的小姐林暮雪相貌丑陋，据我所知，你也只不过是被她招亲的夫婿而已，算不得有什么感情。而林家也只是青云郡的末流家族，已经好几年未曾有年轻弟子入围过青云大会的前50了，不可能在修真一道上帮助你太多。你知道弦月楼的势力几乎遍布整个大陆，只要你娶我，弦月楼就能帮你走得更远。我知道。什么？楚离要娶她？可我怎么办？
既然你知道，那你应该也知道该怎么选吧？我想楚公子是个不用我多费口舌的聪明人，权衡利弊，审时度势，你大约很明白才是。他说的对，林家即使是最辉煌的时候，也挤不进整个青云郡前10的家族，更别提如今已经没落。我又是个丑女，她那么漂亮，还有邪月楼的自然，不管怎么比，我都比不上她。若是楚离选了她，也是理所当然的吗？我知道，但我拒绝。楚离，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我拿整个弦月楼跟你玩，你去选林家那个丑女？楚离，你在跟我开什么玩笑？我拿整个弦月楼跟你玩，你去选林家那个丑女？楚离，楚大少爷，你没搞错吧？你难道还以为自己还是以前那个楚离吗？说没有弦月楼帮助，等陆华清发现你还活着，你这条命不知道还能不能保住。区林家能帮你什么？你该不会真的爱上林暮雪那个丑女了吧？我以为楚离一定会答应他的，他居然拒绝了弦月楼。为什么？我说过了，我拒绝。我已有心仪之人，所以不可能去。楚离，拒绝我，你会后悔的。现在你说你是开玩笑，我就当刚才的事情没有发生过。我可没跟你开玩笑，再过几天，我就会和暮雪成婚。你为什么这么执着于林暮雪？林家到底有什么地方，值得你做到这种地步？是你太高看你们弦月楼了。不管是林家还是弦月楼，在我眼中没有区别。不需要弦月楼的帮助，我也能靠自己的力量站在这座大陆的顶端。哼，你简直不知天高地厚！既然你没有其他要说的，那么告辞了。暮雪，你怎么在这里？暮雪是个不能修炼的凡人，可为何以我的实力，并没有发现他就在附近？难道他身上有什么法宝掩盖了气息吗？我看到你的房间里面放着弦月楼特有的荧光天蓝，我害怕他们想对你不利，所以有些担心你。原来是这样。别怕，没事的。弦月楼不会拿我怎么样的。我们走吧。嗯。我一直以为他只是被招亲选中才愿意娶我的，那些你若不离，我便不弃的话也是一纸空谈。没想到在弦月楼和我之间，他竟然愿意选择我。怎么了？上次也是，这次也是。楚离，以后你也能一直选择我就好了。为此，我愿意付出我能付出的一切。尊上，现在要如何是好？我原本以为林家不过是青云郡这等偏僻之地的末流家族而已，现在看来，哼，这个林暮雪竟然能避开我的感知和守卫，接近星宿阁。看来他并非如我想的那般一无是处。我们要放弃楚林吗？不，即使林暮雪不简单，也比不上我们弦月楼。楚林现在如此心高气傲，等他在陆华清那里碰了钉，
陷入危机时，才是我们弦月楼再次出手的时机。任何时候，雪中送炭都比锦上添花要强上100倍。可是，他对尊上您的态度如此不屑一顾，难道我们弦月楼要忍气吞声吗？楚灵是太虚宗宗主的亲传弟子，你以为陆华清为什么针对楚灵？还不是因为天赋不如他，只要楚灵在一日，下一任宗主就一定会是楚灵。如今若我们能扶持楚灵成为太虚宗的宗主，那天下第一的位置，当然就属于弦月楼了。明白了，属下会着人一直关注楚灵的动静的。哼，楚灵，你逃不出我的手掌心的。陈大人，您家公子身受重伤，这体内的经脉已经被某种极为霸气的灵气给震断了，修为尽失啊！这恐怕是再也不能修炼了。恕在下无能，先告辞了。爹，你一定要为我报仇啊！都是楚林那个混蛋！文轩，你放心，爹一定会帮你报仇的，楚林必死无疑。爹，难道我真的不能再修炼了吗？以现有的医修手段，恐怕确实治不好你。但是，若能将林暮雪那个丫头采阴补阳，说不定你不仅能够恢复实力，还能更上一层楼呢。真的？可是林暮雪不是几天后就要和楚林成亲了吗？我们能怎么办啊？反正林家重要的也就一个林暮雪，只要灭了林家满门，杀了楚林，林暮雪没了依靠，一个孤女而已，还不是任由你父子拿捏呀？林暮雪没了依靠，一个孤女而已，还不是任由你父子拿捏呀？父亲，那我们要怎么做啊？林家近年来虽然一年不如一年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仅凭我们陈家就想灭了林家满门，是不是有点悬啊？你真是个猪脑子！谁说要我们陈家去和林家拼死一搏了？区区林家自然不足为惧，唯一难对付的是那个楚林。但就算楚林再厉害，难道一个人能同时对付上百人吗？我们哪来这么多人啊？陈家的弟子和供奉难道要全砸上去吗？你真是气死老夫了！和林家拼命这种事儿，当然不会由我们陈家来做。为父已经和盘踞在少安城城外的山匪大当家谈好了条件，他们的四当家被楚林给杀了，那帮贼匪怎么可能善罢甘休啊？必当竭力报复啊！父亲，您的意思是？哼，林家虽然实力不行，钱财倒是不少。那些匪贼垂涎已久，否则上次也不会劫了他们的马车。我已经与他们大当家商量好了，林家普通人由我们解决。那个实力恐怕已经达到金丹的楚林，由他们负责。待事成之后，钱财归他们，我们只要林暮雪。为了以防万一，我还准备了一种无色无味的毒药。那就万无一失了。这一次，我一定要让楚林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林家不识抬举，那我们就让他这喜事变白事。
陈兄。哈哈，林兄，恭喜呀！哈哈，同喜同喜。没想到陈兄还会来我林家赴宴呢。我还以为陈兄看不上我家女婿，更看不上我们林家呢。哎呀，怎么会呀？我们陈家和林家三代交好，祖辈的情分怎么会生疏呢？啊！请进吧，陈兄。这老匹夫竟然对我摆脸色，等着吧，再过一个时辰，就笑不出来了。小姐，今天可是您大喜的日子，怎么叹起气来了呢？这可不是个好兆头啊！我知道，只是我的脸……哎，小姐，老爷应该也跟您说过，您的脸不是天生就长成这样的。您还在襁褓中的时候，有路过的大能说，您命中带煞，身体无法压制命格。长此以往下去，只能夭折，这才用这个印记帮您压制了那股要命的煞气。我知道这是为我好，只是因为这张脸，我和父亲受到的指指点点已经太多了。姑爷这么厉害，说不定等您和姑爷成婚后，姑爷能找到去除这个印记又压制煞气的方法呢。所以笑一笑吧，小姐，今天您要开开心心的成婚呢。这就对了，吉时快到了，想必姑爷马上就来了。嗨，要我说呀，姑爷直接在林府里和您成亲算了，老爷偏偏要让姑爷在外面的院子住下，非要走流程来迎亲。小姐，姑爷来迎亲了。小姐，该出门了。一拜天地，二拜高堂。老爷，大事不好了！外面被山子的人给围了！老爷，大事不好了！外面被山子的人给围了！大哥，这次我们终于给四弟报仇了。是啊，我也想不到，我只是闭关了一段时间，四弟他竟然……哼，要不是林家那个姑爷，四弟怎么会惨死？只恨当时我们都不在少安城，无法替四弟报仇雪恨。三弟，别太难过，如今我们都回来了，大哥也出关了，如今已经踏入金丹大圆满，这少安城内有谁是大哥的敌手？区区林家就屠了他们满门，算是为四弟殉葬吧。没错，今天我就要用林家满门来祭奠四弟的亡魂。林家家主何在？滚出来见你八远爷爷我！八远是日帮的人，他们怎么会突然来找我们林家的麻烦？八远是什么人？是日帮在少安城外盘踞了数十年之久，之前有修真世家试图剿灭他们，但一直没能彻底斩草除根。这一代的是日帮帮主八远，远比前面几代都强，
实力已经达到了金丹中期的境界。之前我们在去宜城的时候遇到的山贼，就是噬日帮里的底层。难道是因为我那天杀了那些山贼吗？我依稀记得，里面好像确实有个头目穿得格外华丽来着。难道是噬日帮的高层？我也不知道。我虽然知道噬日帮，却从未跟他们打过交道。如果真的如你所言，那么确实也有可能是这样。只是，今天是我们的大婚之日。没事，别担心。如果按你所说，那个8元只是金丹期的修士的话，应该是不敌我的。我不会让他毁了我们的婚礼。8元点名要找的是我去就行。况且这是在少安城内，今日我们府上有各个世家到来的宾客，噬日帮虽然嚣张，但也不肯做什么。你们噬日帮为何在我林家大喜之日上门闹事？哼！楚灵杀了我4弟，我要你们林家血债血偿！哼！分明是你们噬日帮劫掠在先。林家家主，就先从你开始好了。怎么可能？我将毫无还手之力。难道8元突破了？他的实力要比以前强太多了。谁？我就是杀了你4弟的楚离。既然你要血债血偿，应该来找我。哼，就是你啊！既然敢站出来，想必你也做好了受死的准备了吧？谁生谁死还未必呢。看来你实力是很不错，不过你能坚持多久？彼此。怎么回事？我的灵力开始不受控制了。等等，难道是那个时候？是吧？你怎么了？这毒无色无味，也没有任何灵力波动。虽然只对元婴以下的修士起作用，但对付楚灵绰绰有余。哼，坏我陈家好事的拦路石，都得死。今天是我们的大婚之日。没事，别担心。如果按你所说，那个8元只是金丹期的修士的话，应该是不敌我的。我不会让他毁了我们的婚礼。看来好戏要开场了。尊上，您看中的那个楚灵好像中了毒。我当然知道。您不担心吗？虽然那个噬日帮的8元不足为惧，但楚灵中了毒，很明显不是8元的对手。万一他在这里出了意外，哼，他不会出事的，出事的只会是林家以及那个林暮雪。哦，尊上，您的意思是？那个林暮雪有点奇怪，我总觉得他不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不管怎么样，他必定会成为我们拉拢楚灵的绊脚石。若是我们出手，楚灵只怕会怀恨在心。现在好了，十日帮和陈家联手，若能让林家和林暮雪就此消失，也算合了我们的心意。
如果在这个危机的关头，我们能伸手拉楚灵一把，在他重伤濒死时出手救他，那么他说不定就会对我们归心了。自然，比起锦上添花，雪中送炭才更会让人铭记于心。我们只用等这场好戏落幕就够了。楚离，你怎么样了？楚离，现在你还能口出狂言吗？啊！剩下的人听好了，我是日帮恩怨分明，今日来只为取这楚林的项上狗头，所有林家人，我一个也不会放过。至于其他人，和林家无关的，可以走了。为什么我们也中毒了？哈哈，陈兄，我们今日的配合真是默契啊！八帮主，这还是多亏您出力呀！陈红狼，我们两家世代交好，你为何要勾结世日帮，暗害我们林家？楚林废了我儿文轩的经脉，使得他再也不能修炼，此子心肠歹毒，与我陈家结下血海深仇，这仇我如何能不报？实话告诉你，林城，为了今日能够万无一失，我还特地请来了几位金丹修士，林家在劫难逃。至于你们其他人想帮林家的，今日就一并把命留下，识趣儿的就自行离开。我陈家与世日帮也无意与你们为敌。我们要走吗？要是真的走了，林兄他们该怎么办呢？好歹交情也不错呀。不走等着被杀吗？我们来做客可没带多少货呀，这里里外外全都被陈家和世日帮的人围住了，这是铁了心要灭林家满门的，我可不会给他们陪葬的。但林兄和我们家关系甚好啊，你要陪他玩命，你就自己上吧，我可不奉陪。对不起了，林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哎呀，林城啊，你看，还有多少人愿意留下帮你啊？一个都。闭嘴！不是毒发了吗？怎么他还能继续使用灵力？不行，这毒一发作，我根本调动不了身体里的灵力，最多只能积蓄一瞬间的力量。你不会死的，我会救你。
走。我感觉得到，我活不了多久了。我只是想要告诉你，世人都嫌弃我的容貌，嫌弃我不让你修炼，只有你总会这样对我。你很好，比任何人都好。能嫁给你，我此生无憾。暮雪，暮雪！怎么想为你夫人报仇？就凭你？你再怎么挣扎，也只是困兽之斗罢了。喂，你在干什么？我说过只用杀了林家其他人和楚林的吗？林暮雪必须活着，你们都干了些什么？哎呀，我怎么会知道这小丫头会突然冲出来呀？是你求我出手的，你最好把态度给我放尊重一点。可是，林暮雪要是死了，我会怎么剖出她体内的斗生骨？尊上，那个林暮雪已经死了，现在是不是到我们出手的时机了？不错，虽然不知道楚林到底为什么看上了那个女人，但既然她已经死了，自然就不会成为我们的阻碍了。现在就下楚林，他必然对我们弦月楼俯首帖耳。那属下便提前恭贺尊上，达成所愿。哼，楚林，我说过，你终究是我的。这怎么可能？斗生骨觉醒了。斗生骨，暮雪体内竟然是斗生骨。修真界传说中的修道圣体，只有被天道选中的人才能拥有斗生骨，千万年未曾一见，如今竟然出现在暮雪的身上。接下来轮到你了。臭娘们儿，看你我不弄死你！调动不了身体里的灵力。斗生骨觉醒之后竟然这么恐怖，不行，我得快逃！破坏我大婚之日，该死！夫君，修真界传说中的修道圣体，只有被天道选中的人才能拥有斗生骨，千万年未曾一见，如今竟然出现在暮雪的身上。啊，暮雪她怎么样了？没事吧？刚才真是吓死我了，我差点就以为暮雪她……啊，怎么回事？刚刚明明能感受到暮雪体内的斗生骨，但现在
暮雪的身体和之前一点变化都没有。虽然原本堵塞的经脉已经疏通，但没有任何灵力，丹田之中也空空荡荡，这是为何？暮雪她没事，大概只是力竭晕过去了。哎，好，暮雪没事就好，没事就好。哎呀，今天本来是你和暮雪大喜的日子，怎么偏偏出了这种事啊？楚林呀，你没事，只要暮雪平安无事就好。以后我一定会补给她一个无比盛大的婚礼。好，老夫果然是没看错你。楚林啊，暮雪交给你，我是100个放心啊。拜见女帝。我不是死了吗？这难道是梦？原来在梦中，我也还能见到你。暮雪，你醒了。这个梦好真实啊！你在想什么呢？这不是梦，夫人。不是梦？难道不止我死了，你也死了吗？怎么会这样？别瞎想，我们都没死，活得好好的。至于你，暮雪，你确实一度濒临死亡，但又活了过来。我活了过来？不，为什么？对了，昨天究竟是如何收场的？父亲呢？他……没事儿，大家都没事儿，岳父大人也好好的，只是你昏睡了一整天，我们都有些担心你。没事就好，没事就好。你可知道，你体内有度生骨？度生骨？那是什么？度生骨是天下至纯的修炼灵体，据说只有被天道青睐的人才能拥有度生骨，而千万年来也只不过出现了2个拥有度生骨的人而已，一个是1000年前的九尾天狐涂山代，一个是10几年前在渡劫中陨落的玄机宫公主女帝玉离。那这么说，这度生骨很厉害了。那我是不是也能修炼了？不错，你确实能修炼了。不过昨天发生的事，你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什么事啊？怎么回事？暮雪竟然完全不记得自己昨天做过了什么，而且昨天觉醒度生骨的时候，暮雪完全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度生骨存世的记载实在是太少了，即使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种异状。夫君，你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吗？没事，我只是有些走神。岳父他担心坏了，既然你醒了，我就叫他和大夫一起来看看你。你躺着别动，好好休息。什么人？玄机宫右使甘露拜见女帝。
玄机宫右使甘露拜见女帝。玄机宫右使？是的，尊上，您终于觉醒了。我们玄机宫上下都在等着您的归来之日。我不管你是玄机宫右使，还是其他什么人，但你认错人了。我不是你口中的什么女帝，请你赶快离开。我没认错，您就是我们玄机宫的女帝玉离。玄机宫女帝？这怎么可能？她在胡说些什么？我再说一次，我不是你们玄机宫的女帝，我只是个平凡的凡人而已。你认错人了。有渡生谷的人怎么可能是凡人？此世之间，只有尊上才拥有渡生谷。你就是我们玄机宫的女帝，我绝不会认错。这是什么意思？你应该知道关于渡生谷的传说，只有天道青睐之人，才能拥有至纯灵体渡生谷，而此世之中，拥有渡生谷的只有3人：九尾天狐涂山代、玄机女帝玉离，这些都是一般人能知道的。但外人不知道的是，涂山代和玉离其实是一个人。什么？涂山代因为情劫而陨落，随着他的转世，渡生谷也到了涂山代的转世玄机女帝玉离体内。女帝大人在渡劫天雷之中身死道消，你就是女帝的转世，所以你的体内才会有渡生谷。只是以你现在的身体，无法完美使用渡生谷。没关系，等你将前世的记忆全部记起来，就会知道一切了。不管什么涂山代，什么玉离，我是林慕雪，我不要成为其他人。若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厉害，为何此前的数十年间，你们玄机宫的人从未出现？我不信你。尊上，不是我们不想找到您，只是渡生谷在觉醒之前都是隐藏在体内的。如果没有渡劫期以上境界的修士用灵力仔细探查体内的根骨和经脉，根本发现不了。偌大的修真界，修士千万，我们又该去哪里寻找您呢？只能等渡生谷觉醒那一天，玄机宫里，您的魂灯才会为我们指引方向。既然您已经觉醒，就跟属下回玄机宫吧。我是不会跟你走的，我的家就在这儿。可是灵气衰微，地脉9分，马上就要天下大乱。大争之时，若无您的带领，我们玄机宫又该如何有一席之地？这是您身为玄机女帝的责任啊！那是你们要操心的事。我是林慕雪，我林慕雪从出生至今，从未受过玄机宫的恩惠，自然也与所谓玄机女帝的责任无关。你要是再不走的话，我就要叫人了。您不愿意跟我回去，是因为那个低等修士的夫君吗？你要是敢对楚林做些什么，我必定不会放过你，还有整个玄机宫。是。尊上，有人来了，属下告退。尊上，离大争之事的预言还有2个月的时间，希望您能考虑清楚。若您还是执意如此，为了玄机宫，属下也只能杀了那个叫楚林的低等修士，为您斩断孽缘了。暮雪，不是让你躺着好好休息吗？怎么你又起来了？没什么，我只是觉得我没什么事，所以想站起来走走。暮雪呀，你昨天可真是吓坏我了，差点就以为你……哎呀！没想到你后来又那么厉害，竟然以一己之力连杀3个金丹期修士。暮雪，说不定你就是我林家隐藏的天才呢。什么呀，父亲？你说的那个人真的是我吗？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哎呀，总之啊，先让大夫为你检查一下身体吧。林大人，这恕在下学艺不精，令千金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任何脑部损伤、神魂受损的情况。这按理说不该缺失几页才对呀。我怎么感觉到了一点很微弱的灵力波动，而且是修为很高的人残留下来的。这等修为，整个青云郡都不会超过5指之数。暮雪的房间，刚刚有其他人来过吗？暮雪的房间，刚刚有其他人来过吗？果然，看着灵力气息的波动，来过这房间的人倒像是个妖修。只是，为何有妖兽会来这里？难道是冲着暮雪体内的杜生蛊来的？但杜生蛊还好好的在暮雪的体内，没有异常。倘若真的是冲着杜生蛊来的，为何不趁这个机会下手？这些事情有些诡异。既然您说暮雪没事，那又怎么会没了记忆呀？是不是有什么问题您没查探到啊？大夫，不如再好好看看吧。依我之见，小姐的神魂是有点奇怪呀。哎呀，那该如何是好啊？林大人，你先别急。林小姐的神魂虽然和常人有些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本质上没有任何损伤，身体内的经脉也通畅完好，不管是从哪个方面来说都非常健康，没有任何的问题。至于失忆，按照您之前说的，也许是一时受到了刺激，所以忘了那段事情吧。这确实也有可能。暮雪从小到大连只鸡都没杀过，况且又是暮雪的大婚之日，却出现了那种事情。哎呀，父亲。罢了罢了，我不说了，只是可怜我的女儿了。大夫，多谢您了，我送您出去吧。暮雪，刚刚是不是发生了什么奇怪的事？没有啊，为什么这么问啊？没什么，我只是觉得你似乎情绪不大对，我还以为是遇到了什么奇怪的事情呢。没什么，我只是一时间还没能完全接受昨天发生的事情而已。那个自称是玄机宫幼使的人说的话，我真的能相信吗？太荒谬了，我怎么会是你弟呢？可是如果告诉楚林的话，我是不是就会失去现在的这一切了？连楚林也会被我牵扯进危险之中。你没事儿，我就放心了。明明有妖修来过，但暮雪却不愿意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我的面纱呢？怎么还要戴面纱？我的脸……你的脸上已经没有那个疤痕了。什么？怎么可能？我的疤痕竟然没有了！
还以为这辈子都只能带着那个丑陋的疤痕了。这真的是我吗？没错，这就是你真正的样子。那个印记啊，其实是封印，封印了你体内的独生骨。封印？我知道我脸上的疤不是天生就有的，但我没有想到会是封印。这么说起来，你想起什么了吗？父亲同我说过，小的时候我们林家帮助了一位落难的大能修士，而当时我正好出生，母亲是因为生下我才难产而死的。刚出生的我也是性命垂危，为了保住我的性命，那位大能方才出手救了我。这道疤痕也是之后渐渐出现在我的脸上的。这些年来，我们试过很多办法，都没有办法去掉这个印记，所以我一直以为此生都要戴着面纱生活了，没想到以后和你一起生活的不是我吗？不管你脸上有没有疤痕，我都不在意。身为乾元帝尊的我，从小便是天之骄子，和不言青梅竹马一同长大。不言是北周第一美人，追求者无数，却独独爱慕我。可笑，直到现在我才明白，他爱的不过是我的天赋、地位和权势，根本不是我。只有暮雪，在我身为无法修炼的废人时，也坚定地选择了我。天色已晚，你好好休息吧。等等，怎么了？昨天是我们的大婚之日，夫君，今夜你不留下来吗？山灯放寸心间，恰恩山里来。好。夫君，今夜你不留下来吗？山灯放寸心间，恰恩山。好。尊上，天下将乱，若现在不做好准备，您的转世躯体也会出现问题的。我知道。您既然知道，为何不去寻求帝尊帮助？您既然都到了这乾元圣地来了，就说明您对他其实……住口！不是我不愿意去寻找乾元帝尊的帮助，只是独生骨本是我自己的事情，我不愿向他人求助。况且，他又凭什么帮我呢？要我说，尊上您比那个不烟要美上10000倍。要不是您深居简出，鲜少露面，北周第一美人哪里轮得到他不烟？尊上，您也太……明明只要开口说一句话就好，非要自己硬撑着吗？您不说，乾元帝尊怎么会知道您？属下失言了。你下去吧。楚离，楚离，楚离，楚离！暮雪，你做噩梦了吗？怎么了？我做了一个很不好的梦，
梦里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你也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怎么会呢？我就在这里，梦都是假的。好啦，今天还得去给岳父敬茶，还是快去洗漱吧。梦真的是假的吗？可那个梦境无比真实。楚林呀，我将暮雪交给你，以后你们两人要携手共进，林家的未来可就要看你们二人的啦。岳父放心，我一定会待暮雪好的，林家的责任就由我一并承担。好啊好啊，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虽然大婚那日平息了风波，但日后恐怕还是会生事啊。暮雪那天斩杀的那位道长是清河观的修士，清河观那帮人向来锱铢必较，也就是因为最近观内屡生事端，才无暇理会。等腾出手来，恐怕会派出修士来找我们林家的麻烦。清河观的麻烦？父亲，你是说灵兽的事？正是。清河观？清河观虽是道观，观内修士也大多都信仰道教，但实际上大部分人修习的是御兽术，只有天资不足的人才会修习别的邪法。听说清河观最近撞了大运，捉到了一只金丹期的玄泽鸟，但金丹期的灵兽已经有了灵智，哪里有这么好收服的？所以最近正在为此事而焦头烂额呢。我听说为了收服这只金丹期的玄泽鸟，清河观还找来了用来封印的天堑石以及白焰花。我猜清河观的观主是打算强行收服玄泽鸟之后，就立刻靠白焰花的功效突破境界。如果清河观观主突破了，我们林家的危险就又多了一分了。玄泽鸟倒是不足为奇，但是天堑石和白焰花确实难得，没有运气是找不到的。看来清河观下了大力气。不过天堑石和白焰花这两个天才地宝，既然清河观用的，我自然也用的。放心吧，我不会让清河观对林家下手的。刚好让清河观抱顶金币。我不会让清河观对林家下手的。刚好让清河观抱顶金币。叶老头，你给我出来！你这脾气怎么就这么大呢？竟然还对一个老头子出手！我动手怎么了？反正又伤不到你。出口气怎么了？你这脾气得改啊！尊上曾经说过多少次，冲动易怒，怎么就听不进去呢？你还好意思说？当年我们寻找尊上的转世，青云郡明明是你这老家伙负责的地方，你却回来说没找到。可尊上明明就在青云郡。这有没有可能尊上的转世是后来才去的青云郡呢？哼，你这老头少在这里忽悠我。我查过了，尊上的转世，林家林暮雪从出生至今一直生活在青云郡，从未出过远门。你跟在尊上身边这么久，对杜生谷了解最深，怎么可能查不出尊上的转世身在何处？你说对了，我确实知道林暮雪就是尊上的转世。你既然知道，那当初为什么不说？你知不知道，
要是我们能一早就把尊上接回玄机宫的话，如今就不用大费周章，还费了那么长的时间了。你该不会想背叛尊上吧？恰恰相反，我只是单纯的为尊上着想而已。哈？你知不知道，因为你的隐瞒不报，我们玄机宫已经错过最好的时机了。你既然知道我去过了，那应该也知道尊上体内有封印吧？那封印的气息，难道你感觉不到吗？可是不管怎样，将尊上接回玄机宫才是最好的选择。这是尊上的第3次转世，也是最重要的一次转世，我们怎么能不管不顾呢？尊上历经2段人生，作为9尾天狐屠山代的时候，他要保护青丘一族所有的族人；作为女帝玉离时，他要背负整个玄机宫的未来，被困囹圄。即使身为天道眷顾之人，依旧被桎梏在这狭小的一方天地之中，即使想要也不敢去夺呀。尊上他过得太难了。我从小就陪伴尊上左右，你说的我又怎么会不知道呢？既然尊上已经转世，又没有了原本的记忆，就让他为自己而活一次吧。可如今的境况，容不得尊上置身事外。即使他不想，终究也会被牵扯进来。右使大人，叶长老，粉月女帝不烟前来拜访。看吧，麻烦这就主动找上门来了。走，去看看。这是玉离的魂灯。住手！女帝阁下来我玄机宫所为何事？在正殿中如此肆意妄为，未免有些不知礼数了。2位的反应未免也太大了，我只是好心想关照关照你们的公主而已。我本来以为她真的陨落了，现在看来她仍然在别处暗中庇护着玄机宫呢。哼，尊上陨落之后，阁下便借着乾元帝尊的事，将他的乾元圣地据为己有，这才超越了我们玄机宫，成为了北周第1的势力。怎么，女帝阁下还不满足吗？右使何必口出恶言？我不过是关心一下罢了。既然关心过了，阁下也是时候离开了吧。看来玄机宫是不欢迎我了。既如此，我离开便是。不过，我很期待和玄机公主再见的那一天呢。当年我为了成为乾元圣地的主人，才下毒杀了楚灵。玉离也在楚灵陨落后突然陨落，他用不着我想法子解决他了。我所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今日，但玉离的魂灯却突然亮了。若不是我从前留了个心眼，在玄机宫里放了眼线，只怕还不知道此事。玉离，玄机宫，我绝不会让你们妨碍我。玉离，玄机宫，我绝不会让你们妨碍我。为什么我刚才突然会有一种被窥视的感觉呢？可是明明什么人也没有，好奇怪啊！你在看什么？没什么，大概只是错觉而已。错觉吗？总之你没事就好。对了，你目前修炼起来如何？看，我现在已经能自如的控制灵力了。
你现在的实力已经突破到筑基了，更进一步便是金丹。杜生谷果然神奇，几天前你还只是凡人，短短几天之内，修为竟然能增长得这么快。我也没有想到，这修炼的速度简直是一日千里，太不可思议了。这都是因为杜生谷吗？不错，杜生谷千万年难得一见，拥有杜生谷，你的修炼速度会远超旁人。之前你说拥有杜生谷的，还有九尾天狐涂山代和玄机宫的女帝玉离，我之后也能拥有像他们一样的成就吗？既然天道选择了你，你就一定可以。第一位拥有杜生谷的九尾天狐涂山代，我也只是在传说中听过。至于玄机宫的那位女帝玉离，我只远远见过几次，未曾打过交道。这么算起来，我这是第一次亲眼见到杜生谷。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有一天会拥有那样的成就。如果那一天真的到来的话，我还是我吗？我近来一直在做梦，每次做梦，都梦到我成为那位女帝玉离。随着修为的增长，她的记忆也一点一点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长此以往下去，我真的还是林慕雪吗？还是会成为那个玉离呢？你当然还是你，毋庸置疑。我明白了。对了，你今晚不是要打算去清河观吗？快去准备吧。好，夫人，今夜记得等我回家。你快去吧。或许我真的是那个玄机宫的女帝，但我只想做林慕雪，天下将乱，而我却自私的只想待在你身边。如果我不去玄机宫，他们会杀了你。可如果我回去了，是不是就再也见不到你了，朱莉？有阵法？这平平无奇的后山怎么会有阵法？而且是锁妖阵。天堑石既然出现在这里，那就说明这里就是清河观锁住玄真鸟的地方。这阵法对付实力低的人确实有用，但只要知道了阵眼，轻而易举。这位道友，为何在此哭泣？公子，我不慎在此地遭遇妖兽袭击，身受重伤，能否请公子帮帮我？公子，若您愿意施以援手，为了感激你的恩情，你想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为了感激你的恩情，你想让我做什么都可以。他的演技也太差了一点吧。行吧，既然你想骗我，那我也演一演你好了。公子，你可真是好生狠心，竟连帮帮我这个弱女子都不肯。弱女子，
金丹期的修为竟然也能叫弱女子了吗？那这青云郡恐怕再也没有强势的女子了吧？公子，你在说什么呢？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只是不小心受了伤，也误入阵法，被困于此。公子若不愿帮我也罢，何必这样暗暗嘲讽于我呢？看着灵力和灵体，他应该就是清河观捕捉到的那只金丹期的玄泽鸟吧。玄泽鸟善于幻化人形，魅惑他人。这阵法是妖兽姐夫开的，所以他才想诱惑我，让我帮他解这阵法。可惜呀，这魅惑的功夫委实不到家。行吧，你要我怎么帮你？公子，我就知道，您一看便是个端方君子，断不会看我这个弱女子身陷险境而置之不理的。公子，可否扶我一把？公子，您真是个好人。靠！老娘这么一个国色天香的大美人，上赶着让你占便宜，你居然还嫌弃！等老娘出了这个破锁妖阵，一定叫你这个小白脸好看！哼！接下来呢？公子，是这阵法限制了我们，想出去就只能拔了那块阵法石。这锁妖阵于人族无碍，我们灵兽却是只能进不能出。要不是老娘受了伤，又不是阵法压制了实力，不然早就把这混账家伙一直往上飞了。如果拔起这块石头就行，你自己为何不去？公子有所不知，这石头是天生的火系天才地宝，可我是水系天赋，五行相克，却是根本无法撼动的。那块天堑石天生克制我们水系灵兽，只要稍微触碰一下，就会被天堑石灼伤，根本无法近身，更别说把天堑石拔起来了。原来如此，我明白了，只要把这块石头拔起来就行了，对吧？对。对，没错，就是这样。赶快把这该死的石头拔了，这样的话，我马上就能重获自由了。公子，你怎么不继续了？只差一点儿，你只需要轻轻一拔。我只是在想，我帮了你，你能给我什么作为报酬呢？哼，先说好，我可不是那种日行一善的人。哼，傻鸟还想诓我？真当我不知道这是锁妖阵的上品阵眼天启石吗？想忽悠我，只怕你是没这个本事。公子，我只能依靠你了，帮帮我吧！只要你肯帮我，这等救命之恩，你想要我怎样都行。有句古话叫做救命之恩当以身相许，不知姑娘意下如何？公子是想要奴家的身子？就凭你这小白脸，还妄想染指我？做梦吧！等我出了锁妖阵恢复实力，有你后悔的时候。不，我要的是你。不，我要的是你。公子，我刚刚不是说了吗？只要您肯帮我这一回，想让我做什么都行。不过就是个满脑子飞流的臭男人，气死老娘了！就你这个样子，还想吃老娘的豆腐？做梦！你似乎理解错了我的意思。我说的是，我要你的人。若我愿意以身相许，服侍公子，春宵一度，与公子所说的
要我的人又有哪里不同呢？实话实说，你的样貌在我看来也就算平平无奇。公子竟是看不上奴家，既如此嫌弃，又何必说要我的人呢？哎呀，看来你还没明白。我的意思是，我要你宣誓，向我臣服，做我御下的灵兽。你看出来了？什么时候？你怎么能看出我的真身的？要怪就只能怪你的演技太差，还需要多多练习精进下来。就你这拙劣的伪装，连我都骗不过去，更承认是其他人。你居然说我演技差，还羞辱我！哎呀，这个混账小子竟敢对我大放厥词！你等着，你等着，带我出去，必定要你为今日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况且，你也将其他人看得太无知了一些。只要是对阵法有些心得的人，很容易就能认出天潜石。这是锁妖阵，能被锁妖阵困住而无法自由行动的，当然只有灵兽了。哼，小子，既然你早就已经发现了，我也懒得再继续跟你装下去了。有话我就直说了，想让我臣服于你，做梦！喂，你等等，等等，我话还没说完呢。只要你愿意放我出去，就算我欠你一个人情，你今后想让我帮你什么忙都行。不，除非你愿意向我臣服，否则其他的任何条件我都不会答应。哼，你想都别想！你该不会以为我是非你不可吧？你已经在这里被锁了一段时间了吧？这么长时间，不算清河观的人，你可有见过除我之外的人？既然如此，你就很明白，是你需要我，而不是我需要你。如果你不愿意答应，就继续在这里被镇压吧。哦，对了，提醒你一句，清河观的观主已经打算强行契约你了，届时等着你的就是最可怕的奴役契约了。是否要被压榨到死，由你自己选择。你觉得你已经拿捏我了吗？不，我只是觉得能修炼到化为人形的灵兽，应当是很识时务的。这么长时间，我确实没见过除了这个人之外的修士。他能进入这锁妖阵这么长时间，而不被清河观的修士发现，说明多少还是有些实力的。我才不想被清河观观主那个散发着死人味的老头强行签下奴役契约，那样的话，我连神魂都要被那混蛋捏在手中了。比起清河观那个恶心的观主，至少这个连天资和容貌都要强上不少。不如就暂时与他虚与委蛇算了。等等，你停下！我答应你，我可以向你臣服，但我只愿意和你签订平等的御兽契约。如果你也想奴役我，那我宁愿死，也不会如你所愿。如此，正合我意。契约达成，从今以后，你就是我御下的灵兽了。名字是最短的咒，交出了真名，我以后就要任由这个男人拿捏了。嘿，但总好过做清河观那个老头最下等的妖奴。罢了，这既然是我自己选择的路，只好如此。奴家千鸾，拜见主人。奴家千鸾，拜见主人。
原来你的名字是青鸾，确实人如其名，与你很相称。起来吧，青鸾。既然我已经认主，那这天堑石，你这箱子最好是真的遵守承诺，否则我凭着契约的反噬，也要拖你跟我一起死。我既然做出承诺，自当履行。锁妖阵居然就这么消失了，这么快！这锁妖阵可是清河关关主那老头亲自布下的，寻常修士怎么也得集中精力耗上好几个时辰，才能勉强敲出一丝缝隙来。但他居然随手就破了阵，这怎么可能呢？这锁妖阵已经破了，压制你的禁锢应该已经消失了吧？我的实力确实已经恢复了。敢问主人，尊姓大名？我名为楚灵。楚灵，这个名字好像有点耳熟。我记得北周和净月天也有大能和他同名同姓，不过大概只是巧合吧。这个楚灵看起来年纪不大，虽然看起来已经金丹期，但也只能赞一句天资不错而已，肯定是不能和那些站在整个修仙界顶端的大能相比的。得赶快离开了，锁妖阵一破，布下阵法的人必定有所察觉。如果再不离开，恐怕就要和清河观的人正面对上了。是。观主，你们都来了，想必是发生了什么意料之外的事吧？说吧。观主，馆内管事的李腾李道长，他……李腾怎么了？他在外面给我们清河观惹事了？倒也不是惹事，只是李腾他死了。嗯，李腾死了？怎么回事？详细说来。观主，您知道，观里的弟子时常会去接些外面人的委托，赚来一些钱财来补贴。李腾，他就是接了宜城陈家的活，结果……陈家让他去做什么？竟然能让他把命都给折腾没了。若是我没有记错的话，李腾的实力已经有了金丹期，再往上一步，马上就能成为我清河观的新一位长老了。附近的这些修真世家之中，应该没有人能让李腾殒命才是吧？你说的是，本来应该如此的，可谁能想到呢？天有不测风云，李腾他偏偏就在少安城栽了。少安城？少安城实力最强的也只有一个林家，林家这一代已经没落了。林家家主林城的修炼天赋平平，独女林暮雪天生静脉堵塞，身体孱弱，根本无法修炼。少安城还有什么人能杀了李腾？这不合理啊！观主，你有所不知啊，杀了李腾的正是你口中那个残弱不能修炼的林暮雪。什么？这怎么可能？区区凡人如何能杀得了金丹的李腾？我们也不知道那个林暮雪是如何做到的，但在场的所有人都看他一掌就灭了李腾。
此事确实是做不得假的。如果此事当真，那我们也不能置之不理。不错，虽然收人钱财替人办事，但李腾怎么也是我们清河观的人。若真是不闻不问，只怕外人还以为我们清河观好欺负呢。正是如此，你去点几个人，派去林家看看究竟是什么情况。另外，若真是林暮雪下的手，只怕林家是有什么不同寻常的机缘。若能为我清河观所用，不要留情。是。观主的实力又有所精进，想必等收服那只玄泽鸟后，必然能突破境界。希望如此吧。我亲自布下的锁妖阵被破了。我亲自布下的锁妖阵被破了。他们来的倒是挺快。我察觉到那股气息了，应该是清河观的观主郑玄。那个稍微差一点的，应该是清河观的大长老。虽然是2对2，但我受伤还未恢复，不一定能打得过他们。主人，我们还是先走吧。不是2对2，是1对2。主人，你要一个人对付他们2个？我承认你确实有点实力，但想以少胜多，是不是有些拖大？况且你们同为金丹期，怎么也不可能打得过的。谁说是我来以1敌2了？难不成你的意思是……不错，我的意思是让你一个人去对付清河观的观主和大长老。不，这绝不可能！我都被锁妖阵给镇住了，还受了伤，实力没有恢复，你要我怎么1打2啊？退一万步说，就算是我没有受伤，也不过是比清河观观主那个臭老头强上一些而已。就是因为他还带了帮手，我才输了。全盛时期我都没能逃脱，更何况是现在？你简直是痴人说梦！你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我都说了不行了，不行，让我上就是去送死。要是你非要这么做，我宁死也不会。你要干什么？现在可不是做这些事的时候。我的伤竟然在恢复了，灵力也好充盈。你怎么做到的？这疗伤的速度比我见过的所有医修都要快。你刚刚说什么？什么不是做这些事的时候？没什么。啊，对了，你给我这些灵力是干什么？你自己不要紧吗？我的这些灵力毕竟不是你修炼来的，只能暂时借给你用。有了我的灵力，你应该就能和他们2个人打个有来有回了。为什么非得跟他们对上？我们直接离开不就好了？我需要你帮我拖住清河观的观主和大长老，不需要很久，1刻钟就好。1刻钟的时间一到，你不用管其他任何事情，立刻离开。我明白了，只要不是非得打败他们，拖上片刻倒也无碍。只是你让我拖住他们，那你又打算去干什么呢？我有别的事要做，天谴石已经到手，就差白燕花了。清河观观主和大长老这2个实力最强的人被青鸾拖住，刚好方便我去找这朵白燕花。等等，我离开之后又该去哪里找你呢？少安城，林家。
你这妖物竟然挣脱了锁妖阵，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想知道？那就亲自来试试吧。这是清河观观主的修炼之地。他既然找到了能提升修为、突破境界的白焰花，那么一定会将它小心的保存起来。白焰花是一种极难保存的珍贵灵芝，灵气很容易易散，一旦没了那股灵气，白焰花也就没用了。所以想长久的保存，必须用特殊的方法将白焰花的灵气封闭起来。那么这大殿之中，有哪里是能封闭白焰花灵气的吗？白焰花到手了，谁说是我来夷第二了？难不成你的意思是？不错，我的意思是让你一个人去对付清河观的观主和大长老。啊，这是怎么回事？这鸟妖刚从锁妖阵中逃离，被镇压了这么久，按理来说他此时的状态应该很低迷才对，但为什么灵力会这么充沛？观主，你看那里，锁妖阵的阵眼不见了。天堑石呢？我那么大一块天堑石去哪儿了？区天堑石罢了，还想锁住你姑奶奶我？做梦吧，臭老头！想收服我当你的妖奴，也要看你有没有这个命数。呵呵，你不过一个小妖，还敢在我面前逞能？观主，这妖女体内竟然有2股不同的灵力，定然是有人暗中帮助她。我就说你为什么突然能从这锁妖阵中挣脱了，原来是有人暗中帮你。哼，无事，等你做了我的妖奴，我一定让你亲自撕了那个胆敢在我清河观暗中作乱的小人。主人的灵力居然这么强吗？这妖女的实力竟然比之前强出了一个境界，到底是什么人在帮助她？怎么回事？我留在石像里的禁制竟然被破了！看来主人成功了。既然如此，我也该离开了。好一个声东击西之计！好，我一定会让你这下贱的妖女和贼头求生不能，求死不得！你少说大话了！现在你们2打1都不能拿我怎么样，让我后悔，只怕是痴人说梦。我也懒得和你们2个散发着腐臭味的臭老头多说，下次见就是你们跪在我脚下求饶的时候。夫君，你回来了。我回来了。我别无他求，只求你平安归来就好。对了，夫君，你的谋划可成功了？自然。天堑石和白烟花，居然真的都拿到了。夫君，
君，你真的是太厉害了。意料之中的事而已。既然拿到了白燕花，事不宜迟，我得马上炼化它。好，夫君，你安心修炼，我为你护法。这是清河观的人吧？怎么一副要杀人的样子呀？看样子清河观是冲着林家去的。林家本就势威，又得罪了清河观，看来在这少安城是活不下去了。林家今天还能不能留下活口都不一定呢。这得罪了清河观，怕是在整个青云郡也没有立足之地了。这么看来，还是快点离开这里。要是被误伤了就完了。不错，林家这里马上就要变成是非之地了。这为了避免误伤，还是走为上策。林家林暮雪何在？速速叫他滚出来！林家林暮雪何在？速速叫他滚出来！大人您稍等，我们家家主即刻就来。你说的可是真的？清河观来人了？是啊，老爷，街上很多人都看到了，清河观来势汹汹，还强行把府上的正门给踹开了，点名要找咱们家大小姐，这只怕来者不善啊。老爷，该如何是好？我就知道，清河观的人果然还是找上门来了。他们一定是为了大婚那事死在我们林家的李道长来的。不管怎么样，我都绝不会把暮雪交给他们的。既然来了，也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不知清河观的长老大驾光临，在下实在是有失远迎啊，还望大人见谅啊。哦，你是？好，在下林家家主林成。这么说，林暮雪就是你女儿了？是啊，暮雪正是小女，不知道大人找小女暮雪有什么事啊？不瞒您说啊，小女自小体弱多病，不能修炼，肩不能扛，手不能提，近来又受惊生了病，实在不好叫她出来呀。您要是真的有什么要紧事，不如说给我吧。哦，肩不能扛，手不能提，体弱多病，不能修炼。可我怎么听说你家女儿前几天可是威风得很呢？哪里呀，大人，您该不是从哪里听到了什么荒唐的传闻吧？哼，那天在场之人全都众口一词，说你女儿林暮雪就是那个大开杀戒之人，一人之力连杀3个金丹期修士，这么威风，你还说他不能修炼？哼！林城，你竟敢蓄意欺瞒我们清河观！哎呦，大人，在下所说句句属实啊。那你可知道，我们清河观的李道长，正是在你们林家身陨。哦，原来那位受背信弃义的陈家指使和一帮山匪勾结在一起，试图破坏我林家大喜之日的人，是清河观的道长啊！哎呀，这可是我没有想到的。不管如何，你女儿敢杀我们清河观的修士，你们林家就得付出代价。哼，否则还让青云郡其他人以为我们清河观好欺负呢。哎呀，大人，
您非要这么赶尽杀绝吗？归根究底，我们林家只是为护己身而奋力一搏罢了。我不管这么多，敢杀清河观的人，就得做好承受清河观怒火的准备。你女儿林暮雪呢？速速叫她出来！哼，若你们林家老实一点，我还能给你们留个全尸。我女儿不在这里，你若非要动手，就冲着我来。好，好，好，看来你是铁了心，要一路走到黑了。住手！你就是林暮雪？啊，暮雪，你出来干什么？父亲，放心吧，不错，我就是你们要找的林暮雪。那个李道长也确实是我杀的。你们若有什么事的话，只管冲着我来，不要为难我父亲。既然你承认了人是你杀的，那么想必也做好承受我清河观怒火的准备了吧？谁输谁赢可不一定呢。长老，话不要说得太满了。据说他一人连杀了3个金丹期的修士，如果不是夸大传言而是真的，那么他的实力至少是金丹大圆满。我一人对付他，可能力有不及，看来得小心些。困兽之斗罢了，出招吧！不管如何，你今天必死无疑。虽然能够修炼，但实质上的我如今也不过筑基，定然是打不过这个清河观的长老了。但如果我能和那天一样，变成那个与地狱离的话，说不定我就能护林家逃过这一劫了。怎么回事？我的实力明明已经到筑基了，但灵力为什么用不出来？你耍老子！怎么回事？我的实力明明已经到筑基了，但灵力为什么用不出来？你耍老子！难道就要在这里结束了吗？父亲，来者何人？我是暮雪的夫君，听说你找我的夫人有事，既然如此，不如和我说说吧。这么说，你是要为他出头了？不错，有什么就冲我来。好，好，好，那就要看你骨头硬不硬了。哼，你这杂鱼就只会躲吗？躲躲藏藏可是赢不了我的。等弄死你，林家满门的死期也不远了。是吗？哼，看来你确实有点实力，但是也就仅此而已了。我们清河观可比你强大的多，跟我一起上！没想到这小子的实力比我想的要强，这么多人一起上，居然都挡不住他。区区一个已经没落的修真家族，怎么会突然冒出来这么多强的离谱的人？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说过了，我是楚林，林暮雪的夫君。莫非长老的耳朵也不好使了？
这是怎么回事？天谴石？你怎么会有天谴石？我为什么有天谴石？这得感谢你们清河观的鼎力相助啊，否则我还没办法拿到这么好的镇野石。什么？你居然从我们清河观中……说话何必这么难听呢？天才地宝，有能者得之。我操！清河观的长老这就死了！我的老天呀，那可是清河观的长老，我们少安城哪里出过这种大人物？居然就这么轻易死了！林家的那个女婿这么牛吗？居然一个人打败了清河观的那些修士，还有长老！哎呦，林家这是要崛起了呀！好，好，好，楚离，你不愧是我一眼就相中的女婿。有了你，我林家何愁没有前程？夫君，你没事吧？没事，只是力量有些耗尽了。只要你没受伤就好。夫君，这是什么？这是我用从清河观中拿到的天谴石布置的防御阵法。只要有这个阵法在，就能保护林家一段时间内不受伤害，以免有人趁我不在的时候上门来找林家的麻烦。原来是这样，夫君，没想到你连阵法都会，真的好厉害。我会的还不止这些。你居然从我们清河观中……说话何必这么难听呢？天才地宝，有能者得之。大人，最近有个不同寻常的事情。何事啊？在黑市里流传着一个悬赏令，属下追根溯源，也只隐约察觉到似乎是太虚宗的人发布的悬赏令，至于具体是谁，那就不得而知了。太虚宗？太虚宗的人要悬赏什么东西啊？你仔细说说。是，太虚宗的人发布的是个寻人的悬赏令，如果能得到此人的消息，然后活着带回，便有1万灵石的酬谢。如果带去的是项上人头，那么就可得上品功法1本。上品的功法可比1万灵石要宝贵的多呀。看来这个发布悬赏的人确实是很舍得下本啊。那悬赏令要找的人是谁？你可认识啊？属下无知，并不认识此人。哎，这是楚林？楚林是谁？他很有名吗？那要看你问的是哪一个楚林了。啊？难不成楚林还有好几个？光我知道的楚林就有2个，还都是难得一见的天才。只是可惜啊，天妒英才。难道这2个楚林都……是的，我认识的那2个楚林，第一个是数十年前陨落的乾元帝尊，那个几乎统治整个北周地域的男人。啊，原来那位北周的乾元帝尊叫楚林啊！我第一次知道。没错，只是他成名太早，也太久了。这久而久之的，世人都知道乾元帝尊这个名号，楚林这个真名呢，反而鲜为人知了。我也是机缘巧合才知道的。
而另一个楚灵，就是15年前凭空出世的天才。他本来是个孤儿，在山中被太虚宗的宗主捡到，收为亲传弟子。3岁时就展露出了修炼天赋的天纵奇才啊！他一直被认为是下一任太虚宗的宗主。哎呀，只可惜前不久的时候，这个楚灵似乎也在暴动的异兽潮中陨落了。2个楚灵，2个天纵奇才，结果双双陨落，这实在是太可惜了。唉，造化弄人啊！乾元帝尊的陨落，我是不知道为什么，但这个楚灵的陨落，他的好师弟陆华清可脱不了干系呀。既然悬赏令要找的人就是楚灵，想必发布悬赏的人就是陆华清啊。这是想赶尽杀绝呢。父亲，大小姐，看你这样就知道没好事儿。说吧，想求我干什么呀？爹，我想出门玩玩嘛，天天在府里闷都闷死了。啊，不行不行，马上就是你的吉吉礼了，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待在家里，哪儿都别去，再跑出去也10天半个月才回来，能把你爹我给气死呀！不让就不让，真是。啊，爹，你拿的是什么啊？啊，这不是楚灵吗？什么？你也知道楚灵？可我记得从来没跟你说过太虚宗的事儿啊。什么太虚宗乱七八糟的？我说的是楚灵，少安城林家的女婿楚灵，跟你画像上这个人长得一模一样，不是他，我还能是谁啊？你说的可是真的？当然是真的了。前几天在云台山举行的青云大会上，我还亲眼看到了楚灵呢。楚灵他很厉害，明明少安城的林家已经连续好几届都为之末流了，没想到楚灵居然能力挽狂澜，拿下青云大会的第1。哼，他连七少都打败了呢，真的是太厉害了。而且他不仅有实力，还特别的英俊帅气。这个楚灵竟然这么厉害吗？说是精彩绝艳，天纵奇才也不为过。若芝芝说的是真的，那么恐怕林家这个女婿楚灵和太虚宗宗主的亲传弟子楚灵，那就是同一个人了。哎呀，没想到啊，在陆华清的追杀下，楚灵竟然没死。父亲，楚灵他怎么了吗？你拿着他的画像干嘛？没什么，你爹我呢，只是有点欣赏这个修真的好苗子罢了。哎，对了，芝芝，你的吉吉宴想不想再额外邀请几位宾客呀？啊？将吉吉宴的请帖也往少安城的林家送一份。属下遵命。不仅有实力，还特别的英俊帅气。这个楚灵竟然这么厉害吗？说是精彩绝艳，天纵奇才也不为过。家主，这是什么？家主，这是城主府上送来的请帖。城主府怎么会突然送请帖过来？诚邀林府上下参加小女夏芝的吉吉宴。城主府怎么会给我们家送请帖？父亲，岳父大人，刚好我收到了这个，你们也看看。城主府上大小姐的吉吉宴，怎么会突然邀请我了？
这有什么问题吗？稍微有些奇怪。现任城主夏玉是10几年前才来到聚安城的，而我们林家又代代示威，修真家族之间的踩地捧高一向是十分常见的。是以城主府不怎么重视我们林家，也不甚亲厚。城主家大小姐的吉吉宴，按道理来说只会邀请关系比较好的家族，会邀请林家有点异常。暮雪说的不错，况且这样的宴会早就应该要准备了，明天就是吉吉宴，说明这请帖是临时才决定送来的。既然是临时才送来的，会不会这其中有什么问题？我也是这么想的，但问题是林家已经1年不如1年，就算真的有所图谋，也没有什么能让城主觊觎的东西呀。你发现什么不对了吗？我只是觉得，为什么非要往坏的方向想呢？就不能是城主看到我们林家的潜力，开始重视林家了吗？哎呀，你的意思是？对，你们忘了吗？夫君他前不久才在整个青云郡年轻一代都会参加的青云大会上击败了所有人，拿了第1。光是这一点，还不能证明夫君的潜力吗？既然夫君已经和我成婚了，那么自然也是林家的人。这确实说得过去，毕竟楚林的天资大家都有所目睹，城主会重视楚林这样的天才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林家可是多亏了你呀。那么我们要去赴宴吗？去，为什么不去？能去城主府参加宴会的家族都有些底蕴，去宴会上你刚好可以结交一些人脉。哎呦，林家主，有失远迎啊！哎呀，哪里，夏城主客气了。想必这位就是楚林吧？楚林，如果真是他竟然还真的活着。既然楚林还活着，看来我得好好考虑一下了。不错，在下正是楚林。这大叔看我的眼神怎么奇奇怪怪的？该不会别有所图吧？诸位，里边请吧。父亲。这是小女夏芝，自小娇生惯养，行为有些鲁莽失礼了，叫各位看笑话了。你就是楚林吧？那个在青云大会上拿了榜首的天才。我确实是楚林，天才算不上，在修真一道上，我不过是略通而已。你果然和那天圆圆儿见到的一样好看。我的夫君不管相貌和天赋，自然都是1等1的好。夏大小姐太爱了。今天是我的吉吉宴，过了今日，我便到了能成婚出嫁的年纪了。横竖我都是要嫁人的，既然要嫁，我也必得选个最好的夫君。我要嫁的人，要是这世间最优秀的人。夏小姐的意思是？我觉得你很好，能成为青云大会的榜首，就说明你并非池中之物，况且长得又这么好，我很喜欢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娶我？我不介意和他共侍一夫。我很喜欢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娶我？
我不介意和他共侍一夫。啊，这城主的女儿竟然想嫁给我女婿，我这个岳父还在这儿呢，想必城主也不会同意女儿嫁给有妇之夫吧？我知道我这个女儿一向很有主意，但是不知道她主意居然这么大呀！我就说城主府为什么突然邀请我们一家来做客，原来是把主意打在夫君的头上。夏大小姐，我已经成婚了。我自然知道你成婚了。你既然知道，又为什么非要选我？我不是说了吗？只要你愿意娶我，我不介意你已经重婚，也不介意你有夫人。我看中的只是你楚林这个人，你既有实力又有相貌。不管怎么看，在这少安城乃至青云郡内都是最好的人选。楚林既然没死，实力也没有退步太多，那么只要他活着，太虚宗就有他的一席之地。不管怎么说吧，都比如今只能在少安城偏安一隅要强得多。如果我的女儿能嫁给楚林，跟着他一起去太虚宗，那我们夏家不就一飞冲天了吗？哈哈哈！楚公子，我家女儿对你是仰慕已久了，若你愿意呢，不如今日就来个喜上加喜，好事成双，怎么样？什么？这城主在说什么呢？他居然愿意让他的女儿嫁给楚林，那可是城主府的大小姐呀！我与夏城主非亲非故，即使我在青云大会上拿了一次第一，也不至于非要把唯一的女儿嫁给我。更何况我已经成婚，这青云郡内没有婚配又有天资的修士可不少，没必要盯着我不放。看来这其中另有缘由。难道夏城主知道我这身体的真实身份？你也听到我父亲说的啦，择日不如撞日。夏大小姐，莫非你当我不存在吗？当然不是，只是愿意与否，终究要看楚公子的意思。我们城主府比林家更厉害，若楚林与我成婚，城主府能给他的资源和人脉更多，我才是能给他带来更多助力的人。虽然我脸上的疤痕已经消失了，但是林家确实远不如城主府。抱歉，我不愿意。我已成婚，并且心有所属。我的妻子是穆雪，这一点绝对不会变。你真的不再考虑一下吗？你再问多少次，我的答案也不会改变的。好吧，我也不是那种纠缠不休的人。既然你不愿意，那就算了。我这个女儿啊，从小教养惯了，纵的她是不知道天高地厚，经常口出狂言，诸位莫怪啊，全当这事儿呢是个玩笑罢了。没事没事，既然只是玩笑，我们家当然也不会放在心上。哎呀，真是吓老夫一跳，差点以为他们玩真的。虚惊一场。对了，楚小友，我有一事想要同你密谈，不知能否借一步说话呀？我和城主此前没有任何交集，他能有什么事要和我密谈？难道他真的……好。城主有什么事要找夫君？夫君该不会出什么事吧？既然城主能当着我们的面说有事要和楚林商议，这又是城主府内，光天化日之下，想来是不会出什么事的吧？
夏城主，有何事要与我商议？如果他是陆华清的人，发现了我的身份，要对我不利的话，就只能在这里解决他了。在下少安城城主夏玉，拜见阁下。在下少安城城主夏玉，拜见阁下。城主大人，您这是干什么？我不过是个得林家恩惠才能重新修炼的普通修士罢了，当不起您这一声大人。哎呦，阁下，您说什么呢？您的天资卓绝，又在天下最著名的太虚宫这样的宗门中修行，我一个小小的边陲城主，哪能和您相比呀？太虚宗？夏城主，你恐怕是认错人了。我从未去过太虚宗，怎么可能是那个什么太虚宗的弟子呢？这个人果然猜出我的身份了，看他这态度，似乎不是打算对我不利。先静观其变吧。阁下，数年之前，我曾远远的见过您一面，断不会认错人的。这是我的画像。不错呀，这正是您的画像。楚公子啊，哦不，阁下，陆华清到现在都还没放弃四处寻找您的下落，这是想斩草除根，置您于死地呀。你既然早就知道我的下落，为什么不把这件事上报给陆华清？哎呀，我确实是这么想过，毕竟陆华清以及他背后的陆家势大呀。我不过是个小小的城主，怎么敢违背他的意思呢？哦，那你为什么改变主意了呢？因为我的女儿心悦于你，也因为我想赌一把。我们夏家呢，是个百年修行之家，曾经辉煌过，但逐渐没落了。到了我这一代，只能在小城偏安一隅，在这巴掌点大的地方耍耍威风了。一旦出了门，就得夹起尾巴做人。可我不想这样，我想让夏家重振辉煌。若将您的存在上报上去，固然是有功，但只是一时的，只不过是给些赏赐罢了。可若是能扶持您一把，助您拿回太虚宗下一任宗主的位置，我们夏家才有可能重现辉煌。你说的倒是很直白。我是想为家族搏个未来，当然要直白一些了，否则阁下怎么会信任我呢？我少安城夏家，愿为阁下的马前卒。我本不想参与太虚宗那些无聊的斗争，但既然对方不肯放过我，我也不能束手就擒。起来吧。啊，谢阁下。我的身份要保密，林家人并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我不想将他们也牵连其中。哎，我明白，这件事我不会告诉其他人的。但是这个陆家人啊，最近在黑市里发了悬赏，说要找您。您出门在外，请务必多加小心啊。我知道，如果还有其他的异动，我会随时报给您的。这个老宗主从一开始属意的就是楚林这个亲传大弟子，要不是实在无法撼动楚林的地位，他陆华清怎么会选择用阴招呢？但楚林没死，既然没死，那胜负之分就要另当别论了。家主，我们真的要把身家性命全都赌在他的身上吗？陆华清势大，楚林虽说受老宗主偏爱，但毕竟曾经身受重伤，虽然还能修炼，但有什么隐患也未可知啊。你懂什么？夏家在陆家和整个太虚宗面前，不过是个不起眼的小家族罢了。就算效忠他陆华清，又能如何呀？
这锦上添花，终归是不如雪中送炭的。你以为楚灵受了伤，就会实力倒退了？哼，我看啊，未必。啊，这从何说起啊？方才亲眼看到楚灵的时候，我就能察觉到他的神识有异，比起以前呢，要更加凝实，更加强大。这说明什么呀？说明他根本没有退步，反而还进步了。这修真界啊，最终是要看谁的拳头更硬的，所以我把赌注都压在了楚灵的身上。啊，原来如此，家主，您真是有远见。夫君怎么还没回来？该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吧？夫君，回来了，你还好吧？小城主没有对你怎么样吧？放心，我没事。夫君，你没事就好。暮雪，你的头发颜色怎么变了？我少安城夏家，愿为阁下的马前卒。随着我想起来的事情越来越多，身体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头发的颜色也在一点一点的变化。再这样下去的话，我到底是林暮雪还是雨梨呢？可这些事情牵扯太大，我也无法告诉夫君。啊，没什么，我也是最近才发现颜色好像有些变化的，可能是因为修炼淬体吧。是吗？哦，对了，夫君，城主找你是有什么事啊？你们谈了那么久，我和父亲都很担心。没什么，城主看中我的天赋罢了。难道城主大人用权势压迫你了？他该不会逼你娶夏小姐吧？当然没有，城主是看中了我的天赋，想扶持我。如果他逼迫我，因此而与我生出嫌隙来，岂不是本末倒置了？说的也是，没事就好。只是林家确实不如城主府有权势人脉，林家在逐渐没落，夏家却如日中天。若是为了前途着想，夏家确实是最好的靠山。那些都不重要，修真一途说到底靠的是自身的悟性、天赋和意志，与其他的任何东西都不相干。城主府固然有权势，在整个青云郡也说不上多厉害，更不用说整个修真界了。我能靠我自己崛起，所以也不需要依附其他人。我会成为林家的靠山，你的靠山，相信我。我相信你，夫君，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变得比任何人都要强。我等你成为我的靠山，成为那个让整个修真界都只能仰望的人。可恨我们一时疏忽，竟然没察觉到这是调虎离山之计。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白燕花和天剑石都被偷走了，就连那只玄泽鸟也跑了。要是让我知道究竟是谁在暗中和清河观作对，我定然让他碎尸万段，不得好死。这是挑衅，是蔑视我们清河观，必须赶快将那个暗中捣乱的贼人给抓出来，否则我们清河观颜面尽失。这事儿我如何不知啊？只是这个小贼实在是小心谨慎，残留的灵力波动实在是太少了，根本无法追踪。此事不了，寝食难安呐。
这是二长老的魂灯，可魂灯怎么会熄灭了？这还用问吗？魂灯熄灭只有一个可能，二长老死了，这怎么可能？我记得二长老是去了少安城林家。不错，但少安城林家是个什么实力，我们都知道。就是把林家都捆在一起，也不是二长老的对手啊。我们清河观之中，除了观主您和我之外，实力最强的人就是二长老了。他就算轻敌，也断不会交代在林家那种地方。按照他的实力，就算不敌也能够逃脱呀，不会坐以待毙。能杀了二长老，必然是出现了什么让他无法招架的意外。那这件事，不管如何，这件事不能就这么轻轻的放过。二长老是清河观的老人，他的死必须要查个一清二楚才行。走。观主，二长老他被杀了。说清楚，二长老是怎么死的？被谁杀的？就是林家的人杀了二长老。你说的是真的？林家人杀了二长老？是的，大长老，就是林家人干的。这怎么可能？林家人最多不过筑基的实力，怎么杀得了二长老？难道是林家请来了什么实力高强的大能坐镇？啊，我不知道，但是杀了二长老的是林家的那个姑爷。林家那个姑爷，我也略有耳闻。他最近风头很盛，据说他不久之前还是个废物，但没过多久，突然就夺得了青云大会的第一，摇身一变成了天才。此事实在离奇。难道说，这林家姑爷有什么了不得的奇遇？也只有奇遇才能让废物变成天才了。我相信你，夫君，我相信你以后一定会变得比任何人都要强。我等你成为我的靠山，成为那个让整个修真界都只能仰望的人。啊，观主，大长老、二长老的事。哎，你且放心，我们一定会为二长老报仇的。你先说说，那个林家的姑爷是怎么杀了二长老的？能杀了二长老，莫非这林家姑爷已经突破至元婴境界了？我隔得远，看得并不真切，但从现场的灵力波动来看，那个林家姑爷楚林的实力并没有那么强，至少不会是元婴，大概和二长老一样是金丹期。金丹期？金丹期他怎么可能杀了同境界的二长老？这个楚林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手段？没错，这个楚林好像会阵法，他就是趁二长老不备的时候偷袭，用阵法困住了二长老，然后又用剑阵杀了二长老。真是卑鄙！明明就是林家人有错在先，反而如此嚣张地对待我们清河观。我一路回来的时候，都听到有人说我们清河观近年来是越来越不行了，连已经没落的林家都能骑到头上来，太气人了！哼，真有人这么说？千真万确，这么说的人还不少呢。区区林家，竟然这么嚣张，是打算踩着我清河观扬名吗？你且去歇息吧，林家的事，我和大长老自有安排。是，观主，大长老，弟子告退了。你我都会阵法，应当也知道阵法的修行难度。想学会阵法，没个10年8年的钻研是不可能学有所成的。剑阵又恰恰是最难的阵法，如果那个楚林真的是在金丹期就学会了剑阵，那他的确不可小觑啊。您说的是，只是
我怎么也不相信，会有人在短短的1个月之内就从废物变成天才，实力更是从炼气升至金丹。就是靠丹药提升修为，也没有这么快的。更何况，他要是会阵法，之前就不会混得连药奴都不如了。看来，这个楚林身上的奇遇不简单呐。总归我们是要去林家解决二长老的事情的。林家倒了，也算是振一振我清河观的威风，叫那些见风使舵的小人不敢再小瞧我们清河观。当然，林家那些资源也是属于我们清河观的战利品，应该由清河观来接手。不错，弱肉强食，修真界的道理真是如此。若能得到楚林的奇遇，想必也能弥补我丢了白眼花的损失，只差一点点我就能突破了。不过区林家就不劳烦观主亲自出手了，我一人足矣。不错，若连我也去，怕是会让人觉得我们清河观太过重视林家，连一个已经没落的小家族也要如此大动干戈，反而多了我们清河观的威名。既然如此，你便选一些弟子，明日前往少安城林家。记住，这次必须成功。在下领命。啊，这不是清河观的衣服吗？清河观的人又来了。是啊，清河观的人不是前几天才来找过林家的麻烦吗？还被反杀了好几个人，连带队的长老都死喽。清河观怎么咽得下这口气儿啊？打了老的，来了更老的，这不就是上门来找回面子来了吗？这个长老看起来很厉害呀！哎，这次林家该不会扛不过去了吧？嘿，那可不一定。上次都觉得林家对上清河观是螳臂当车，结果怎么着？清河观的人被灭了。你说的对，不得不说，林家大小姐选夫婿的眼光是一等一的好啊！没想到林家姑爷这么强，清河观的人被他随便几下就弄死了。哼，依我看啊，清河观这次也是来给林家姑爷送人头的。哼，呸！嚣张什么？等一下要是被林家姑爷打得哭爹喊娘，我看你们清河观还敢不敢在那鼻孔看人？你就是楚林。哎，清河观的人又来，你们有完没完啊？你就是楚林。哎，清河观的人又来，你们有完没完啊？你小子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您可千万别误会，我只是觉得没必要这么一波又一波的来林府送人头吧。清河观是上赶着打算替林家扬名吗？好，你真是有种！今日你们林家都得死！能换个说法吗？上次你们清河观的人也是这么说的。哼，嘴上这么嚣张，希望你的实力能和你的嘴皮子一样厉害。你们清河观的那位什么道长哦，还有一个长老，那都是我杀的。你想报仇，那就冲我来吧。这可是你说的。这个楚林实力确实不错，比我想的还要难对付一点。清河观弟子听令，结阵！哇，清河观连劫罗阵都用出来了。劫罗阵？
这是清河观自创的阵法吧？听说只要清河观用出了这个阵法，就没有人能从阵法里活下来。看来这次楚林是凶多吉少喽。林家这次怕是真的要完蛋了。你们胡说什么呢？楚林怎么可能被区区清河观打败？哼，你就吹吧你。这不可能！你怎么会这么强的防御法术？这可是我们清河观引以为傲的阵法。我操！楚林居然活下来了！楚林这么强的吗？林家真是捡到宝了呀！我就知道楚林不会就这么认输的。唉，你该不会觉得只有你们清河观会法阵吧？天潜师，是你，竟然是你！不错，就是我。可惜，这件事你这辈子都说不出口的。你以为我会就这么输给你吗？符咒这东西我也有，不如看看谁的符咒更强吧。万箭穿心！强啊！这次来的是清河观的大长老吧？林家这是要崛起了呀！连清河观的大长老都能击败，我靠！楚林强到这种地步了吗？我看以后谁还敢看不起林家？观主，两位长老都被林家杀死了，您就一点反应都没有吗？那你想做什么？报仇，当然是报仇啊！难道就这样让其他人看清河观的笑话吗？去呀！你就这么莽撞的去林家报仇，下场也会跟那两个人一样的。哼，区林家，区林家，你到现在还觉得林家只是不起眼的蝼蚁吗？那你更应清楚，实力要比你强的大长老和二长老，就是被你看不起的林家给杀死的。能杀死他们，自然也能让你死无葬身之地啊！哎呀，那怎么办？这也不行，那也不行，我可咽不下这口气啊！大长老和二长老都是精通阵法之人，想击败他们，楚林必然也会阵法。我猜，林家可能被楚林设置了什么特殊的阵法，所以才会使他们二人都不敌楚林，双双落败的。如果是在灵佛里布置了阵法，这阵法又不能移动，那……不错，我们要引蛇出洞。不错，我们要引蛇出洞。
引蛇出洞。这确实是个好办法。林家有他提前设置好的法阵，只要引他离开林家，区区楚林，不足为惧。不错，就是这样。直接正面突入只会跟前面2次落得同样的结果。我们的智取不能强攻。但说容易，具体该怎么做呀？就算下挑战书让楚林出来，他也不会傻到真的来吧？哼，你活这么多年都活到猪脑子里去了。都说了智取，你听不懂吗？不要正面硬刚。直接打上去不行，下战书也不行，那要怎么做呀？想个法子将他引出来不就好了？林家有了这么厉害的女婿，以后自然是事事都要依仗他的。林家的事务以后大概就是由楚林来处理了。既然如此呢，找那些依附我们的家族给林家发个请帖，找个借口邀请林家人来赴宴，不就能将人给引出来了吗？我明白了，届时我们就可以在半路之中截杀楚林。只要我们事先在必经之路上做准备，等他中了埋伏，何愁楚林不束手就擒？等到了那时，他就是插翅也难逃了。明白了，我这就去安排。大长老和二长老这2个废物死不足惜，只是可惜我清河观损失了一些战力，不过问题不大。楚林能将大长老和二长老都击杀，至少拥有玄级秘藏。等我拿到玄级秘藏，区区青云郡岂不尽在我的掌握之中？你们来了。岳父大人找我是有什么事吗？楚林，你可算是一战成名了呀！自从你打败了清河观的大长老，最近来我们林家拜访的人是越来越多了。这些势利眼的家伙，以前一向是看不起我们林家的，现在一看林家有要重新崛起的迹象，立马就眼巴巴地贴上来了。现在上安城的人都说夫君天赋卓绝，将要振兴林家呢。此话确实不错。谁能想到清河观这么厉害的宗门，能在我林家的地盘上2度折戟沉沙呢？现在整个少安城没有任何人敢看不起林家。父亲，您就快说吧，急着找楚林是有什么要紧的事吗？总不会就是为了说这些吧？这是请帖。不错，这是墨城城主所开的论道会的请帖。往年只会邀请那些天赋过人的修士，倘若是能在论道会上得到墨城城主的青眼，得他们扶持，日后的修仙路途将会轻松很多。你前不久得了青云大会的第一，这墨城城主会发给你论道会的请帖，也实属正常。毕竟你可是凭空杀出来的一匹绝世黑马。楚离，去了论道会，你就代表着我们林家的脸面，必得好好杀杀其他人的威风。夫君，你呢？你想去吗？去与不去都无不可。倘若岳父大人希望我去，我便去吧。既然如此，夫君便小心吧。怎么了？有什么不妥吗？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不妥，只是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墨城的城主莫言与清河观的观主是多年的好友。
而眼下清河观又与我们交恶了，我担心夫君你去墨城可能会有意外。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害怕这是清河观的人特地使下的计谋，就是想将我单独诱骗出去，然后伏击我。我明白了，我和暮雪身在灵府，有你布下的防御阵法，安全自然是无虞的。但你走出去，就是脱离防御了。这是调虎离山之计呀！既然如此，还是不去了吧，安全为上。不，我得去。夫君，你既然知道这可能是针对你设下的计策，又为何还要去呢？正因如此，我才要去。只有千日做贼的，没有千日防贼的。如果这真的是清河观针对我的计谋，那么这次出手的必然会是清河观的观主。只要这一次我能彻底击溃清河观，便是一劳永逸了。今后林家也不会再被清河观的人找麻烦了。当然，也有可能是我们想多了。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也没有理由再劝阻了。只是夫君，你孤身一人，必当小心谨慎。放心吧，你知道我的实力的。更何况，我也并不是独自一人前去。我明白了，届时我们就可以在半路之中截杀楚林。只要我们事先在必经之路上做准备，等他中了埋伏，何愁楚林不束手就擒？我真想不明白，你既然明知道此行可能有问题，干嘛还要上赶着？我不是说过了吗？我要一次性解决清河观所有隐患，否则一次又一次，没完没了。那倒也是，清河观的人呢，脸皮又厚又没下限，一旦沾上他们，就跟沾上了狗皮膏药一样，烦都烦死了。所以才要一击必杀，永绝后患。行吧，反正我都跟你签下契约了，你是我的主人，你想干嘛就干嘛。但你可得小心点你的小命儿，你要是死了，可是会连累我的，我还没活够呢。你一直都把关心说的这么难听吗？你别瞎说，谁关心你这个装腔作势的混蛋了？你说不是就不是吧。不说这个了，我让你去探查的事情，你搞清楚了吗？哼，有我出马，当然是万无一失的。我化作原形去必经之路上看了一圈，你猜怎么着？我果然发现了有埋伏的痕迹。那些灵力波动，你们人类可能发现不了，我们灵兽对这些痕迹可是很敏感的。在我眼里，那就是无所遁形，连他们设下的什么阵法，我都看得一清二楚。果然如我所料，看来这个墨城城主确实是因为受了清河观的指使，才给我发来了请帖。这是打算在我去墨城的路上布下埋伏，诱杀我。接下来你要怎么做？换条路？前面那埋伏的人感觉不少。换什么路？不换。既然现在我已经知道他们有埋伏了，那么优势在我。可是依我看，在那儿等着的人可不只有那个老不死的观主，连观里的3长老和4长老都来了。这3个人可都是金丹巅峰期的实力。我承认你很强，但就算加上我和你一起，恐怕也够呛。你真的要这么冒险吗？放心，既然我敢主动踏入他们的埋伏，就必然有解决的方法，你只管跟着我就好。好吧好吧，谁让我认你做主人了呢？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我能拿你怎么办呢？反正你也不会听我的，都随你罢了。真的没有问题吗？我能感觉到楚林的气息在逼近了，必定无碍。我们准备的这么充分，怎么会有问题？楚林会不会发觉这是针对他的埋伏？我总觉得有些不安呐。怎么可能？
他要是早知道墨城城主是我们的人，根本不会接下这请帖，还走这必经之路，早该绕路了。四长老，你太过忧虑了，大可不必。等楚林踏入我们提前设好的陷阱之中，他便是岸上的鱼，垂死挣扎罢了。说的也是。没人，这怎么可能？啊，楚林去哪儿了？这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你怎么发现的？难道你不该好好反思一下，是不是你们清河观的阵法太过拙劣了？这么多年，布阵的手法有没有进步？修炼的时候有没有努力？否则，怎么还在用这么老套的手段？楚林，你不过区金丹修士罢了，有什么可得意的？你今天既然踏入了我们的埋伏，那今日就是你的死期。楚林，死到临头了，还敢口出狂言？等你死了，下一个被灭门的就是林家。看来是之前2次赢了，让你有些得意忘形了。哼，要不是他们2人轻敌，你以为你还能活到今天？我们既然做好了埋伏，就不会给你走出这里的机会。不，你以为是你们埋伏我？其实是我一个人包围了你的。你以为是你们埋伏我？其实是我一个人包围了你的。你们听到他说什么了吗？他是不是在说什么一个人包围了我们？哎呀，这是我听过最好笑的笑话。滑天下之大稽呀！你就是清河观的观主？不错，我便是清河观的观主。楚林，我们清河观的2长老和3长老都为你的毒计所害，你下手那日就应该想过会有今日的下场了。下场？我能有什么下场？倒是观主你应该好好想想自己的下场。你此前几次3番的派人上门到林府来找麻烦，若不是我有自保之力，只怕林府已经被你们屠戮满门。你们清河观既然想拿林家立威，做出这等赶尽杀绝之事，就应该知道我一定会报复回来的。观主，你今日费尽心机设下埋伏等我前来，不就是怕我报复吗？哼，可笑！我堂堂清河观观主，就惧怕你一个小小修士？给我上！趁机！楚林，这可是我们清河观引以为豪的锁灵阵，你现在恐怕是挣脱不了。一个锁灵阵就让你动弹不了？刚才不是说什么大话呢？敢在我们清河观的面前大放厥词，今日你就得为自己的言行付出代价。你死！啊！什么？怎么可能？你不是被锁灵阵给锁住了吗？被锁灵阵束缚住的人，怎么可能调动得了灵力啊？
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就这么束手就擒吧？怎么回事？阵法为什么没有起作用？我不知道啊！我明明是好好的设下了阵法的，怎么会没有作用呢？看来观主这修为也不怎么样嘛。你也就只能嘴上一时得意了。你倒是比我想的要强上一点儿。观主，你该不会以为只有你一人会御剑术吧？结阵。我去死！我没死，很抱歉。不过，现在该死的人，轮到你了。死！阵法为什么没有用？这不可能！那我就来告诉你，这世界上没什么是不可能的。不可能！阵法为什么没有用？这不可能！那我就来告诉你，这世界上没什么是不可能的。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怎么会没有准备就主动走入你的陷阱呢？还想搞偷袭？哼，就知道你们这些老不死的一个比一个心黑。你是什么人？老娘是你姑奶奶。你是玄泽鸟？你怎么会在这儿？难道你们……我怎么不能在这里？哼，当初你想收服我做妖奴，将我重伤，关进锁妖阵，囚禁我，折磨我。你对我做出那些事的时候，何尝想过自己会有今天？我会在这里，当然是来找你报仇的。你的爪牙死了，你现在可还有反抗之力？观主，会设下阴毒计谋引人进入陷阱的，也不是只有你而已啊！以你之道还治彼身，你还满意吗？你，想不到你这畜生居然会认楚林为主！当初来我清河观作乱，解开锁阵，偷走我的天剑石和白眼花的人，就是你这个无耻小贼吧？嗨，话别说的这么难听，你既然放在那儿，不就是等着让人自取的吗？天剑石和白眼花的上面又没写你的名字，怎么就是你的呢？你无耻！这不就跟你想将林家赶尽杀绝，直接吞并宁家一样吗？修真界，实力才是最硬气的底气，这一点你比我清楚。你会是什么下场，你应当也比我清楚。这老不死的终于死了，哼，大快人心。哼。清河观的那些观主和长老一死，余下的那些弟子
就是一盘散沙，不足为惧了。现在要怎么做？我们掉头回灵府？不，我们去墨城。墨城？你还去墨城干什么？不是都把清河观的这帮人给解决掉了吗？墨城城主和清河观的人蛇鼠一窝，你去墨城不是羊入虎口吗？哎，谁是虎，谁是羊，这可不一定呢。再者说，既然墨城城主和清河观是勾结好的，难保之后墨城的人不会因为今日之事来找林家的麻烦。既然我收到了请帖，不如就去看看，将主动权握在自己的手里。你说的也有道理，算了，我都跟着你出来了，你想去哪儿就去哪儿吧。横竖有我跟着，我们俩一起，应该也出不了什么大事。哎，那个位子是谁的呀？怎么不见有人来呢？我知道，那好像是楚林的位置吧？楚林，那个青云大会的第一，逆袭的黑马。哼，什么黑马呀？我看就是纯粹捡漏罢了。他的真实实力估计也不怎么样，否则怎么会连论道会都不敢来呢？说的也是啊。他要是真有实力，怎么不来啊？是怕有人揭穿他的真实实力吧？唉，尊上，那个楚林到现在都没来，怕是来不了了吧？毕竟连清河观的观主都出手去扶击他了。依我看，楚林这次怕是凶多吉少了。我知道他伤势未愈，实力也还没有恢复，但未来要成为太虚宗宗主的人，若是连区清河观都无法对付，那么如此看来，他也算不得什么。那尊上，我们还要在这里继续等下去吗？不了，看着一群庸才也没什么意思。楚林既没来，多半是死了。我不会在死人身上多费心思，走吧。楚林既没来，多半是死了。我不会在死人身上多费心思，走吧。我刚刚似乎依稀听到了什么不太好听的话，好像是谁想和我切磋一下。楚公子说笑了，你可是青云大会的第一名，谁敢与你争锋啊？是啊，楚公子天纵奇才，我们哪里能比得上你呢？今日这论道会中，唯有楚公子风头正盛。果真没有人想与我切磋一下，我还以为有人对我不服气呢。不了，还是不必了。这绝对是楚林想揍人的借口，我不会上钩的。这毕竟是论道大会，只用论就够了。开什么玩笑？谁敢跟你动手啊？怎么会有人不服气呢？楚公子真会开玩笑啊！跟你打，不是自取其辱吗？谁爱上谁上，反正我不上。这楚林竟然来了！楚林，你果然没有让我失望。若是我没记错的话，清河观这一次可是连观主都出动了，还有2个长老，看样子是务必要置楚林于死地的。没想到这几个人联手都没能留下楚林，而且他看起来根本没受什么伤。看来楚林的实力要比之前表现出来的更加强大。看来
之前是小觑他了。哼，不过拥有这般实力，才真的值得我们弦月楼投资。之前我还不理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墨城城主莫言虽说和清河观那个老头交好，但说到底是我们弦月楼的附属势力。您之前分明看好楚林，又干嘛任用莫言给他发帖子，又是他中圈套？现在我才明白，原来尊上您早就预料到，这对楚林来说根本不值一提了。我不过是觉得，若他连这点小事都解决不了，也不配我们弦月楼倾尽所有资源帮他。现在看来，楚林是值得的。尊上选中的人，自然是好的。尊上，等宴会结束，安排一个房间，我要见楚林。是，尊上。不过，属下有一事不明。您既然这么看好那个名为楚林的修士，有心提拔辅佐他，又为何不阻止属下配合清河观的人对楚林设下埋伏呢？依我看，楚林如今的修为也不过是金丹，但清河观那几人在金丹期已久啊。若提前设下陷阱引楚林上钩，他很可能会死啊。这与您的目的不是背道而驰了吗？那你看楚林死了吗？哈，村上说笑了，楚林自然是没有死的，否则他现在怎么能站在这里啊？你既然看到了，就应该知道玉不琢不成器，而楚林就是那块未经雕琢的原石。我要他在我的手里变成最完美的样子。林暮雪又如何？他终归是不如我的。楚林，我等你回心转意的那一天。属下明白了。你既然已经明白了，便退下吧。记住，只要按照我说的去做就好。啊，是。楚公子，城主大人邀您一叙。城主大人找我所谓何事？这小人也不知道啊。城主大人只说务必请楚公子借一步说话。我知道了，走吧。楚林，有段日子不曾见到了。确实很久不见了，没想到墨城城主背后的人是弦月楼。哼，这么说，和清河观合谋玉符杀我之事，也是你下的令？这你可就误会我了。我既然想与你交好，又怎么会下令让他们去埋伏你呢？哦，是吗？我明白了，你没有下令，只是不曾阻止而已。若我死在了清河观的埋伏之中，大概也不配让你另眼相待了。我说的不错吧？你确实很聪明，不错，我就是这么想的。但既然你活了下来，还反过来一举击溃了清河观，那么此事便另当别论了。弦月楼还有我，都会是你的。弦月楼还有我，都会是你的。人家又不是什么洪水猛兽，你至于这样吗？难道我长得就这么丑吗？你干什么这么抗拒？若有其他人看到我这么主动，早就笑纳了。偏偏你……我应该早就拒绝过了吧？同样的话，我不想说第二遍。你拒绝我，无非就是因为我让你在我和林暮雪之间二选一罢了。如今我也不要你选，
这不是皆大欢喜吗？我从来不信会有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有得必有失。你既然敢押上弦月楼，就必然是想从我这里得到比弦月楼更多的东西。看来你心里是很明白的。放心吧，我要的必然是你给得起的代价。如果你是要我娶你的话，那么我丑话说在前头，不管发生了什么，唯独这件事是绝无可能的。话别说的那么武断，今后的事谁也说不准。修真界实力为上，当你越爬越高的时候，就会发现林家对你今后的修炼路途毫无裨益，只有弦月楼才能给你想要的。我等你醒悟的那一天，到了那时，你只会是我的。如果这就是你想说的，那么也没什么继续谈下去的必要了。你那么急干什么？我话还没说完呢。从此刻起，弦月楼愿为你所驱使。你就这么笃定赢家会是我？说不赌一把，谁知道是结局潦倒还是笑到最后呢？我愿意押上弦月楼，站在你这边，但你该不会怕了陆华清吧？若是如此，那可真叫我失望。你用不着用激将法来激我。陆华清一而再再而三得寸进尺，我和他之间早已是不死不休的结局了，我不会退。不进则退，所以你不敢退，也不能退，那么就只剩下一个法子了，斩草除根，杀了陆华清。当然，我就是这么打算的。你应该知道，陆华清还在寻找你的下落吧？黑市里到处都是你的画像，所有人都在找你，麻烦很快就要找上来了。我知道，藏是藏不下去的，我要抢占先机，主动出手。现在只有2条路：一，现在就回太虚宗，你离去的时间并不算太久，那些宗主亲信的长老们必然还是愿意支持你的，你联合这些长老，应当能与陆华清抗衡。2，暗中蛰伏，先提升自己的实力，培养至效忠于你的势力，等到时机成熟时，便可光明正大杀回太虚宗。第一条路行不通，我因为陆华清的设计而重伤未愈，实力还没恢复，现在回到太虚宗也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难道那些长老能因为师尊爱护就保护我一辈子吗？你应该也明白，修真界是用实力说话。不错，我也认为第2条路才是最适合你的，毕竟人人都知道宗主更主意于你。陆华清即使针对你，也只敢暗中做小动作，不敢摆到台面上来。只要他不敢让真相大白，我们就有余地。至于势力嘛，就先从青云郡开始培养吧。清河观的观主已死，如无意外，清河观残余的势力能收归林家？那可不一定。什么意思？清河观有变？清河观在青云郡到底盘踞已久，只杀了那几个长老和观主，并不能解决问题。清河观还有个坐镇的老祖，只不过这个老祖最近似乎在闭关修炼，待他出关，才是真正解决清河观的时候。我明白了，多谢你告知。既然如此，我也可以早做准备了。解决了清河观，你可以考虑一下西威门。西威门中可藏着好东西呢。好东西？我明白了。除了林家，你应该没有其他可用之人了吧？莫城莫家是弦月楼的人，若你需要，可以让他们暂且为你办事。少安城夏家也是我的人。没想到你这么快就收服了少安城的城主，看来我还是小觑了你。不愧是太虚宗宗主看好的下一任掌门人，也不愧是我出云看中的人。夏家还是根基浅了些，暂时用用也就罢了。我说了，既然我们已经联手，那弦月楼就任由你驱使。现在弦月楼是你的了，我也是你的。天色已晚，今夜
不留下来吗？也不知道夫君现在怎么样了。现在弦月楼是你的了，我也是你的。天色已晚，今夜不留下来吗？不了，这墨城也没什么好的，我夫人还在家中等我回去呢。告辞。你非得这么绝情吗？不留便不留，我送送你总可以吧？哼，现在你对我不屑一顾，来日总有你对我求而不得的一天，你等着吧，楚灵。我想要的从来没有得不到的。看来他还是放不下他那个夫人林慕雪。说来那个林慕雪也很奇怪，我从来没见过死了还能活过来的人。哼，你当然没见过了，就连我也没见过。谁能想到少安城这样偏僻的地方，能出一个身怀异宝的林慕雪呢？那个林慕雪如此出众，会不会？不会，我承认，在修炼一途上，林慕雪身有异骨，自然天赋卓绝。可单凭他一人，怎么能和我这偌大的弦月楼抗衡？以一人之力，终究帮不了楚灵太多。想要登临这修真界最顶端的位置，自然是需要弦月楼相助的。尊上的地位终究无可取代，只要耐心等待便可。吩咐下去，让墨城墨家今后听从楚灵的一切命令。过几日，清河观也该垂死挣扎了。是，尊上。但愿夫君此行安好。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发生了什么？什么？哭了！暮雪，暮雪。暮雪，暮雪，夫君，是夫君的声音。暮雪，暮雪，暮雪，你怎么了？夫君，你回来了。夫君，你平安无事的回来就好，我好担心你。我这不是平安回来了吗？没事，所以别难过了。啊，刚刚是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我做了一个噩梦，一个很可怕、很真实的噩梦。我梦到了满地都是尸体，还有血，好多人都死了。别怕，没事。梦和现实都是相反的，林家不会发生这种事的。但愿吧。可是我梦到的并不是林家，而是玄机宫。每次我梦境出现的事都和现实息息相关，难道玄机宫真的出现了什么意外？必须得告诉尊上，玄机宫出事。必须得告诉
诉尊上，玄极宫出事了。哎，那不是林家的姑爷楚林吗？哎呦，果然长相俊美，还天资卓绝啊！哎呦，真是让林家捡漏了呀！要说以前，我还觉得林家大小姐有些配不上楚林，现在看嘛，站在一起确实还蛮养眼的。哎，林家大小姐以前脸上还有胎记，现在胎记没了，没想到竟然能变得这么漂亮啊，跟天仙似的。他们俩怎么看怎么般配啊！嘿嘿，自古英雄配美人嘛。嘿嘿。现在终于没有人再说我配不上夫君了，我所求不多，如果能一直和夫君这样走下去就好了。怎么了？没什么。对了，夫君，你怎么突然想起来要带我到街上来呢？我看你今天早晨做了噩梦，一直闷闷不乐的，所以就想带你出来走走，以免你郁结在心。原来是这样。夫君，谢谢你这么关心我。我们不是已经成婚了吗？既然如此，这些都是我应该为你做的，无需道谢。嗯。他们跳起舞来可真美。是吗？夫君不觉得他们好看吗？我不关心他们，所以也不在乎他们相貌如何，但在我心中，不管如何都是越不过你的。忙活了一整天，可累死我了。来找我有什么事？我来找你，当然是因为有重要的事了。重要的事？哦，清河观。不错，就是清河观。清河观的老祖不是正在修行闭关吗？我找到他闭关的地方了。哼，你连清河观老祖的闭关修炼之地都能找到，想不到你还有做探子的潜质。我们玄泽鸟天生有千里目，再加上我是灵兽，想潜入到那些不为人知的地方探听消息，简直太容易了。想知道点什么，还不是手到擒来的事儿。不说这些了，总之，清河观老祖现在正在香山闭关呢。你不打算提前做点什么吗？香山，若我记得不错，从少安城出发到香山至少也需要1天的时间吧？不错，清河观死了4个长老，1个观主，上层的人基本上都被你给杀光了。这种大事发生，我估摸着清河观老祖就是想闭关，也没办法再继续下去了。清河观需要一个镇得住场子的人出来主持大事，而这个人除了清河老祖之外，别无他想。估计清河观很快就会派人去通知清河老祖出关了。现在清河观观主陨落的消息，应当还没有传到清河观中去，但大概也就是这2天的事了。算上赶路的时间，若想赶在清河老祖反应过来之前动手，我们必须现在就出发，前往香山。不错，迟则生变，为了防止意外发生，还是先下手为强的好。夫君，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没什么，只是我看到了一只青色的鸟，觉得很新奇，所以追过来看一眼。
原来是这样。不过我突然有些事要处理，大概要离开3-4天。是什么危险的事情吗？放心，是我能够处理好的事情，只是比较急迫，我担心晚了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发生，所以现在就得出发。我知道了。夫君，你千万要小心，我在家中等你回来。我会平安无事的回来的，放心吧。自成婚以来，和夫君总是聚少离多。尊上，你是甘露？你怎么受伤了？出了什么事了？这就说来话长了。尊上，你是甘露？你怎么受伤了？出了什么事了？这就说来话长了。受了这么重的伤，难道玄机宫真的出事了？尊上，你怎么知道玄机宫出事了？我就是冥冥之中有种预感，很不好的预感。确实如你想的那样，玄机宫出事了。这里人多眼杂，不是说话的地方。你先跟我回林家，我们换个地方再谈。好。你怎么伤得这么重？谢尊上体恤。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说这些？尊上，我这次来就是为了见您，告诉您玄机宫的消息。玄机宫目前正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危机。生死存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都真的像我梦到的一样。梦？您做了什么梦？我梦见了一座华美的宫殿，还有一棵巨大的树。当宫殿倒塌了，树也燃烧着大火，到处都是尸体，死了很多很多的人。预知梦？尊上，您做的是预知梦？会做和玄机宫有关的预知梦，说明您的记忆和实力都在渐渐恢复，因此才会梦到和您自身息息相关的玄机宫啊！太好了，玄机宫有救了！你这是什么意思？丑话说在前面，我现在的修为不过是筑基，是救不了玄机宫的。尊上，现在只有您才能救玄机宫了。您不知道，玄机宫近日来被好几个宗门围观，玄机宫中的弟子拼死反抗，可到底是敌不过人多势众，现在死伤惨重，玄机宫也快要被毁了。那些宗门为什么要围攻玄机宫？你们做了什么得罪他们的事了吗？不过是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罢了。什么意思？玄机宫中藏着您当年使用的神器，而这神器之中又蕴含着最初那位九尾天狐涂山带的新头衔。九尾天狐是天地灵气幻化诞生的灵兽，生来就能调动灵气，有他的新头衔，那柄神器就成了灵脉的钥匙，怎能不招惹别有用心之人的觊觎？灵脉？那是什么？
修真界的所有修士，想要修炼，都得汲取灵气。这，你应该是清楚的吧？这些不都是常识吗？灵气越是浓厚的地方，修炼的速度也就越快，也越容易让飞鸟走兽、花草树木诞生出灵智，成为受天地眷顾的灵兽。而反之，灵气越是稀薄，越不可能出现修士，恐怕终身难以踏入修炼之路。不错，正是如此。而灵脉，就是这天下灵气最浓厚的地方，就如同汩汩涌出泉水的泉眼一样。灵脉，便是灵气涌出的地方，是源头之处。玄气宫竟然掌握着这么重要的地方，那岂不是会引来整个修真界的觊觎吗？正是如此。灵脉9分，修真界中至少有9条灵脉存世，被各大宗门掌握的只有5条灵脉，有2条归于太虚宗，2条被乾元圣地纳入掌中。剩下那1条灵脉的开启钥匙，便被我们玄机宫保存着。尊上，您当时还在时，尚且能够庇护我们，庇护灵脉，但您，如今玄机宫没了您，便毫无还手之力了。尊上，请您归来吧。您再不回去，玄机宫就要被屠戮满门了。你忍心看着你一手建立的玄机宫毁于一旦吗？我说过了，我是林沐雪，不是涂山黛，也不是玉离，我只是一个生活在青山郡偏远之城的普通修士，如何能与玄机女帝扯上关系？我知道我这么做很自私，可是自我出生以来，我便受尽白眼。玄机宫的人从未出手替我遮挡风雨，我不曾承受过他们的恩情，也无需报答。比起卷入那些腥风血雨之中，我更想待在夫君的身边，和他携手一生。是因为楚林吗？他不过是个平平无奇的凡人修士罢了。你若是敢动他，我绝对不会放过你的。尊上，您不愿跟我回去，不过是因为那个夫君罢了。可是您自己应该清楚，您的记忆和力量都在逐渐恢复。那些围攻玄机宫的人能毁了玄机宫，在发现您没死之后，不会来围攻您吗？届时您那位夫君也性命难保，难道您甘愿一辈子窝在这偏远之地，等别人打上门来也没有还手之力吗？尊上，您想看着楚林去死吗？尊上，您想看着楚林去死吗？再往前走，在瀑布下有一处隐秘的天然洞穴，那里就是清河老祖闭关修炼的地方了。哦，这种地方都能被你找到啊？开玩笑，我能耐大着呢。这老家伙还真是怕死，阵法多得有些离谱了。毕竟活到这个岁数了嘛，越老越怕死。要一鼓作气冲上去吗？那样动静太大了，触动了阵法，肯定会被清河老祖察觉的，到时候奇袭就没有效果了。那只能不触动阵法了。你要怎么做？
前面那条路还设置了禁止飞行的禁锢阵法，连我都飞不过去。你要是想飞的话，你怎么能飞？我都飞不了啊！我自然有我的法子，你只管跟着我就好。这阵法应当是清河老祖亲手布置的，除非是修为或者神识境界比清河老祖更高的人。啊，我明白了，原来你的神识要比修为还要高出几个境界。清河老祖闭关的地方就是这里。若我探听到的情报不错，那么就是这里了。你准备好了吗？当然，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把那老东西摁在地上狠狠揍一顿了。那便走吧。岂有此理！这群废物，我把清河观交给他们师兄弟几人，他们就是这样回报我的吗？好好的清河观，居然被区区林家给踩在了脚底下。林家，哼，不过是少安城那个偏远地方的没落修真家族。哎，他骂你呢，这你都忍得住？清河观，偷着你揍他呀！他也只能在这时逞口舌之快罢了。这帮不知死活的东西，待老夫出关，定要杀林家个血流成河！谁？哼，你不是要找我吗？怎么，现在我站在你面前，你反而认不出了？刚才那一剑，就当我送你的见面礼吧。你是楚林？我正准备找你呢，没想到你反而自己送上门来了。好啊，你省得我费功夫去找你了。今日就是你的死期。这话已经有很多人对我说过了，你只是其中之一，而那些人无一例外全部死了。你们清河观的人实在是弱得不值一提。不知你这个清河老祖到底有几斤几两呢？狂悖！清河老祖也不过如此。这怎么可能？狂悖！清河老祖也不过如此。这怎么可能？啊！这可是用玄机秘银打造成的灵剑，你怎么可能毁掉？磨磨唧唧的，你废话真多。没人告诉你，反派死于话多吗？休得逞狂！什么人？我是你姑奶奶！你们竟然2打1，还要不要脸了？你们清河观上门欺负林家的时候，可没想过要不要脸啊？怎么，现在形势一转，就开始说我们人多势众不要脸了？我看论起脸皮的厚度，
还是你们清河观的人不成多让？我呸！不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你们清河观仗着人多，以势欺人的事儿干得还少吗？现在我们对付你，不过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罢了。你们两人，我一定会要你们付出代价，碎尸万段。我倒是很期待，你打算用什么方式让我碎尸万段？你察觉到了吗？这老家伙不对劲儿。怪不得这位清河老祖一直在闭关修炼，连清河观的事情都不怎么管，很少出现在人前。原来他已经入魔了。他入魔了，肮脏的法子不知道掌握了多少，成事有变，撤。不必，金丹期而已。即使他真的入了魔，又有什么好怕的？你是不是忘了，你也才金丹期啊？接下来，我只用这一招就能解决掉你。我杀了你！阿爸！你怎么可能那么强？我为什么那么强？你该反思一下，自己为什么那么弱。怎么样，老家伙，今天死的到底是谁？还说大话吗？今日就是你的死期！我要你死！完了，你是逃不掉的，这一切都是你的错。好的，品尝着绝望吧，你将同归于尽。这老家伙想自爆，他要拉着我们一起死。不对，这不是单纯的自爆，这是个献祭阵法。献祭？他在对谁献祭啊？不管了，我们快走吧，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意料之外的事情发生了，我走不了。这家伙自爆的献祭法阵锁定了我，除了他自己，我也是祭品，祭品怎么能离开呢？我帮你，我们得一起走。我就是现在跑路也没用，你要是死了，我也活不下来。我答应你，我会活下来的。楚林，我答应你，我会活下来的。楚林。没想到清河老祖居然不惜自爆，要拉我一起死。阵法锁定了，强行套是逃不掉的。与其坐以待毙，不如主动出手。那就看看他到底想用我来献祭什么东西吧。
这是哪儿？刚才那也不像是传送法阵，难道香山之中还隐藏着一个自主形成的小型秘境吗？不管是秘境还是什么其他的，清河老祖想要献祭的那个对象必然就在这里，小心为上。蛟龙，这里怎么会有蛟龙？而且是魔化的蛟龙，怪不得清河老祖会入魔。这条蛟龙看起来还在沉睡，但献祭法阵一出，这条蛟龙一定很快就会醒来。这气息，这是灵脉钥匙，难怪这只蛟龙要在青云郡这种偏远的地方沉睡修炼，原来是掌握了一枚灵脉钥匙。看样子也不是几大宗门手中的那些，那么就是他自己寻到的了。这可是得天独厚的机缘。没想到这一趟还能拿到一枚灵脉钥匙，真是意外之喜。无耻小贼！这灵脉钥匙上又没刻着你的名字，你凭什么说我是贼？见者有份，有能者自取之，这不是修真界一直以来的道理吗？你竟然知道这是灵脉钥匙？或许许多人都见过它，但没有一个人能认出来。那是你遇到的人见识太过浅薄罢了。你就是从我这里偷走了灵脉钥匙一五盒，就像你看这种秘境，到时候你还不是得乖乖的把这灵脉钥匙给还回来？你就这么笃定我出不去？我明白了，难怪你这么有恃无恐。这个秘境实际上才是你本体幻化出来的吧？如今在我面前的不过是你的神识化形罢了。倒没想到你连这个都看得出来。你的神识倒是有些特殊，很像我曾经见过的一个人。只不过你的神识太过弱小，不值一提。小子的神魂特殊，正好拿来滋养我的神识。只要吞了它，我的神识必然能再度突破。御魂术，我现在没有实体，但神识的境界足以碾压他了。只要施展御魂术控制这小子的神魂，他还不是乖乖让我驱使？神魂拿来滋养我的神识，身躯就做成傀儡奴役好了。糟糕，这是直接作用到神识上的法术。控制住我！御魂术虽然容易反噬，但亮相这小子是怎么也不可能比我的神识更强吧？给我停下！把灵脉钥匙给我！真的看我的御魂术，这不可能！你怎么知道我的神识就一定弱于你的？真的看我的御魂术，这不可能！你怎么知道我的神识就一定弱于你的？怎么可能？你怎么可能比我强？一个金丹期的小修士，怎么可能？修为和神识的境界从来不是完全一样的，
这不是常识吗？你连这个都不知道？我都不可能弱于你这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子。唉，你努力的时间再久，那些真正有天分的人，也能在一夕之间就超越你。你是说我不如你？可笑！你的神识不够。这神魂为什么这么久了？这不可能！你一个金丹期的修士，为什么会拥有境界这么强大的神魂？这不合理。只是你觉得不可能而已。你应当知道，御魂术是会被反噬的吧？谁的神识更强大，谁就是那个主导者。你想吞了我的神魂滋养自己，也得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个本事啊！现在，我就是你的主人。我倒是想收服这个蛟龙，但他生性阴险恶毒，即便强行收服，也只会带来祸患。把灵脉钥匙给我。可恶的混账！我一定要报复回来。自爆吧！不，放我！你放我！我可以做你的仆人。放我！这就是蛟龙的妖兽内丹吗？倒是意外的收获了，但是为什么会有龙蛋？这蛟龙不是公的吗？诶，这似乎不是蛟龙的蛋，而是真正的龙蛋。这蛟龙是打算吞了这颗蛋后化龙吗？只不过他这如意算盘是注定无法实现的。果然回来了。楚灵他到底怎么样了？会不会出事啊？不对不对，我们之间有契约，我能感觉到他现在好好的。但为什么这么久了，他还没出来？万一他出事了呢？说不定我也能自由了。可是我更想他能够活下来啊！楚灵，你回来了，太好了！我们之间有契约，我有没有事你应该最清楚吧？你那么久没出来，还被献祭了，我怎么知道你会不会在什么奇怪的地方被困个几百年啊？好好，让你担心了。现在我没事，你也可以放心了吧？不过你打算抱着我抱多久？我不是，你别误会啊，我这不是怕你死了，然后我也因为你而死掉吗？我只是关心我自己，顺带关心一下你，你可千万别误会啊！我可没有误会，你不用这么跟我解释了。你这个木头，我跟你说不清楚。你这个人怎么喜怒无常的？算了，事情解决了，清河老祖也死了，我们可以回去了。这次还有意外之喜，有了灵脉钥匙和蛟龙内丹，我的修炼速度应该会比之前快上好几倍，也能更早回乾元圣地了。我要从不烟手里夺回我的一切。夫人，我回来了。夫人，夫君亲启。夫君亲启。夫君，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我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那里与寿安城有着天堑之隔。我不知道此生还能不能再见到你。我真的很想留在你的身边，与你相伴一生。
携手共度，白头到老。但命运注定我有不得不做，也必须去做的事情。也许那就是我此生必须要肩负的责任吧。所以为了做这件不得不做的事情，我只能选择离开你。夫君，对不起，请你原谅我。暮雪有什么不得不做的事情？夫君，也许你不知道，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在没有遇见你的那18年里，我因为脸上的烙印而一直为人耻笑，所有人都说我是丑女、妖女，是天生的怪胎，就连父亲也因为我而被羞辱。我只好戴起面纱，掩盖真实的容貌，不敢出门。我害怕被那些人用异样的目光看待。到了后来，父亲就开始操心我的婚事，因为我无法修炼。但父亲去世之后，便只有夫君能够依靠。可是我声名狼藉，又有哪位修士愿意娶我呢？但一开始，那并非我本意，这只是阴差阳错。可是你愿意娶我，即使我们的相遇是个意外，可遇到你之后，我的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你是我黑暗人生中的光，是你将我从深渊之中拯救了出来，让我不再自怨自艾，也让我有了新生。在殿下婚约的那日，我曾经说过，人若不离，我便不弃。可是抱歉，夫君，我要失约了。我好像从来没有对你认真的说过我的心意。现在我要离开了，所以我想告诉你，若有来生，我还想嫁给你，与你成婚。夫君，我爱你。暮雪，不行，我不能什么都不做，我必须找到她。无论如何，暮雪是我的妻子，不管她被带去了哪里，即使走遍天涯海角，掘地3尺，我也要将她带回来。啊，姑爷好，你有看到暮雪吗？她去哪儿了？姑爷，小姐的行踪，我一个下人哪里会清楚呀？不过我确实有一天都没看到小姐从房里出来了。怎么，小姐没跟姑爷您在一起吗？已经1天了，1天前，暮雪就失踪了。如果是哪方大能出手带走了暮雪，1天的时间，足够去往大陆的另一端。要不姑爷您去问问老爷吧，小的实在是不知道啊。哎呀，楚莲，你回来了。暮雪呢？她没跟你一起回来吗？我想问的也是此事，岳父，您可知道暮雪的行踪？啊，哎呀，昨天一大早，暮雪就来找我，对我说她有要事要离开，离开的时候还特别郑重的跟我行了大礼。我以为暮雪是要跟你一起出门，难道不是吗？不是，暮雪没有和我在一起。我刚刚才从香山回来，一回来就看到了暮雪给我留下的信。暮雪她在信里说，她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恐怕此生都不能再与我相见了。什么？暮雪她当真是这么说的？哎呀，我就说
昨天暮雪给我行大礼的时候，我就隐隐觉得奇怪了。这孩子平时不会这样的，现在看来，他早就打算好要走了。可是他能去哪里呢？楚灵啊，暮雪他该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不会的，不会的，暮雪他一定会平安无事的。您放心，不管直到哪里，即使要下黄泉，我一定会将暮雪平安的带回来。哎呀，好，暮雪就拜托你了，楚灵。暮雪是我的妻子，我绝对不会放弃的。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有心怀不轨之人觊觎暮雪体内的杜生骨，做出对她不利的事情。但一点线索都没有，我又该去哪里找他呢？对了，我可以去找出云，弦月楼的势力遍布修真界，一定能够找到和暮雪有关的线索。暮雪就拜托你了，楚灵。暮雪是我的妻子，我绝对不会放弃的。尊上，属下有要事禀报。可是我说过，如果不是重要的事情，就不要拿来烦我。属下明白，但尊上，这确实是重要的事儿，并且还是会让您高兴的事情。能让我高兴的事情到底是何事？楚林的那个夫人，林家的大小姐林暮雪，她失踪了。失踪了？她怎么会失踪？林暮雪失踪的原因，你可弄清楚了？她失踪的原因，属下也不甚清楚。我是今天早上听到安插在林府之中的密谈回报，才知道林暮雪已经失踪了，而且她已经失踪了整整1天1夜了。1天1夜，这时间，如果林暮雪是被贼人所害，只怕已经凶多吉少了。她身怀异宝，自身却实力低微，正如孩童手握至宝，怀璧其罪。若她是被人盯上了特殊的体质，只怕是要杀了她，再将身体里的骨头给抽出来吧。若是那样，林暮雪绝没有活路了。唉，林暮雪若真的被人所害，确实可怜，但如此一来，也算是方便了我行事了。楚灵，没了林暮雪，你还有什么理由拒绝我呢？不过我有些不明白，林家不是有楚灵设下的阵法吗？怎么还有人能够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林家，劫走林暮雪呢？阵法的威力往往和设下阵法的人修为相当，只要修为高于楚灵，就能做到这一点。你可别小看了林暮雪身上那至宝对修行之人的吸引力，而且还有另外一种可能，万一林暮雪是自己主动离开的呢？这怎么可能？尊上，楚灵来了。没想到你会在这个时候来找我，无事不登三宝殿。说吧，你来找我是有什么事情呢？暮雪失踪了，我希望你能帮我找到她。弦月楼的势力遍布天下，情报搜集才是你们弦月楼最擅长的吧？既然如此，就一定能够找到暮雪的消息。这倒是，我们弦月楼汇聚天下情报，没有我们不知道的。要帮你也不是不行，只是我很好奇，他为什么失踪了？你应该知道，不管是从我个人还是我的立场上，都不喜欢林暮雪。你就不怀疑是我带走了他，只是为了得到你吗？若你真的想这么做，那么在我和暮雪大婚之前，你大可以动手。既然直到今日都没有出手，
就说明你不是这样的人。那这方面，我相信你。至于暮雪，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离开。他临走之前只告诉我要去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却没有告诉我到底要去做什么。他一点线索都没有给我留下，大概是害怕我去找他吧。所以你就来找我了？你就不怕我不答应你吗？要是林暮雪永远不回来，我就能获得更多的利益了。好吧，好吧，我答应你就是了。谁让我已经带着整个弦月楼上了你这条贼船呢？多谢。你我之间不必言谢。打开这扇门，我就再也无法当那个林家大小姐楚林的夫人田暮雪了。不管情愿与否，我都只能做玄机女帝，已经没有退路了。为了楚林，我也必须做到。恭迎女帝回归！恭迎女帝回归！师兄，你也来啦？小师妹，你出关了？是啊，我一出关就听说师尊要斗劫了，这不是马上就赶来了吗？也是，今日可是师尊飞升渡雷劫的日子。我想，只要是太虚宗的弟子，大概都会在意这件事吧。不过，问题应当不大，毕竟师尊可是当今修真界中的最强者，若连师尊都不可能成功渡劫，那么整个修真界大概也没人能成功了。若是那位乾元帝尊还在，大概他也能够成功渡雷劫，飞升成仙吧。只是他陨落的实在是太离奇了。自从乾元帝尊陨落之后，这世间能称第一的也就只有师尊了。我依稀记得那位陨落的乾元帝尊似乎名讳也唤作楚林，和大师兄的名字一样呢。好端端的替他做什么？他只会伤师尊的心罢了。虽说大师兄行事鲁莽了些，但那也不全是他的错啊。自不量力就是他最大的过错。他对自己的实力掂量不清，又贪图天才地宝，这才陷入暴动的异兽潮之中陨落。这是他自作自受，可他陨落的消息却害了师尊生了心魔，受了伤。否则师尊飞升之日绝不会拖到今日。大师兄是师尊的第一个徒弟，也是师尊从外面亲手领回来，从会说话起就手把手带着修炼的徒弟。骤然得知噩耗，师尊会伤心也是难免的事。大师兄实在是个很好的人。好了，不说他了，师尊要开始渡劫了。但愿师尊
能够渡劫成功。会的，师尊一定能成功的。马上就是最后一道雷劫了，也是最强的那一道。没事的，师尊一定能成功的。师尊！师尊，师尊，你怎么样了？师尊还活着，只是，渡劫失败，受到了反噬。回京之际，只能赶快去药王谷请医修来为师尊医治吧。好，我这就去。遭到雷劫反噬，其实请药王谷的人也是药石无医了。师尊大限将至，若无意外，宗主之位就是我的。只是，虽说下面办事的人说楚林死了，但一日看不到他的尸体，我就一日难以安心。必须加大通缉他的力度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楚林必须死。尊上，太虚宗出事了。太虚宗出什么事了？太虚宗恐生大变，宗主方成平前日正在尝试渡雷劫呢。我猜他渡劫失败了，对吗？尊上英明。方成平既然渡雷劫失败了，那么他就没多少时日可活了。陆华清又虎视眈眈，看来此事得早做打算。尊上，那我们现在是要……现在就去找楚林。虽说下面办事的人说楚林死了，但一日看不到他的尸体，我就一日难以安心。必须加大通缉他的力度了。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楚林必须死。暮雪，姑爷，姑爷，何事？姑爷，有人想见您。谁？是个女人。她说她叫出云，有急事想要见您。出云要见我，这个时候来找我？难道是有暮雪的消息了？快，让他进来见我。是，小的明白了。姑爷，您别这么激动啊。你来了，这个时候找我，莫非是有了暮雪的消息？抱歉，仙月楼目前还没有查到任何和林暮雪有关的线索，恐怕你要等待一些时日了。既然不是因为暮雪的事，那找我又是为了什么？怎么，一听说和他无关，你就这么失落？不过是招亲成婚的而已，他于你而言就这么重要吗？你不明白，我和暮雪的确是因为招亲才成婚的，但他对我付出了真心，所以我只想同等的回忆真心罢了。此前的所有人，包括不烟，接近我的时候都是有目的的，但暮雪没有。他认识我的时候，我是最落魄、最被人看不起的时候。即使这样，他也真的把我当作夫君。既然如此，我就绝不能辜负他。算了，
和你说这些是自讨没趣。我这次来找你，确实是有很重要的事情。你想回太虚宗吗？我们之前不是商量好对策了吗？为什么这个时候突然说要回太虚宗？难不成太虚宗出了什么事儿？不错，太虚宗确实是有很重要的事情飞升了。太虚宗的宗主，也就是你的师尊方成平，在前日里意图渡劫飞升。他要渡劫，应当不是成功了。你既然来找我，多半是他渡劫失败，已经陨落，或者身受重伤了吧？你猜得不错，不过方成平不是你师尊吗？我以为你会更关心他的。我现在担心也没什么用处，有时间伤心，不如多想想该怎么解决。我的神魂进入这具身体的时候，似乎和原主残存的一丝神魂融合了。我能感觉到原主对方成平这个师尊的如沐之情，但对于我而言，我原本和方成平不过是泛泛之交罢了。不过他曾经似乎对我说过什么谶语来着，记不清了。你说的也是，谁也没想到太虚宗的宗主会突然要渡劫，还渡劫失败了。你应该明白，渡劫失败的修士很少有能活下来的，尤其是这最后一道雷劫，是无数修士的天谴。一旦方宗主身死，你那个狠毒的师弟陆华清可就是众望所归的继承人了。一旦他继承了太虚宗，聚全宗之力来寻找你，到时候要死的就不只是你了，林家也要遭受灭顶之灾。你不必说这些话来刺激我，既然说过我会夺回属于我的一切，那就不会食言。回到太虚宗，承担宗主的期望，成为太虚宗的下任长，我也能有更多的渠道去寻找墓穴的踪迹了。这件事不能支持我闲月老。你有这样的决心，我就放心了。明天我便启程，出发前往太虚宗。好，这一路上弦月楼会随侍你左右。你是修士吧？从哪里来的？通关玉牌呢？我是少安城来的修士。行了，没什么问题，你进去吧。难道说画像上的人？不错，那位大人物要找的就是这家伙，可算让我们给找到了。明天我便启程，出发前往太虚宗。好，这一路上弦月楼会随侍你左右。师兄，现下该如何是好？是啊，宗主重伤未愈，现在宗门内的事务总得有人来处理才行啊。若是宗主他有个万一，你在胡说些什么呢？师尊绝对不会有事的。师兄，都到这种时候了，雷劫反噬会有什么后果，大家心里其实都清楚的。只要师尊还没有陨落，就一定会有一线失望的。小师妹已经去药王谷请医修来为师尊医治了，不管如何，一定是要尽力一试的。啊，真的吗？说是有救就太好了，毕竟我们太虚宗如今能成为天下第一，有一半的功劳都得倚仗宗主啊。是啊是啊，只要方宗主还在，太虚宗就不会倒。回来了，为师姐带着医修回来了。小师妹，你这么快就回来了？不快不行啊，我若是动作再慢一点，耽误了为师尊救治该怎么办？师兄，这位是我从药王谷请来的圣长老，他向来擅长治病救人，也许他能救师尊呢。长老，您快给师尊看看吧。我说你这小女娃也太着急了吧！我虽说是修士，但也一把老骨头了，你可经不起你这么折腾了。哎呀，行了行了，你别这么眼泪汪汪的看着我，我治，这还不行吗？不过我可跟你说呀，我不保证能治好的，毕竟这是雷劫的反噬。众所周知，
被雷劫反噬的人只有死路一条啊！不管如何，请长老尽力一试吧。好吧，好吧。师尊他怎么样了？可还有救？怎么会这样呢？太虚宗要变天了吗？我确实无力转换了。方宗主这症状，即使是我药王谷的谷主来了，也只能束手无策。这是天道降下的惩罚，无法抑制。果真是回天法术吗？但是，虽然不能救回来，但是我可以尽力为方宗主续命，大约能让他多活1个月吧。1个月也是好的，劳烦长老了。师尊，师尊，您在找谁啊？是大师兄吗？楚灵，又是楚灵！师尊，那个软弱不堪的楚灵到底有什么好的？这种时候你还在担心他？明明论心性和家世，我每一样都比楚灵要强，快去世了都要找他吗？师尊，我偏不让你如愿。楚灵的人头，我取定了。我的小美人儿，夜都深了。大人，在下有要事禀报。去！什么乱七八糟的破事儿，非得在这个时候打搅我的好事吗？可是净月天那边的事情。什么？进来，说清楚是什么事情。大人，是净月天那边陆家吩咐下来的事情，他们在追杀一个人。啊？你们找到此人的踪迹了？正是。今日的时候，听镇守城门的修士来报，有一个和画像上一模一样的男子进入了云铁城。好，想不到这个短命鬼竟然主动撞上来。哼，既然如此，那现在就去杀了他。是。师尊，我偏不让你如愿。楚灵的人头，我取定了。就拼你！想对楚灵出手，就得先过了我这关。饶命！你想饶命？你该死！是谁派你们来的？我们只是看你浑身珠光宝气的，想劫财而已。都这种时候了还不老实，不说实话是吧？那我给你点苦头吃吃。说不说？
说，我说，这还差不多。派我们来的是城主，是城主他要杀你。城主，云铁城的城主赵薇，他要杀我。对，就是他亲自下的命令。一入夜得到消息之后，就让我们立刻赶过来杀你。我知道了。楚林，你怎么想的？我和云铁城的城主赵薇向来无冤无仇，甚至从未见过面。他没有非要杀我不可的理由，只有一种可能，除非他是接到了什么人的命令，才要杀你。不错，我可能没有同你说过，我其实是太虚宗宗主的亲传首徒。我的师弟记恨我，才设计害我，使我流落至此。但他不想放过我，一直在暗中发布通缉令，想让我彻底消失。也只有他才会千方百计的要置我于死地。你在跟我开玩笑吗？太虚宗那可是修真界第一宗门呐，和青云郡隔着10万8千里，那怎么是你一个边陲小城的招亲女婿高攀得上的？哼，太好笑了。你该不会来真的吧？你真的是太虚宗宗主的首徒？我没有必要骗你。如果真的像你说的那样，那这件事情确实有可能是你那个师弟干的。楚林，真没想到你来头居然这么大，怪不得你这么厉害呢。那现在我们要怎么做？既然他派人来杀我，想必也做好了自己被杀的准备了吧？倒是不知这番计谋能否成功啊。城主大人不必担心，派出去的2个修士都是咱们城主府中顶尖的高手，对手只有楚林一人，必然不会出意外的。说的也是，虽然那个楚灵是青云大会的第1名，但估摸着实力也就金丹期左右吧。我派出的那2个杀手可是金丹后期的，对付他是绰绰有余了。这是自然，等事成之后，城主便可一飞冲天了。那可是太虚宗的大人物啊，这桩事儿要是让我给办成了，那位大人不高看我几分吗？就算从他手指头缝里漏点好处出来，都够我们吃饱了。那你可知人心不足蛇吞象？谁在哪儿？楚林，你怎么会没死？就你那歪瓜裂枣的，还想杀我们？真是做梦！你们想干嘛呀？啊，财宝、零食，功法秘籍，不管你们要什么，我都可以给你们。别杀我！别杀我！不好意思，我只要你的命。不，你们不能杀我呀！我是太虚宗宗主亲传弟子陆华清的人，你要是杀了我，他不会放过你的。你知道他是太虚宗宗主的亲传弟子，那你可知道我是谁？啊？那你是谁？太虚宗宗主首徒楚林。你是谁？太虚宗宗主首徒楚林。什么啊？太虚宗宗主的首徒？我招惹的居然是这种大人物。现在知道害怕了。大人，我完全不知道啊！我是真的不知道您是这么厉害的人物。
我要是知道的话，我绝不会对您下手的。哎呦，饶了我，饶了我吧！求求你放我一条生路吧！哼，墙头草，这个时候想求饶，晚了。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这家伙有没有将我在云铁城的消息放出去。若是其他人得知我在这里，前来围攻，可能会有些麻烦。他既然派人去杀你，定然是想独吞功劳的，怎么会告诉其他人呢？只是现在人已经死了，这消息瞒不住，该怎么处理呢？既然如此，那就斩草除根，也好让陆华清知道我楚灵回来了。就从这里开始。宗主，不必多礼。看来宗主他真的是回天乏术了。不错，小师妹求了药王谷的长老来为师尊医治，只可惜这到底是天劫留下的天雷。既然无法抵挡住，那么被反噬也是意料之中的事情。看来宗主他事无多了呀。你呢？你怎么想？我怎么想？我又能怎么想呢？都这种时候了，也不用绕弯子了。我素来和你们陆家交好，若宗主真的去了，下一任宗主必然是在你们这些宗主的亲传弟子之中选择的。我自然是支持你的，但你也知道，老宗主他一向偏爱楚林，若是楚林回来，我只怕你是争不过他的。谁知道这个楚林是不是还活着？说不定早就死在异兽巢之中了呢。不，只要没有找到尸体，他就不一定死了。你现在要是放松了警惕，小心届时被他反咬一口。这些事情光我想又有什么用呢？太虚宫有9大峰主，半数都是支持楚灵的，只要他们不同意，就是师尊想让我接任成为宗主也无济于事。所以你才需要一些筹码呀。筹码？你说的是什么筹码？这修真界之中，对修士来说，最重要的资源是什么？与修为相关且密不可分的又是什么？修士想要修炼，自然是需要灵气的。那么最重要的资源就是灵脉。不错，正是灵脉。现在我们太虚宫掌握了2条灵脉，只要你能再为太虚宫夺得1条灵脉，如此功劳自然会赢得其他峰主的支持啊。可是目前出世的灵脉不过5条，2条在我们太虚宫，2条在乾云圣地，还有1条在玄机宫的手上。近来没有其他灵脉现世的消息，该去哪里找新的灵脉？没有新的，但是有旧的。我们没有，但是其他人有。我明白了，既然我们没有新的，那就从有的人手上抢来就好了。怀璧其罪，无力保护珍宝，只能是他们自己的过错。看来你已经想好了。不错，乾元圣地实力雄厚，不可轻易招惹。玄机宫的女帝已经陨落，实力薄弱，最近还被好几个宗门一起围攻。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我们只需要等在最后出手。玄机宫的灵脉当然属于我。你们还在负隅顽抗些什么？玄机宫早就没落了，没了玄机女帝的庇护，你们玄机宫根本保不住灵脉钥匙，不如早早交出来。你们要是还坚持不肯交出灵脉钥匙，就别怪我们不留情面了。想找死就继续抵抗，今日玄机宫就得灭门！你们这群不要脸的王八蛋，
明明就是上门来抢，居然还有脸说的这么理直气壮。想都别想，我们玄机宫绝不认输。哼，你们这群家伙敬酒不吃吃罚酒。好好好，今日我就满足你们，这修真界从此再也没有玄机宫。有胆子你就试试吧。再撑一会儿，我要在乘凉的时辰，女帝觉醒，我们就万事无忧了。我明白。再撑一会儿，我要在乘凉的时辰，女帝觉醒，我们就万事无忧了。我明白。这是哪里？这是玄机女帝，也是我。想起来吧，想起你所有的记忆。多谢。不谢，叶老，你这把老骨头真是不中用了。年纪大了，没法跟你们这些年轻人比了。比不上也得坚持下去，否则……我知道。我再说一次，把灵脉钥匙交出来，我饶你们不死。你们玄机宫才多少人？就算这么抵抗下去，也是个死。交出灵脉钥匙，换你们一条命，这交易不划算吗？你们现在撤退，一个人都不用死，难道不划算吗？死到临头还嘴硬，哼！我看也不必对他们手下留情了。不错，直接把他们全部杀光，直接拿走灵脉钥匙。自取灭亡，哼！这可是你们自己找死，那就怪不得我们了。结阵！喂，文郎，我觉得这阵法气息很不祥啊。臭老头，这还用得着你告诉我？我早就感受到了。看来今天得交代在这里了。事到如今，我已经不在乎我的生死了。我现在只希望我们的死能拖延片刻的时间。只要能等到尊上彻底觉醒，玄机宫就有救了。只要尊上还在，玄机宫就一定还在。我明白，为了玄机宫，今日就是拼了我这把老骨头也得守住。看来玄机宫已经是穷途末路了。自从玄机女帝陨落，玄机宫就一日不如一日了。现在的玄机宫怎么抵挡得住那些门派的联手攻击呢？马上就要分出胜负了。他们也是冲着灵脉钥匙来的，只可惜啊，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击败了玄机宫又能如何？还不是乖乖的为我们太虚宗做嫁衣呢？
这些宗门本就不是一条心，他们人多势众，但灵脉钥匙只有一个。等他们击败了玄机宫，要争夺灵脉钥匙的时候，就要开始内讧了。只要他们自己乱了，我们的机会就来了。不错。都去死吧！这怎么可能？犯我玄机宫者，死！这怎么可能？犯我玄机宫者，死！这是玄机女帝啊！她居然还活着！太好了，尊上觉醒了，看你们这些人还怎么嚣张！好啊，好啊，看来天不绝我玄机宫啊！入侵者就是你们这些宵小之辈。你竟然羞辱我们！少废话，你是不是玄机女帝还不一定呢，焉知是不是玄机宫为了迷惑我们而找来的假货？就算你真的是玄机女帝又怎样？我们人多势众，优势在我。就算你玄机女帝来了，今天也得乖乖俯首称臣。停令，再结阵！玄机女帝，她不是陨落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啊，这怎么可能？当年玄机女帝的的确确是陨落了呀，可尸骨无存。如果像你说的那样，玄机女帝的确是死了，那现在这个有没有可能是冒牌货？绝无这种可能。为何？看样子那些联合起来的小宗门要把玄机宫给生吞活剥了。但现在玄机女帝出现了，一切就有了转机。毕竟当年修真界公认玄机女帝是最强的3人之一，玄机宫说不定觉得只要玄机女帝出现，就能吓退这些入侵者呢，哪怕是个假货。你看，玄机女帝手中握着的那把紫色长剑，那是星陨剑，是玄机女帝的本命武器。你知道的，本命武器绝对不会任其他人为主，更不可能被其他人使用。既然能使用星陨剑，那么现在这个人必定就是玄机女帝了。没想到她竟然没有死。是啊，既然玄机女帝没有死，我看这灵脉钥匙，估计是没有指望了。我知道，玄机女帝既然活着，那么就要重新评估玄机宫的实力了。玄机宫眼看就要从修真界3大宗门之中除名了，现在玄机女帝归来，玄机宫的地位看来还是无法动摇啊。走吧，既然玄机宫无法得手，那就看看别的地方。别的地方，除了玄机宫，还有哪里能有灵脉钥匙？难不成你要去乾元圣地？可乾元圣地焚月女帝不应坐镇啊。玄机女帝回归了，焚月女帝还能坐得住吗？我们只需要静待鹬蚌相争就好。没想到，连这么多人结成的阵法都奈何不了他。看来
这位真的是玄机女帝的，她可是顶尖的3大强者之一呀，我可不敢真的和她对上。哼，我是想要灵脉钥匙，但我更想要我的命。事到如今，只能撤了。再这么打下去，全得交代在这里。你们没事吧？尊上，我们没事。看来尊上已经醒了，恭贺尊上。应该是觉醒了吧？什么意思啊？尊上，你是有什么事情要和我们说吗？尊上，您怎么了？您没事吧？我没事，只是灵力枯竭了。尊上，您怎么了？您没事吧？我没事，只是灵力枯竭了。没事，不用担心，我稍微休息一下就好了。您才刚刚觉醒，力量还没有完全恢复就强行催动灵力，这对身体可是大大有损的呀。我知道，但当时那种情况下，我没得选，不是吗？都怪我们太没用了。要是我们更强一点，也不用尊上您拼着耗损自身，也要强行出手了。这么多年以来，你们称着玄机宫视为不义，没有必要再自我苛责。我们为您输送一些灵力吧，这样您会好受一点。多谢，我现在感觉好多了。您是我们的尊上，这些小事何足挂齿。只要您没事就好。想必今天之后，玄机女帝玉离之名会再度响彻修真界呀。我说过了，我是黎慕雪，不是玉离。可是您本来就是玉离女帝和涂山代大人的转世啊。转世又如何？涂山代是涂山代，玉离是玉离，我黎慕雪也只是黎慕雪。从今以后，不要再用玉离这个名字称呼我，听明白了吗？是，我们明白了。既然您坚持如此的话，是的，尊上，我知晓了。只是现下玄机宫腹背受敌，若您的实力迟迟无法恢复，只怕……既然尊上已经接受了传承，那么为了以后的修炼之路着想，只能慢慢来了。但玄机宫等不起。不错，怀璧其罪，玄机宫有一枚灵脉钥匙，就注定会受到其他心怀不轨之人的觊觎。您的实力又尚未恢复到巅峰水准，所以最好是寻找一位盟友。什么盟友？修真界公认的3大宗门：玄机宫、乾元圣地以及太虚宗。乾元圣地的焚月女帝不烟一向与您不和，所以我们可以尝试和太虚宗结盟的。太虚宗的宗主方成平，前些时日渡劫失败，遭到反噬，命不久矣。而下一任宗主大概会是他的亲传弟子陆华清，所以……你们的意思是？尊上，只要您愿意与陆华清结为道侣，
玄极宫与太虚宗就是密不可分的盟友了。到时候，这修真界将没有敢于与我们为敌的人了。是啊，孙胜，陆华清将来可能会成为太虚宗宗主的人。就算陆华清不行，那方宗主还有一个青川守徒呢。不管选谁都是好的呀，总比您在偏远之地招亲来的那个破落户要强吧。住口！这些话我不想再听到第二次。你们想要玄机宫安稳无忧，可以，我会尽快获得传承，恢复实力，帮你们庇佑玄机宫。但是要让我背弃和夫君的婚约，成为他人的道侣，那绝无可能，除非我死。可是，我会选择回来，但就是因为想保护夫君，令他顺遂。我绝不会做任人摆布的棋子，成为与太虚宗结盟的筹码。这么高调真的好吗？你可是一把火烧了城主府呢。既然他想对我下手，那么自然要承担事情败露的后果。哎呀，你搞错了，我可不是担心那个眼高手低的家伙。我的意思是，陆华清不是在悬赏你吗？你这么高调行事，必然会暴露踪迹。说是被陆华清知道了你的行踪，提前设下埋伏，那不就糟糕了啊？事实可能与你说的恰恰相反也说不定。什么意思啊？你别忘了，我和陆华清之间到底还沾着师兄弟的名分，至少在明面上他不敢对我如何，下手也只是暗地里耍阴招罢了。我堂堂正正明明白白的现身，让所有人都知道我回来了，他陆华清反而不敢明目张胆的对我下手，他可是一直扮演着一个好师弟的角色呢。哼，原来是这样，我明白了，你们这勾心斗角的，可比我们灵兽之间的事情复杂多了。大胆！你是何人？竟敢在云铁城如此嚣张跋扈！听好了，踏平云铁城城主府的是我楚灵，太虚宗宗主首徒楚灵。听好了，踏平云铁城城主府的是我楚灵，太虚宗宗主首徒楚灵。不够，现在还不够，只是乾元圣地还不够，我要的不止这些，看来得多加筹谋。玄机宫就是个不错的目标。尊主，有要事禀报。说。尊主，前几日的时候，围攻玄机宫的那些门派，此刻已经全部撤走了。撤走了？为何？对他们而言，玄机宫应当不是一块难啃的骨头才对。出了什么事？是有其他人插手了吗？太虚宗的人似乎来过，但并未出手就离开了。那些门派会撤离，是因为玄机女帝归来了。什么？玉离回来了？是的，玄机女帝归来了。她一出现就斩杀了其中一个门派的掌门，以一己之力逼退了联盟，实力高深，所以那些小门派不敢与之抗衡，已然全部撤走了。哼，一群胆小如鼠的废物！孙尚，现下该如何是好？静观其变，我自有我的法子。本以为玄机宫没了玉离，实力空虚，必然是我的囊中之物。现下，哼，居然杀出来一个玉离，好啊！既然你回来了，这次就怪不得我。我本来早就该亲手杀了你的。是。等等。尊主还有什么吩咐吗？去给太虚宗的陆华清送一封信，就说我有急事，想与他面谈。属下领命。云铁城和赤阳城距离很近，
你前几日在云铁城闹出那么大动静来，还一把火烧了他们的城主府，赤阳城肯定早就得到消息了。现在城门口啊，肯定有重重守卫在等着守株待兔呢。那样正合我意，打怕了他们，后面的城池里要是再有人想要对我下手，也要掂量掂量自己的命够不够硬。前面就是赤阳城了。赤阳城的门口居然没有守卫守着，赤阳城的守备竟然如此松散吗？我总觉得不对劲儿。现在还要进城吗？自然。有句古话说得好，来都来了，进去看看又何妨。什么人？别激动，别激动，二位，我没有恶意，想必您就是在青云大会夺得榜首的楚林阁下吧？是我，你有何事？我们城主十分赏识您，听说阁下来了我们赤阳城，迫不及待想要约您一见呢。城主在前面的酒楼之中设了宴，可否请阁下赏脸，抢我一叙啊？要去吗？我觉得有诈。城主盛情邀请，我自然不会推辞。城主何必行此大礼？我一个小小城主，哪里敢与您这个太虚宗的未来宗主相称呢？哦，你知道我是谁？阁下天纵奇才，威名远播，小人哪能不知道呢？可恨那个陆华清狼子野心，竟然设计坑害你，简直是罪无可恕啊！你真的这么认为吗？那是自然，我对阁下的仰慕之情如同江水滔滔不绝呀。您流落至此都能东山再起，比那陆华清此人要强上100倍1000倍，我自然是支持您的呀。原来如此，那我就多谢城主的一片好意了。应该的，应该的嘛。这是赤阳城的特色，能促进灵力吸收的灵酒，一年到头也就只有这么一点儿。若阁下愿意的话，可否赏脸尝尝呢？城主一片好意，我便却之不恭了。酒中下了毒，这赤阳城的城主果然不如表面上看起来那么老实。楚林，你怎么了？啊！楚林，你怎么了？啊！楚林，楚公子，阁下，想想，你没事吧？什么楚林，什么太虚宗首徒，还不是被我一杯酒就毒翻了？我不过好言几句，这家伙居然就信了，看来还是资历太浅了呀。沦落到如今的地步，也只能怪他自己了。嘿嘿，您神机妙算，又修炼多年，这个刚踏入修真一道的小子，哪里能和您比呢？说的也是。现在要怎么做？要杀了他？这家伙是陆华清点名要的，而且要的是他的项上人头，自然是要杀了他。
不过他体内那枚金丹器的金丹嘛，刚好用来炼药。动手。是。你怎么没晕过去？怎么可能？你明明喝了酒啊！那还真是抱歉，让你失望。你这煮的药是有些不足，下次可以改进一下。不过，你可能没机会再改进这害人的东西了。哼，刚才还不是一副卑躬屈膝的样子吗？怎么，现在不装了，露出真面目来了？误会，这都是误会。误会？那我现在杀了你，也可以是个误会吧？谁？自然是来杀你的人。就是他，给我杀了他！去死吧！就凭你，先过了这关再说吧。得手了，不对劲，幻想。接下来轮到你了。你在隐藏实力。这下糟了，我找来的这几个杀手可是金丹圆满的实力，年轻却轻而易举的就被杀了。看来楚灵一直在隐藏实力啊！今天的计划眼看是不能成功了，我还是先保住自己的小命要紧呢。想跑？你们的雇主都死了，还有必要在这里负隅顽抗吗？这些杀手也不过如此嘛，就这还想杀我吗？哼，这家伙还真是异想天开。来都来了，不打算叙叙旧再走。来都来了，不打算叙叙旧再走。饶了我！饶了你？做梦！倘若现在躺在地上的是我们，你会饶了我们吗？你们别太得意。今天杀了我又怎么样？你们是走不出这个赤阳城的。还有自爆！那家伙自爆之前说的话，我猜刚才被你杀死的那个城主还留了什么后手？不是，他留了什么后手都不重要，谁敢来，我便让谁死。万事小心。公子，这是乾元圣地的女帝不烟送来的。不烟邀我去乾元圣地见一面，怎么突然找上我了？奇怪。公子，那您还要去吗？去，他既然大大方方的邀请我，想来也不会做出什么对我不利的事情。公子，还有一件事是下面的人报上来的。有事就说，别磨磨蹭蹭的。是楚林，我们陆家安插在南州青云郡的人发现了楚林的踪迹。你说真的？楚林，好啊，我就知道这家伙没死。但是不知为何，我们派去的人全都折戟沉沙了。楚林不仅没死，还大放厥词，说要回太虚宗。他想回来？痴人说梦！
公子莫气，那楚林如此高调，但他怎么说都在异兽潮之中受了重伤，想必实力大不如从前。我们只要多派些人手，他必死无疑。此事不能在明面上跟陆家扯上关系，你们暗地里行事，不管如何都不能让楚林活着回到太虚宗。是。楚林，我能杀你一次，自然就能杀你第2次。别逃啊，小美人儿，乖乖认命吧，你只能是我的。小美人儿，你怎么不继续逃了？中了我的软骨散，你现在的修为早就已经没了。撑着这样的身体，你还能逃到哪里去？早就听闻你们修有情道的女修娇艳动人，今天终于能够好好的品尝了。公子，救我！碰瓷的吗？演技这么拙劣，是我身材不够好吗？他居然无视我！求求你了，你救救我！落在那2个人的手里，我会生不如死的。我知道你也是修士，只要你答应救我，我能答应你任何要求。我真的不想落在他们的手上，救救我吧，公子！哦，不想落在他们手上，那我有一个办法。为了避免你落入他们的魔爪，我先将你杀死不就可以了？这什么法阵？跟说好的不一样啊！为了避免你落入他们的魔爪，我先将你杀死不就可以了吗？这什么法阵？跟说好的不一样啊！我靠！这家伙连女人都杀，这不妥妥的要把我也宰了！此时不跑更待何时？金丹期的修士追元婴期的修士，这可能吗？你们就在这演戏，能不能演得认真一点？破绽百出，一眼就识破了。哼，想碰瓷还是美人计，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那歪瓜裂枣的长相。呸！我错了，2位大人，我只是拿钱办事啊，饶了我吧，放我一条生路，日后我必有重谢。你这邪修能修炼到如今的地步，想来是害了不少人吧？现在也该轮到你来偿还这些孽债。我说，你这人也太招人恨了吧！这几天一波又一波的偷袭，简直没完没了了。我早有所料，陆华清一定是要让我死在路上的，只是鹿死谁手还未可知。行吧，反正都认你为主了，我也只能跟着你一条路走到黑了。那女修应当是元婴期的实力，元婴期竟然都不是楚林的一合之敌吗？看来楚林的修为要比我想的更高，既如此，也可以试着接触他了。何人在此窥视？楚公子，在下南州卢氏家主卢燕，出现在此并无恶意，刚才的事情也与我无关。哦，你是说你出现在这里只是巧合吗？哈，自然不是，但我也是冲着你来的，楚公子。哼，
既然如此，那么你就不是来杀我的，你是来帮我的？嘿，自然。这倒是稀奇，你不去烧陆华清的热灶，反而来烧楚林这个冷灶，啊，你怎么想的呀？锦上添花，自然是不如雪中送炭的。更何况楚公子的实力大大超出我的想象，我们卢氏又一向与陆家不和，所以我想助你一臂之力。不知道楚公子意下如何？那要看你究竟是不是诚心了。我既然来此，自是要为楚公子出谋划策的。我们卢家可以派人护送你回太虚宗，但真正的麻烦是回到太虚宗之后。什么麻烦？太虚宗9大峰主里，有人支持你，有人支持陆华清。你虽未死，但是卷入异兽潮中受了伤，未来的前途未必能比得过陆华清。所以，我认为你可以选一个盟友。你既然这么说，那么想来是已经想好最合适的盟友人选了吧？你可曾听说玄机宫的玄机女帝玉离重新归来了？她没死。玄机女帝玉离，我从前和她倒是不怎么熟悉，只在一次秘境之中见过一面，之后便再无交集。之前我以为她已经陨落了，没想到却还活着。人家玄机女帝会愿意和我们结盟？我正好认识玄机宫的长老叶老，可以请他代为引荐。只是最好的结盟方法，当然是与玄机女帝结为道侣。这样一来，玄机宫就是你的后盾了，从此再无后顾之忧。不，我不会这么做的。啊？为何？玄机女帝实力高强，是有名的修真界强者，她御下的玄机宫甚至还掌握着灵脉钥匙。至于玄机女帝本人，更是美若天仙，堪称绝世佳人，性子也十分温柔随和。她这么完美，你甚至见都没见一面，就急着拒绝吗？我已经成婚了，我有夫人，自然不能再和他人结为道侣。你此前的生平我已知晓，只是你那位夫人既然失踪，是死是活也未可知。就算你现在解除婚约，也没有人会指摘你的。我认定的夫人只有暮雪一人而已，除了她，我谁都不要。唉，你还是太年轻，不明白在这修真界之中，只有实力和资源才是硬道理。现在拒绝的话，只怕你将来是要后悔呀。我绝不会后悔我今天做出的选择。哼，好吧，这可是你说的。只是幻觉，分别已经7日有余。夫君，我好想你。现在拒绝的话，只怕你将来是要后悔呀。我绝不会后悔我今天做出的选择。哼，好吧，这可是你说的。也不知道我离开这些时日，家中如何了。父亲大概会很担心我吧。还有夫君，哪怕一点点也好，他会想起我吗？玄机宫的一切都很好，是青云郡和寿安城完全不能与之相比的奢华。可是夫君，你不在这儿，
这一切对我来说便都没有意义了。尊上，您白日里才刚透支了灵力，现在还身体虚弱，玄机宫夜寒露重，您还是回寝殿歇息吧。不必如此担忧，我只是散散心罢了。尊上，您是在看寿安城的方向吗？您是不是还在想那个人？尊上，忘了他吧，他只是个普通的修士而已。修真界中像他那样的人千千万万，终其一生，他也不会有能进入玄机宫来见您一面的机会。那小子不过是走了好运而已，一开始甚至连做药奴都不配，如今有什么资格站在您身边呢？忘了他，对他好，对您也好啊。住口！此事需要再提。可我说的本来就是事实，您如今是玄机宫的女帝啊。在我心中，夫君就是全天下最好的人，不会有比他更好的。即使你和叶老劝我千遍万遍，我的答案也不会改变的。如今玄机宫势单力薄，您的实力又尚未恢复，若不寻求太虚宗的帮助，只怕乾元圣地的人随时有可能咬我们一口。据我所知，太虚宗宗主方成平的亲传弟子陆华清很有可能接任宗主之位。我说了，我已经成婚，我有夫君，不会再接受其他人。若您不喜欢陆华清，那还有方宗主的亲传首徒楚林，他也很有希望成为宗主。你说什么？楚林？不错，太虚宫首徒也名唤楚林。陆华清不行，那这个楚林呢？听太虚宗的人说，楚林性情温和，且天赋极高，又生得格外俊美。孙少，您不妨考虑一下吧。你说再多也是无用。我说了，我的夫君只有他一个人，也永远只会是他。尊上对楚林执念太深，这样下去恐生心魔啊。楚林，这个太虚宗的人竟然也叫楚林，但我的夫君起于微末之中，又怎会是这个高高在上的太虚宗首徒呢？终究是不一样的。既然你不打算借助玄机宫的帮助，那么是打算以一己之力直接回到太虚宗和陆华清正面战斗吗？若不如此，只怕是不能服众。既然要赢，那么我必定要光明正大的赢。我记得再过不久，太虚宗就要举行宗门大比了。若是能赶在宗门大比之前回去，在比试之中击败陆华清，那么想来无人会对您继任宗主一事再有异议。不错，我正是这么打算的。只是此去路途遥远，路上恐生变故啊。若我想的没错，你下一步要去的是广云城吧？广云城的雷家是陆华清家族的附庸，若去了那里，只怕会有埋伏。你觉得我会害怕吗？哼，既然你们如此有信心，我也就不再多言了。这是我卢家的令牌。我卢家虽说是修真家族，但是经商起家，只要路上有卢氏商行，就能用此令牌命令商行之人为您办事，算是我的一点诚意。如此，我便在此谢过了。既然卢家商行众多，那么我还有一事想要拜托家主。哦，请说，只要是卢家能做到的，绝不会推辞。我的夫人林慕雪失踪了，若你们能打探到她的消息，我必有重谢。小事一桩，必不负所托。怎么一个人都没看到？自然是有诈。
事出反常必有妖。事出反常必有妖。这是什么阵法？竟然能召唤雷劫，简直闻所未闻。我也第一次见到这样的阵法。这看起来可不太妙啊！这里不宜久留，我们快走。怎么回事？我怎么完全挣脱不了？这是加强过的锁灵阵，你越是挣扎，便锁得越紧。那现在该怎么办？等等，你怎么看起来好像完全不慌啊？难道？我想，我们已然落入阵法，幕后之人也该现身了。布下阵法引我入局的，就是你们。是啊，我还以为大名鼎鼎的楚林有什么能耐呢，没想到这么轻而易举就中计了。看来圣名太过，言不符实啊！喂，什么太虚宗首徒啊，不过是个草包罢了。这可是我苦心研究数十年才悟出的阵法，你们两个不过是金丹期的修为，今天全得死！这阵法竟然能牵引雷劫，倒是稀奇。你竟然能看出这阵法的构筑，想不到你这小子也有点见识。可惜啊，就算你看得出来也是无用的。雷劫是天道降下的，难道你妄图用阵法操纵天道吗？未免也太狂妄了。如今天道衰微，灵脉9分，对付你，只消金丹期的雷劫便足矣。区区金丹期的雷劫，我这阵法那可是操控自如啊！你修为低微，怕是想象不出来吧？从今日起，广云城就是你楚林的埋骨之地。用雷劫杀我，那就不知道死的是我还是你们了。我劝你们，有什么后事便趁早交代了吧，否则再过一会儿就没有机会了。恶道临头，还不知所谓，动手！不是还大放厥词吗？怎么样，现在遭报应了吧？你这是怎么回事？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呢？难道阵法出错了？我明明确认过没有问题的呀！我不是说了吗？天道可不是能任你们操纵的东西。天道的雷劫只会劈向那个该死的人。不过一次意外罢了。无论如何，今天都是走不出广云城了。继续给我调动阵法。是。不对劲呢，这阵法真的有问题啊！到底为什么会这样？糟了，我明白了，这阵法被人动了手脚，
虽然还在运转，但已经被人鸠占鹊巢了。不可能！如果大阵被其他人控制，为何我会毫无察觉？难道有人能在我们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神不知鬼不觉地操纵大阵吗？这怎么可能？除非对方是神识至少高出我2个境界的修士。场上唯一能够做到这件事的，只有他了。我们还是小看他了。楚林，可他只是个金丹期的小修士啊。你竟然是装的！我若不装，你们这些人又怎么会上钩呢？你竟然是装的！我若不装，你们这些人又怎么会上钩呢？你竟然钓鱼执法！钓的就是你这条蠢鱼啊！你们一个接一个的来，也太浪费我的时间了。我赶着回太虚宗，没空和你们这些杂碎啰嗦，还是让你们一起上钩来的更方便，也好让我一网打尽。你已经大胆至此，难道你不怕死吗？你们算什么东西？也想杀死我吧？好，很好，谁也别拦着我，我要撕了他！刚才不过轻敌而已，切莫回忆。今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去死吧！这句话我奉还给你。看来是我小觑你了。既然你想用雷劫来对付我，那么也让你自己好好品尝一下雷劫的滋味。现在想跑已经晚了。自不量力！这老家伙这就死了？被天雷击中，他哪里还有活的道理？1打4，你比我想的要厉害蛮多嘛。哎，你怎么驱使得了天雷的？只要神识境界比布阵之人高，就能反过来操纵阵法了。而且，我曾机缘巧合之下修习过与天雷有关的秘术。哦，原来是这样啊！走吧，我们赶时间。陆公子，尊主有请，请跟我来。带路吧。
尊主就在此处，请陆公子自去吧，小人不便叨扰，便先行告退了。许久不见了，陆公子，请坐吧。女帝阁下，确实许久不见了，不知此次是为何事啊？怎么，我见你就非得是有事吗？难道就不能只是想见你而已吗？不烟这个蛇蝎女人，她来找我一定有鬼。说能得到女帝青睐，那么也是陆某的幸事。我见这里有残局一幅，女帝可是在寻求破解之法？你要试试与我对弈吗？有何不可？这棋走到最后，也不过是个平局罢了。何必非要求个胜负啊？和棋也不错，若是能够结盟，那自然是锦上添花。你的意思是？同我联姻？何必非要求个胜负啊？和棋也不错，若是能够结盟，那自然是锦上添花。你的意思是？同我联姻？什么？陆公子，你怎的这么惊讶？是没听清我说的话吗？不，我只是没想到你会突然说这些。这对你来说不是正好吗？我想以你现在腹背受敌的状况，和我联手才是最好的选择。可你是焚月女帝，统领修真界3大宗门之一的乾元圣地，而我不过是个普通的修士，你我之间太过悬殊。这就是你陆公子妄自菲薄了。你可不是那些平平无奇的普通修士，你是太虚宗宗主的亲传弟子，今后太虚宗就是你的，我又凭什么看不起你呢？可在我之上，还有师尊最为看重的那位师兄，太虚宗究竟落入谁手，可说不准。斩草除根，这很简单，你我都清楚，不是吗？倘若我们2人能结为道侣，乾元圣地与你太虚宗联手，这修真界就再也没有我们的日合之敌了。我们可以共分这偌大的修真界，成为真正的世界主宰。女帝所言甚为有理。不烟这女人心机深沉，手段狠辣。从前就有传闻说，乾元帝尊的陨落和她有关。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能够肯定，这女人绝不是个省油的灯。若有机会，她就会像当初吞并了乾元圣地一样，将太虚宗拆吃入腹。即便结盟，也必须多加防备。这么说，你是答应了？哈哈，这破天的好处，我有什么理由拒绝？只是，我想女帝带着整个乾元圣地支持我，应该别有所求吧？我喜欢和聪明人说话。不错，我可以帮你坐上太虚宗的宗主之位，但在事成之后，我要你帮我灭了玄机宫。玄机宫有玄机女帝坐镇，不好对付，这很难。是的，这很难，但不是无法成功。况且，玄机宫虽与乾元圣地、太虚宗齐名为3大修真宗门，但玄机宫的实力是最弱的。弱肉强食，这是修真界的规则。灭了玄机宫，从此修真界再无人能与你我2人争锋。好，我答应你。待我成为太虚宗的宗主，玄机宫就是我付给你的报酬。
尊上，您怎么了？尊上，您的身体还支撑得住吗？我没事，只是一下接受的传承记忆太多了，有些头痛罢了。那就好，尊上，你好好歇息吧，不用那么着急。我也不想这样，但那位乾元圣地的女帝不言，不是又有动作了吗？听下面的人说，近来乾元圣地的修士经常针对我们玄机宫的弟子，我若是不能早点恢复记忆，还有巅峰期的实力，只怕玄机宫无力抵抗乾元圣地。那个不言只会挑软柿子捏罢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从以前开始就格外针对我们玄机宫。若有太虚宫相助，想要抵抗乾元圣地，或许会更加容易一些。叶老，如果你说的是那件事的话，就不必再提了。拜见女帝，尊上，属下有关于太虚宗的密报要禀报。说。尊上，太虚宗陆华清的家族陆家似乎已经暗中收买了好几位有名的大能，打算前去杀死那位方宗主的首徒大弟子了。依您之见，我们要不要趁机做点什么？据属下所知，乾元圣地似乎有和太虚宗结盟的意思。我知道了，容我思考一下。夫君，为什么会是夫君的画像？夫君，为什么会是夫君的画像？为什么？夫君。这不是那个穷乡僻壤的小修士吗？他的画像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啊，这是谁呀？难道这就是尊上尚未归位之时与之成婚的那个小修士？不错，就是他。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画像上画的会是他。你是从哪里得到这个画像的？这个画像上的人和太虚宗有什么干系？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画像上的人是楚林。大家都知道他是楚林，问题是楚林为什么会在这画像上？难道是有人发现了我这一世的真实身份，攻打玄机宫不成，便打算用夫君来要挟我？倘若真是如此的话，那我该怎么办？可是这就是您和叶老让我们去打听的消息啊！画像上的人正是太虚宗宗主的亲传首徒楚林，绝无差错。什么？你说什么？尊上曾经的夫君就是太虚宗的楚林，陆华清最大的竞争对手楚林。这不可能，一定是你弄错了。尊上，属下确信这画像上的人不会有错的。我们再三确认，还偷偷去找太虚宗的弟子问过，可以肯定这画像上的人绝对就是楚林，没错。既然如此，想来是没什么问题的。你先下去吧。是，属下告退。是啊，尊上，这都3番5次的确认过了，想必是不会有什么错处的。谁说此楚林非彼楚林呢？当年我就觉得，尊上选中的这位夫君绝非池中之物。你当初明明嫌弃夫君是个低阶修士吧？可是我与夫君在招亲见面之前，他已经在少安城附近流落许久了。在那之前，他毫无修为，经脉尽断，连药奴都配不上。甚至连神智都不大清醒，沦落到那种境地，又怎么可能是太虚宗宗主的亲传首徒呢？尊上，有没有一种可能，
其实楚灵正是遭到了他的师弟陆华清的设计陷害，因此才身受重伤，流落到少安城附近的呢。您想啊，此前是不是从来没有楚灵这个人存在呢？而楚灵出现的时间也和那位太虚宗首徒离开宗门游历的时间对得上了，这说明他们2个人其实就是同一个人呢。原来如此，怪不得夫君的经脉愈合之后实力在突飞猛进，一下子变得那么强，因为他本来就是天才。不错，一定是这样。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夫君从来不把这些事情告诉我呢？这个嘛，毕竟楚灵身边虎狼环伺，也许他只是不想连累你而已呢。是啊，尊上，您刚才不是说了吗？楚灵自从受伤之后，连神智都不太清醒。这说不准他只是将这件事情给忘了，不是故意瞒着您的。罢了，很多事情我其实也瞒着夫君，在这方面我根本没有立场指责些什么。尊上，既然如此，之前说要和太虚宗结盟，与宗主的亲传首徒结为道侣的事情，是不是？是啊，尊上，您之前说此生只会有楚灵这一个夫君，那既然2个楚灵是同一个人，您就是和太虚宗结盟也不碍着什么呀。要是现在不抓紧时间，万一乾元圣地抢了先，那就糟糕了。是啊，尊上，事不宜迟，不如我们现在就去太虚宗一趟吧。太虚宗的宗主方成平时日无多，楚灵又是他最看重的弟子，您若提议，想必他也不会拒绝。现在？可是现在天色已晚，怕是都有不便。尊上，倘若再不去，小心真的为时已晚了。不对劲，你们怎么这么着急？按照礼数，本就应该白天登门拜访才是，而不是夜半而来。更何况，这个情报送来的太过于及时了，也太巧了。怎么到要我和太虚宗联姻的时候，我的夫君恰好就是那位太虚宗的楚灵呢？这谁说不是呢？天下就是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啊。我明白了，这根本就是你们2人设下的局。太虚宗那人根本就不是我的夫君，你们这样做就是想骗我答应联姻。我告诉你们，绝无可能。唯独这件事情，我是不会受你们摆布的。难道这是你设的局？我怎么不知道我干了这事儿？难道这是你设的局？我怎么不知道我干了这事儿？哼，得了吧，只剩你我2人了，这种时候你还跟我装傻？你也真是的，安排了这种计划，怎么也不提前告知我一声，害得我刚才没发挥好。你怎么回事？我都说了不是我安排的，你怎么不信啊？那刚才那些
真的不是你为了劝尊上和太虚宗结盟联姻而故意设下的计策吧？不是，我都说了，不是，我才不会用这种下作的手段去算计尊上呢。你这老家伙把我当成什么人了？照你这么说的话，如果那个修士不是你提前安排好的，这件事也不是你做下的局，那么也就是说，不错，也就是说，尊上的夫君楚林和太虚宗宗主的亲传首徒楚林，其实是同一个人。可这天底下真的会有这么巧合的事情吗？论其身份，这可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竟然会是同一个人，真是匪夷所思，叫人意想不到啊！唉，谁说不是呢？造化弄人啊！这明明是一桩好事，只要楚林成为太虚宗的宗主，我们玄极宫和太虚宗便是天然的同盟。只可惜，只可惜弄巧成拙。刚才我们的表现太过激进了，反而让尊上觉得我们是在设计骗他。现在又该如何是好呢？这天赐的机会我们可不能错过了呀！若是太虚宗首徒楚林陷入危机，尊上自然不会理会。但若是尊上那位夫君楚林有了危险，我想尊上应该不会坐视不管吧。你说的不错呀，届时只要让尊上与楚林见上一面，将话摊开说清楚，这一切误会便可以迎刃而解了。哎，陆师兄，你怎么是从宗门外的方向来的？啊，师尊为载旦期，我心急如焚，所以去宗外寻找天才地宝，看能不能为师尊多延续些时日。哦，原来是这样，陆师兄，你真是有心了。对了，你也是去看望师尊的吗？不错，小师妹也是去看望师尊的吗？若是如此，不妨我们同去。对了，师兄，你听说了吗？楚师兄还活着，他没有死。略有耳闻，但我想这应当是以讹传讹吧。毕竟当年楚师兄遇到的可是千年难得一遇的异兽潮，就算是师尊陷入其中，恐怕也得重伤。以楚师兄当年的实力，我虽不愿妄加揣测，但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但是据说有咱们太虚宗的旧人亲眼见过，那个火烧了城主府的修士就是楚师兄没错。虽然异兽潮凶险无比，但是楚师兄福大命大，逃过一劫也未可知呢。或许如此吧。他楚林确实命大，但命再硬也难逃一死。再说了，楚师兄能够回来，师尊肯定也会很高兴的。我也觉得楚师兄为人清正温和，再好不过了。陆师兄，难道你不为楚师兄平安而感到高兴吗？高兴，我自然是高兴的。就是嘛，这可是件大喜事，得快点让师尊知道才行。师尊，师尊，师尊，我今天来是要给您报喜的。楚林楚师兄他没有死，他还活着。金哥，你说什么？楚林他没有死？师尊，你醒了。是，楚师兄他没有死，您就万事放心吧。他没事就好。如此一来，宗主之位，我也能够安心的交给楚林了。这偌大的太虚宗，
终究需要他来扛起这个担子。为什么每次都是这样？我费尽心思筹谋的东西，总是被楚林轻而易举地抢走。这一次，宗主之位不会再让给任何人，尤其是楚林。我费尽心思筹谋的东西，总是被楚林轻而易举地抢走。这一次，宗主之位不会再让给任何人，尤其是楚林。谁在那里？别这么紧张。是我。你是谁？你不认得我没关系，楚林认得我就好了。区区灵兽，我懒得同你多费口舌。你这是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只是楚林说了，让我不要放任何可疑的人靠近房间。至于你嘛，夜半浓妆而来，我看你就是最可疑的人。哼，看来你今日是不想让我过去了，想拦我就凭你吗？哼，行不行？试试不就知道了。哼，没想到你有点本事，这女人比我想的要强很多。我统帅弦月楼，要是能被你这个小小灵兽打败，那才叫丢人现眼。小小灵兽也是能让你吃亏的。闹出这么大的动静，你们是在干什么？切磋一下而已，不过是好奇名满天下的弦月楼罢了。罢了，我懒得和你的灵兽计较。楚林，我来找你是有很重要的事情要和你说。何事？难道是墓穴有消息了？大概要让你失望了。不是林暮雪的消息，是陆家陆华清背后的修真世界陆氏家族。他大概是觉得你太有威胁了，所以这次让陆家派人打算在路上截杀你。我担心你的安危，所以才想赶过来告诉你。既然你知道陆家派了人来，那么应该也知道被派来截杀我的人是什么水准吧？唉，这是自然。若是不知道，我也不会在这个时间就急着来找你了。那家伙很强吗？那是陆家的长老之一，实力在整个硕大的修真界之中也堪称强者。既然派出这个长老，那么陆华清就是铁了心要除掉你了。楚林，你必须早做打算。只要他敢来，我必然让他有来无回。这是个梦，父亲一定不会有事的。贤济宫出什么事了？为何你们如此慌张？做人上不
不是玄机宫出事了，是楚林。你说的是哪个楚林？尊上，是您的夫君楚林，他马上就要被杀死了。你说什么？尊上，不是玄机宫出事了，是楚林。你说的是哪个楚林？尊上，是您的夫君楚林，他马上就要被杀死了。你说什么？尊上，您没听错，真的是楚林，他有危险了。到底出什么事了？危险不在青云郡了，按照夫君的实力，他不应该出事才对，怎么突然间有性命之忧了？尊上，听说自打您离开了林家，楚林就四处寻找您的消息，想要找到你的下落。夫君他果然也是在乎我的。我和甘露猜测，是不是因为楚林正在找您的消息被传播出去了，所以才被盯上？说不定那些想要对楚林出手的人，是想借他来要挟您的。果真如此吗？若是真的，那些胆敢对夫君出手的宵小之辈，我绝对不会放过。计划成功。果然，只要一牵扯到楚林的事情，尊上就顾不得别的了，连我们话里的破绽都没有发现。算了，只要等尊上和楚林见上一面，就什么都知道了。尊上，事不宜迟，您当早做准备，楚林的性命为重啊。是啊，尊上，你也不想看到楚林出事吧？叶老和甘露的态度好奇怪，总觉得有哪里不对。但是现在顾不得这么多了，我相信他们不会害我的。就算有诈，我也不能拿夫君的性命去赌。备车，即刻便出发。是，尊上。夫君，等着我，我马上就到你身边来了。没有的处女！我说，你们两个能不能不要再闹别扭了？哪有闹别扭？不是都说了吗？我们那只是在切磋而已。确实是切磋，我怎么可能看这个女人不顺眼呢？行吧，你们开心就好。按照地图和行程来看，前面就是天机山庄了。他们不怎么排外，一般也很欢迎有人借宿，所以问题不大。我只是担心陆家派来的长老会在那里伏击你。既然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这就不叫埋伏了，该是我们伏击他才对。就是，你可别小看了我们，真以为什么阿猫阿狗的都能当我们的对手吗？呵呵，你这只乡下鸟肯定不知道陆家的实力有多恐怖。算了，我懒得跟你多费口舌。楚林，若届时情势所迫，你也可以尝试寻求天机山庄掌门人的帮助。我和对方非亲非故，你为什么觉得他会帮我？因为弦月楼掌握了一个重要的情报，天机山庄的掌门染了不治之症金石病，这种病能让人的身体缓缓与金属和石头同化，直至身体彻底僵硬，动弹不得，并且无药可医。只有至纯至阳且身体修为和神魂境界都足够高的人，才能用灵力遏制一二。至纯至阳之体，你是说我？不错，符合条件的人很少，但刚好你就是其中之一。他就算是为了自己活命，也不会让你死的。我明白了，谢谢你的情报。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的人，还要分彼此吗？动手动脚干什么呢？把你的爪子挪开！你就是楚林吗？正是。既然如此，今日是留不得你了。我的生死，岂容你来智慧？你就是楚林吗？正是。
既然如此，今日是留不得你了。我的生死，岂容你来智慧？每一个要被我杀死的人都是这么说的，蝼蚁不过垂死挣扎罢了。喂，你当我们是死的不成？呵呵，尔等不过是那楚林的附庸罢了，也配让我多费心神？若你们识相，现在离开，我可以饶你们不死。饶我不死？好大的口气！嗯，这是玄月楼的令牌，你是玄月楼的人？不错，既然你知道了，那么不如给弦月楼一个面子，就此离开吧。否则，哼，我们弦月楼也不是任人欺凌的。哼，今日就算是你们玄月楼的人，也别想着能让这小子活着离开。楚林，你这个只会躲在女人身后、胆小如鼠的家伙！陆家的人也不过如此。好，好，楚林，这可是你逼我的。这可是我修齐的决定秘术，你区区金丹期修士怎么可能抵挡？乖乖的化为血水吧！什么东西啊？那是楚林的眼睛。你的消息有些落后了，我早已不是金丹期，来埋伏我，却连情报都没掌握吗？陆氏未免也太过自大了。你居然没死，这怎么可能？不好，连我的秘术都奈何不了他，看来楚林的修为实在是深不可测。今日是我答应，为今之计，只好先撤退了。现在想跑，可惜已经晚了。这就是敢阻碍我们的下场。看来楚林的真实实力比我想的还要强，此前是我多虑了。结束了啊，真是干净利落。刚才吓我一跳，你既然留了一手，那就早点说出来嘛，害我跟着白担心一场。若是什么都说出来，那底牌就不叫底牌了。好，好，好，都是你有理。说起来，我们在这边搞出这么大的动静，不远处的天机山庄怎么一点反应都没有啊？视而不见也是常理。现在我们赢了，天色也不早了，可以先去天机山庄借宿一晚。天机山庄人情冷漠，能让我们借宿？善者为王，这点道理你都不懂吗？就你懂得多。
走吧。没想到连狂剑长老都失败了，哼！今日哪怕以命换命，也要将这楚灵留下。尊上，马上就到了，您暂且安下心来吧。我想，楚灵一定不会有事的。夫君有危险，我如何能够安心？离我们出发已经过了1天1夜了，这么长的时间，即使是全速行驶，我也只怕来不及。尊上看起来好像很不安，等知道了真相，该不会生气吧？不对，楚灵本来就是有危险，这一点也不算骗。只是隐瞒了一小部分真相而已，应该没事的吧？但愿如此吧。夫君，你在哪里？我好担心。尊上，根据下面的人传来的情报，他们依稀是看见楚灵朝着这个方向去了。夫君，是夫君，但是他旁边的是谁？不会吧？情报上可没说楚灵的身边有别的女人啊。尊上这才离开多久，这家伙居然就移心别恋了。暮雪，夫君，这分裂的，暮雪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强了？而且连样子都完全变了。说，你是谁派来的？为什么要针对楚灵？呵呵，你现在问这些又有什么用呢？就算我死了，针对他楚灵的暗杀也绝对不会少的。刚才是陆家的长老出手，现在又是你，我想你是陆家培养的死士吧？看来是被我猜对了呢。既如此，留着你也没什么用了。夫君，你没事吧？我没事，我只是担心你。暮雪，你……夫君，你没事真是太好了。我不会有事的，你放心吧。我知道，我的夫君就是最厉害的人。说起来，他们又是什么人？夫君，你没事吧？我没事，我只是担心你。暮雪，你……夫君，你没事真是太好了。这两位是……是我的盟友。盟友？我没记错的话，你是玄月楼的人吧？玄月楼的人为什么又会出现在夫君身边？他们如此念念不忘，到底是对夫君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企图？
盟友吗？若这么说，倒也不算错，只是叫我有点伤心。我可是把身家性命全都交付给楚灵了呢，生死之交自然非同一般，对吧？林暮雪，没想到他竟然回来了，之前一点消息都没有，我还以为他这辈子都没有机会再和楚灵相见了，看起来好像还有点眼熟，我似乎在哪里见到过，没想到。不过他的样貌怎么变得和之前完全不同了？是吗？没想到玄月楼竟然这么看好我的夫君，不过不属于自己的终究是得不到的，贪心只会得不偿失。我自然明白这个道理，不是你的终究也不会是你的。那么这位姑娘又是何人呢？你身上有种让我觉得熟悉的气息。你是幻人的灵兽吧？是又怎样？我家青鸾和楚灵签了契约，他，勉强算是我的玉主吧。契约不错，签下契约之后，我们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同生共死，自然是非比寻常的关系。我不过是离开夫君身边一段时日，他身边就冒出这么多心怀不轨之人，想趁我不在，趁虚而入吗？你们天色不早了，是不是该去天机山庄了？夫君说的是，刚才经历了危机，此番应当好生休整一下。我倒是很好奇，林小姐这段时间去了哪里呢？楚灵找你可是找得很辛苦啊。是啊，为了找到你的下落，楚灵这些日子风餐露宿，一直在赶路，路上还不知道遭到了多少次埋伏和暗杀。要不是实力强啊，楚灵早就死了几百遍了。夫君，他们说的是真的吗？你为了找我，竟然遭遇了这么多危险。我是你的夫君，夫人有难，我来寻你不是理所当然的事吗？你无需为此自责，这一切都是我想做的。真好，夫君他没有忘了我，也没有责怪我，他的心中是有我的。只是我也很担心你，当初留下那样一封信便不辞而别，岳父很是不安，我也难免担忧。这些时间你去了哪里？还有你的样子，我如今变成这样，夫君是不是觉得我简直像是另外一个人？我不再是我了。你为什么会这么想？在我看来，你就是你，你的灵魂都只是林暮雪而已。不管变成什么样，你都是我的夫人。但暮雪的样子，确实让我觉得有些眼熟，很像是玄机宫的那位玄机女帝。罢了，暮雪出生在偏僻小城，怎么会跟玄机女帝扯上关系呢？想来是我多心了。得你一眼，我此生便无憾了。啊，等等等等，说了半天，你还是没有说，你为什么要突然玩失踪啊？我不是有意要瞒着，但是此事牵扯太大，我担心会让你陷入危险，所以才没有明说的。在大婚那日之后，我就感觉有一些不属于我的记忆在慢慢的复苏。还有一个人找到了我，他说我是转世的女帝。什么？你是女帝？这怎么可能？当初我也像你们一样，不愿意相信此事。若是我来选择，我只想待在小小的少安城，做林家的林暮雪，而不是那个远在天边的女帝。只是后来发生的事情太多太多，我不得不信，又害怕牵扯到你们，这才不辞而别的。尊上，这是玄机宫的右使甘露和左喜夜了。难道说林暮雪的真实身份其实是玄机女帝？尊上，
这是玄机宫的右使甘露和左使叶老。难道说林暮雪的真实身份其实是玄机女帝？无需多礼。尊上，您的动作也太快了，这要是出了事儿，该如何是好啊？没事，这种杂碎根本不能伤我分毫。夫君，这2位是玄机宫的左右使，甘露和叶老。久闻玄机宫大名，我只是没想到，你竟然会是那位玄机女帝玉离。没想到暮雪就是玄机女帝，这下我算是自己打自己的脸了吧？果然不是事事皆如我所料。我不是玉离，我是林暮雪，只属于你的林暮雪。女帝？什么玄机女帝？很厉害吗？要么怎么说，生在深山老林里的灵兽都没什么见识呢？连玄机宫都不知道，这可是修真界的3大宗门之一，宗门兴盛，实力强横无比。是啊，我是没见识，你有见识。仙月楼还不是照样比不过人家的玄机宫？你牙尖嘴利！你们先退下吧，我和夫君还有话要说。楚公子，请一步暂停，我们庄主随后便到。啊，带路吧。这便是楚林楚公子吧？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刚才那么大的动静都装不知道，现在倒是热情起来。修真界一向如此，你别大惊小怪的。不知阁下的师尊如今尚还安好？庄主不必多礼，师尊如今的情况，想必你也知道。也是啊，方宗主的情况危急。楚公子，您身为宗主首徒，就理应在这种危急时刻肩负起整个太虚宗的担子。难怪这么着急北上，就是为了赶回太虚宗吧？什么师尊？夫君，你还拜过师吗？我怎么一点都不知道？还有太虚宗，你为什么会和太虚宗扯上关系？这位姑娘，你是在开玩笑吧？楚公子可是太虚宗宗主的首徒啊，自小便在太虚宗修炼，怎么可能没有拜过师呢？更何况楚公子天赋卓绝，精彩绝艳，整个太虚宗之中，除了陆华清之外，无人能出其左右。庄主谬赞了。夫君，你是太虚宗的宗主首徒？不错，我就是那个太虚宗的宗主首徒楚离。抱歉，我不是有意要瞒着你的，只是我当时身受重伤，神志未清，要遭人追杀，麻烦缠身，我不想将你牵扯到危险之中来，所以才没有说明。没事的，我明白。毕竟我们都有没对彼此坦诚相待的事情，但是我没想到夫君你的来头竟然这么厉害。等等，如果夫君真的是那个楚离，那叶老和甘露其实没有骗我。他之前说的和太虚宗的楚离联姻的事情，其实从头到尾都是我搞错了。暮雪，你怎么了？哦，没什么。叶老，出什么事了？尊上，玄机宫出事了。叶老，出什么事了？尊上，玄机宫出事了。什么？暮雪，出什么事了？没什么，只是
玄机宫内有些事情需要我处理罢了。叶老，你仔细说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刚刚收到宗门传来的消息，乾元圣帝暗中控制的几个宗门联合起来，趁您出行的空隙，开始攻打玄机宫了。您不在玄机宫，就凭留守的那些弟子，恐怕难以抵抗那些宗门的联手攻击啊。甘露他已经赶去了，只是，您现在，尊上，现在要怎么办？启程回玄机宫吗？但楚林那边，明明好不容易才和夫君见面，为什么总是有意外的事情发生？现在便准备一下吧，毕竟情况紧急，即刻就回玄机宫。可是楚林不就在这儿吗？如果您向他求援的话，太虚宗说不定也会帮忙吧。他现在腹背受敌，又如何能驱使太虚宗的人？况且这是玄机宫的事，本就该由我自己解决。况且夫君之前身受重伤，如今实力也没有恢复，我怎么能让他牵连进这么危险的事情里呢？我宁可自己受伤，也不愿夫君因我而死。尊上，您从以前开始便总是想自己扛下一切，多少也让其他人为您分担一点吧。是吗？只是从这一点来看，或许我从未变过。好了，不多说了，走吧。那您不向楚林道个别吗？还是不了，我担心再多看他一眼，便不愿意离开了。夫君，暮雪，你有打算不辞而别吗？我只是不想让你担心。非得现在离开不可吗？如果你执意这样，那么我也……我知道，夫君，我知道你放心不下我，可我如今已经是女帝了，今非昔比，你不相信我的实力吗？况且，这是玄机宫的事情，本就应该由我去解决的。届时，我们还会再见的，这只是暂时的离别。我知道劝阻不了你，这枚纳戒之中有我收集的一些天材地宝和法器，也许能帮到你。那么，此去路途甚远，望你珍重。还有，等着我，我马上就会去到你身边。我等你，夫君。楚公子，另外我有一事相求。庄主是指金石病吧？不错，正是此病。实不相瞒，金石病无药可医，唯独至纯至阳的灵力能够遏制几分。但这修真界之中，至纯至阳之力甚是少见。我即便有心想要遏制病情，却也无能为力啊。但上天待我不薄，让我遇见了楚公子，所以这倒是个天机山庄为我所用的好机会。庄主放心，我既然来到天机山庄借宿，自然也是会展现一点诚意的。我虽不能帮你治好金石病，但遏制1、2还是没问题的。好，楚公子，今日你帮了我，这天大的恩情我记下了。从今以后，只要你需要，天机山庄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另外，这是我的女儿，今年不过28，若楚公子不嫌弃的话，不妨带在身边做个侍妾。这老家伙在干什么？我还没得手，你就想摘桃子了？想得美！侍妾想鸠占鹊巢，趁虚而入吗？
我绝不允许！这老家伙在干什么？我还没得手，你就想摘桃子了？想得美！失窃，想鸠占鹊巢，趁虚而入吗？哼，我绝不允许！多谢庄主的美意，只是我已成婚，失窃之类的便作罢了吧。可这虽说已经成婚了，但三妻四妾乃是寻常之事。我想尊夫人也不是那般不通情理的善妒之人啊。他自然不是不通情理之人，但我是。你先下去吧。是。庄主大可不必如此，我既然答应了你，必然会做到。事不宜迟，不如这就开始吧。好，好，那某就在此谢过楚公子了。初云这女人怎么神出鬼没的？一转头的功夫，她就不见了。分别再见，林暮雪却走得这么急。玄机宫定然是出事了，但究竟是出什么事了呢？尊上，有何事吩咐？北周玄机宫是不是出事了？不错，玄机宫的确出事了。不知怎的，依附于乾元圣地的三大宗门联合起来，开始针对玄机宫。玄机女帝似乎有事外出，他们便趁这个机会大肆攻打玄机宫，眼看就要支撑不住了。什么？这么说，玄机宫是危在旦夕了？若是玄机女帝无法及时回来，那么我想，玄机宫恐怕是真的凶多吉少了。乾元圣地的女帝不焉，似乎一直对玄机女帝有敌意。虽说我无所谓玄机宫的下场，但以现下的情况来说，楚离需要玄机宫这个助力，玄机宫暂时还不能亡。尊上，您的意思是？可以在暗中适当的提供一点帮助。是，属下明白。去吧。你是玄机宫？如今玄机宫的惨状，你可还满意？这可不算完，我要的是让玄机宫灰飞烟灭，再也不存在于世间。你就这么讨厌玄机宫？哼，凡是碍了我的路的，我都厌恶。也罢，总归现下算是如你所愿了。玄机女帝并未留守，眼下就是玄机宫防守最为薄弱的时候，刚好趁这个机会将玄机宫一举拿下。若真能如此，事成之后答应你的事情，我必然做到。怎么会这样？为什么我的冰霜不能灭火？这可不是一般的火，而是我特地寻来的异火种子，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被熄灭呢？只怕就算玄机女帝本人来了，也毫无办法。这怎么可能？难道……尊上，您回来了。尔等死辈！
上，您回来了。尔等死废物！这便是金氏病母。好了，哎，哈哈哈！我现在感觉好多了，从来没有这么轻松过。楚公子，真是多谢你了。啊，庄主不必言谢，我不过是暂时压制金氏病而已，无法根除，顶多只能减轻一点点的痛苦吧。哎，能减轻些许痛苦已经很难得了。金氏病一直让我夜不能寐，如今总算能睡个安稳觉了。楚公子的这份情，天机山庄记下了。举手之劳，庄主客气了。出什么事了吗？确实出事了，但不是我们这边，是玄机宫。当时暮雪走得那么急，我就猜到玄机宫定然是出事了。你知道些什么？具体的我也不甚清楚，只是乾元圣地附属的几个宗门似乎联合起来，开始攻打玄机宫。我想他急着回去，就是为了抵御这些人，但人多势众，还撑不撑得住？若是现在启程，赶往玄机宫需要多久？还未可知。现在出发，若是没有高等阶的灵舟，全靠飞行术的话，至少半个月才能抵达北周。你该不会是想现在就去吧？为今后继，你应该先提升实力才对。现在便走？你疯了！就凭你现在的实力，你想掺和到女帝和女帝之间的战斗吗？你会死的！我这次出行，本就是为了寻找他。回太虚宗不过是顺势而为。倘若暮雪身死，我所做的一切就没有意义了。我真没想到你竟然这般固执。其实若是楚公子需要的话，我天机山庄倒是有高品阶的灵舟，可以借楚公子一用。既然如此，我就先谢过庄主了。尊上，抱歉，我来迟了。甘露，你没事吧？我没事，只是玄机宫的大家，上次玄机宫被攻打，他们本就受了伤，现在又出了这样的事情。既然我赶到了，就不会让玄机宫再出事。你不是说这是异火火种，不会被轻易熄灭吗？我从前怎么不知道玉离还有这种能力？等等，我明白了，原来是这么回事。玉离转世过后，又拥有了不一样的能力，所以才能克制这异火火种。那现在该如何？我想你应该不会想当面和玄机宫撕破脸宣战吧，否则也不会只是让附属的那些宗门来找麻烦了。你留了什么后手？灵力和法术虽然变了，可到底只是人类之躯，无法百毒不侵。
上前，这便是你们的下场。尊上，您怎么了？刚才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觉得好像使不上力气来，我的灵力调动不了了，怎么会这样？哼，果然起效。你这毒倒是挺有用的。我潜心研究的毒药自然有用，否则岂不是白耗费我一番心血？唯一的倚仗玄机女帝出了岔子，玄机宫大势已去。既然不需要我帮忙，那么我也没必要留在这里了，先走一步。至于玄机宫，就任你处置吧。距离这么多年了，就让我再好好欣赏一下你落败的惨状吧。小心！我呸！什么玄机女帝，我看也不过如此。你们玄机宫算是彻底完蛋了。不允许你这么羞辱尊上，羞辱玄机宫。哟，还生气了？我这说的可是大实话。不服，那就用实力说话吧。不必，叶老，不用管我。保住玄机宫才是最要紧的事情。在尊上恢复过来之前，我们得撑住啊！我知道，玄机宫的安危就看我们的了。为什么我的灵力会消退？难道就是这个东西阻碍了我使用灵力？之前还好好的，是有人趁我和他人相斗偷袭了我，但是到底是谁？为什么我完全没有察觉到？你就是那个对我下毒的人吧？你是谁？为什么要这么做？不错，下毒的正是我。怎么想报复回来？只是可惜，想必你现在连最低级的法术都使不出来了吧？往日里高高在上的玄机女帝，如今也有倒在泥里任人践踏的一天啊！真是时移世易了。你究竟是图谋什么？如果只是想要灵脉钥匙的话，我可以给你。但你要是执意要毁了玄机宫，我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你到了现在这个关头还在嘴硬，这性格倒是数十年都未曾变过。认识我？你究竟是什么人？我当然认识你，很早就认识你，所以我才讨厌你。你以为我是冲着灵脉钥匙来的？不，我只是想毁了你，毁了你所拥有的一切。看到你，我便觉得恶心。这般噬心之痛，你可要好好品尝。不行，这毒发作的时候，我完全没有力气，连灵力都不听使唤。
玄机宫马上就要被毁了。记住今天的一切，玉帝大人，因为从今以后，你便是丧家之犬了。记住今天的一切，玉帝大人，因为从今以后，你便是丧家之犬了。我不会让你如愿的。玉离，都到了这个地步，你还在嘴硬吗？也罢，你也只有嘴硬的份儿。那你尽管来试试吧，看看笑到最后的究竟是谁。看这气息，此人至少有渡劫境的境界了。若实力恢复并不巨大，但此时被下了毒，只怕是胜负悬殊。不管你现在是不是玉离，曾经都是他。不过，是不是都不重要，你该谢幕了。负隅顽抗。这里结束了吗？可我还没有好好的跟夫君道别。这是天级灵兽，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想不到你还流了一手，这可是天级灵兽，翻遍修真界也找不出一整之数。天级灵兽只要出世，便是凌驾于整个修真界的绝顶战力。有天级灵兽保护，看来今日是不能拿他怎么样。是啊，底牌自然不能全都显露于人前，这其中的道理，我想你应该已经品尝到了。稳操胜券之时，却被反将一军，滋味如何啊？运气好罢了，今日便暂且放过你，只是不知道来日你又有几分能耐呢？只要这毒一天不解，玄机宫便一天处于危险之中，让你活在心惊胆战里，似乎也不错。这就是天级灵兽吗？它怎么会突然出现？啊！我怎么感觉到了属于夫君的灵力？难道？对了，是那枚纳戒。原来是夫君在保护我。这是什么？一出手就是天级灵兽，那楚灵真是深不可测呀！可是得到什么消息了？不错，正是玄机宫的消息。你说吧。好消息是，攻打玄机宫的那些人退走了，
玄机宫平安无事。坏消息吗？玄机女帝似乎受伤了。什么？暮雪她受伤了？坏消息吗？玄机女帝似乎受伤了。什么？暮雪她受伤了？急情禀报，玄机宫危境已解，有异象显现，围攻者尽皆散去。深玄机女帝伤势未明，状态虚弱，境界陡降。我这不是没说完吗？你急什么？哼，平时险象环生，倒是没见你急。你应该明白，于我而言，暮雪的分量始终是不一样。就是因为知道这一点，我才会选择告诉你她的消息。你放心吧，既然玄机宫安然无恙，她身为玄机女帝，自然也没什么大事。只是她受伤，似乎是因为中毒，以至于内息全无，灵力微弱。内息全无，灵力微弱。不错，正是如此。只是这毒能对玄机女帝那种境界的人起作用，想必解毒也很难。楚林，你在想什么呢？暮雪身上的这种情况，我有些熟悉。在我陨落之前，身上也曾经出现过这种状况。我记得，你之前说这次围攻玄机宫的是乾元圣地的附庸宗门。不错，正是如此。怎么，你想到什么了吗？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想，我大概知道暮雪中的是什么毒了。既然是乾元圣地的人围攻玄机宫，那么对暮雪下手的人也只能是不烟了。这毒他当年用来对付了我，现在又对暮雪下了手，可真是屡试不爽。这么长时间过去，我也差不多弄明白了这毒的解毒之法。想不到你竟然这么见多识广，连这都知道。机缘巧合罢了。既然你知道了，那么现在我们是赶去玄机宫帮林暮雪解毒吗？虽然我不怎么喜欢她，但要是这毒解不了，她随时都会有危险吧？不，即使现在去了玄机宫，也是束手无策。我虽知道这是什么毒，却没有解毒之法。那你打算怎么做？我们去药王谷，那里藏有能解毒的灵药。尊上，接下来该如何是好？这玄机宫还要去打吗？打，当然要打，为什么不打？一次不成，便是第二次、第三次，这玄机宫必是我的囊中之物。但现在玄机女帝回来了，我们又该怎么突破？这实力可是大相径庭啊！不妨，不过是再等几日罢。要不了多久，失去了玄机女帝的玄机宫，就是只能任人宰割的羔羊。别的计划搁置，你们先退下吧，等我的命令。是。果然还是因为龙炎受伤了。龙炎是此世之间至阳至纯之火，即使最顶级的防御法器都无法完全抵挡。好在伤得不算很重，只是这龙眼里蕴含的气息，我总觉得有些熟悉，好像是哪个故人。这不可能，不会有那么荒谬的事情发生吧？我就说为什么龙岩之中的气息这么熟悉，原来和这法器的气息别无二致。可是，这法器是我用楚林的内丹制作而成的。楚林已经死了，还是我亲手杀死的。那龙岩之中又为何会有楚林的气息呢？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如果楚林没有死，
如果楚灵真的活着，那他一定会回来向我复仇的。不，我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我能杀他一次，自然也能杀他第2次。如果楚灵真的活着，那他一定会回来向我复仇的。不，我绝不能让这种事发生。马上就到药王谷了。前面就是药王谷了，你来这里究竟要找什么？根据我的猜测，墓穴所种植毒鹰当是用极阴的灵力淬炼而成的，想要破解，只能用至阳至纯的灵力对冲。可这样的话，你自己不就可以吗？你本来就拥有至阳至纯的灵力。我的力量太霸道了，可能会反噬墓穴，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我需要从药王谷拿到玄光泉的泉水。玄光泉？那可是药王谷的秘宝，药王谷的人会愿意给你？如果是孤身一人前来拜访的小修士，自然是不可能拿到的。但若是以太虚宗宗主首徒下一任掌门人的身份，我想药王谷的人还是愿意卖我这个人情的。但愿一切顺利吧。来者何人？到药王谷所为何事？太虚宗，楚灵。啊，又是太虚宗的人，你们也是来求药的吗？哟，除我之外，还有太虚宗的人来了吗？不错，刚才也有太虚宗的人来了，说是要为师尊求药。既然你也是太虚宗的人，想来也一样吧。求药的话，去百草堂就行了。既如此，便多谢了。你和这只笨鸟去吧，我还有点事要处理。你骂谁笨鸟呢？谁搭理就是谁。师兄，你是谁啊？干嘛动手动脚的？师兄，好久不见了，当年游历一别，再听闻你的消息便是噩耗，如今看到你安然无恙，我也总算能松口气了。原来是文师妹，确实好久不见。你们认识？不错，这是我在太虚宗时的小师妹文金哥。楚师兄，没想到这么快就能再见到你，我本来以为要等一段时日你才会回太虚宗呢。你怎么会在药王谷？难道你也是来为师尊求药的？不，
我来这里是为了一点其他的事情。原来是这样，师兄，师尊他一直很担心你，现在师尊的情况不太好，至少要再见最后一面吧。师尊那里我也很担心，只是我这边的情况有些焦头烂额，等我解决了这些事情，马上就会回太虚宗的。好，既然师兄你心里有数，那就没问题了。你只要记得师尊一直在等你就好。哦，对了，还有一件事，我想师兄你应该没有忘记吧？什么事？宗门大比。宗门大比，不错，正是宗门大。你可准备好了？若能解决楚灵，再赢下宗门大比，你的赢面便大大增加了。光是赢下宗门大比有什么用？师尊主意的人只有楚灵，他不松口，我又能怎么办？所以你才更要成为宗门大比最后的赢家，这样才能堂堂正正地告诉其他的所有人，你才是最有资格成为下一任太虚宗掌门的人。若师尊不许，又该如何？他不允的前提是，还有开口说话的那一天。若师尊不许，又该如何？他不允的前提是，还有开口说话的那一天。宗门大比，算算日子，宗门大比也确实是时候开始了。你们在说什么啊？什么宗门大比？我怎么听不懂呢？这个嘛，还是由师兄来解释吧。若我记得不错的话，太虚宗的宗门大比是5年一举行。算算时间，今年正是宗门大比举行的时候。不错，正是如此。今年的宗门大比大概会在半个月后举行。楚林，你是要去参加这个什么宗门大比吗？以我之见，自然还是参加为好，这正好与你原本的想法不谋而合，也对大计有益。师兄，你应该会回来参加的吧？上一次宗门大比就是师兄你拿了第一。半个月嘛，我不确定到时候能不能赶上。师兄，你明明很清楚宗门大比是很重要的事情，这关系到……况且师尊现在的情况你也应该清楚，师尊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等你了，他很担心你，一直撑着，也是想见你一面。到底有什么事比师尊和宗门大比还重要呢？我知道，你说的我都明白，但是我也有不得不做的事情。在解决这件事后，我一定会全力赶回去的。啊，好吧，既然师兄你都这么说了。对了，你那件非做不可的事情和药王谷有关吗？不错，我正是为了药王谷的玄光泉而来。玄光泉，那可是药王谷的至宝，1年也不过能得1小罐罢了。想要从药王谷的手里拿到，可不是容易的事。确实很难，但事在人为。师兄，或许你不知道，我的母亲就是出自于药王谷，药王谷现任的护宗长老正是我的外祖父。所以，如果你真的非常需要玄光泉的话，我倒不是不能帮帮你。果真如此？自然。那么一切就拜托你了。那当然，毕竟我们是同门，互相帮助是理所应当的。如何？由我出马，自然不负所望。多谢，
那么为了不耽误时间，我便立刻出发了。师兄，等等！怎么了？师兄，也许这只是我杞人忧天的错觉，但是陆师兄似乎对你多有不满，务必小心。我知道，放心吧。这可如何是好？尊上中的究竟是什么毒啊？不管我们怎么努力，都没办法压抑这毒性。我也对这种毒闻所未闻。尊上身体里的灵力逐渐消退，即便我们往尊上体内注入灵力，也无济于事啊。尊上根本没办法调动这些灵力。再这样下去，先不说玄机宫的安危，尊上只会每况愈下，马上就会因为毒发而身亡。我们不知道解毒之法，但下毒的人一定知道。你的意思是，要找出那个下毒之人？可是那天围攻玄机宫的人那么多，大海捞针，哪里找得到？你别忘了，尊上即使实力没有恢复到巅峰时期，也是不可小觑的强者。能对尊上下毒的人，必然也是势均力敌的有名有姓之辈。你觉得会是谁呢？我明白了，你是说下毒的人是不烟？既然如此，事不宜迟，我们现在就去乾元圣地找不烟对峙。等等，你这么急性子干什么？尊上都这样了，我怎么能不急？左使大人，右使大人，有客人来了。等等，你这么急性子干什么？尊上都这样了，我怎么能不急？左使大人，右使大人，有客人来了。客人？这么晚了，怎么会有客人造访？来的是谁？他说他叫楚林。楚林？他怎么来了？难道是？快请他进来。是。你们来干什么？我们还能来干嘛？当然是救人呢。这么说，楚林他果然……果然，只用灵力是没用的。楚公子，现下尊上的情况如何呀？你真的找到了解毒之法了吗？尊上他……我正是为此而来。夫君。真的是你吗？放心吧，是我。我来了。你来了。尊上怎么又昏过去了？难道这毒还是没能解开吗？你们这是关心则乱了。仔细看看，他的力量正在恢复。墓穴已经没事了，只是他的灵力被压制得太久，现在骤然回到了体内，有些支撑不住而已。等他再醒来，就会完全恢复了。
那就好，那就好，吓死我了！尊上平安无事就好。既然尊上已经没事了，那楚公子不如先去歇息一下吧。抱歉，我也很想休息一下，但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做。什么事情这么重要，不能暂时搁置吗？我想等尊上醒来，第一眼想到的人一定是你。我和暮雪的时间还有很多，但宗门大比不会等我。宗门大比？确实，你既然是太虚宗的人，那么自然要去参加太虚宗的宗门大比。宗门大比应该已经开始了，事不宜迟，我们还是赶快出发吧。是啊，要是错过了，陆化京那家伙这怕是要得逞了。原来如此，我明白了。既然如此，你们确实不宜久留，玄机宫的灵州可以送你们一程。多谢。我认输了。承让呢？宗门大比马上就要结束了，楚师兄怎么还没回来？再这样下去，宗门大比的第一就是陆师兄了。可还有挑战者？若是没人继续上来挑战，那么这次宗门大比的头名就是陆。是楚师兄。师弟，别来无恙。那么这次宗门大比的头名就是陆。是楚师兄。师弟，别来无恙。是楚林，楚林怎么会出现在这里？他怎么会回来？而且偏偏是这个时候。楚林啊，楚林，你总是要在最后关头坏我的好事。师兄，确实许久不见了，师弟我甚是想念呢。原来师弟是这么想的，真让我意外。师兄归来，我这个做师弟的高兴都来不及呢。是吗？只是，若我也参加宗门大比，你可还高兴得起来？楚林，他居然能赶回来！不是派人去劫杀他了吗？他居然活着，甚至还能参加宗门大比，这下可糟了！众目睽睽之下，楚师侄，没想到你回来了。我略有耳闻，听说你之前在异兽潮之中身受重伤，险些陨落，如今能够归来，真是殊为不易啊。这一路上想必也是风尘仆仆，危机四伏吧。为了你的身体着想，不如先去休息吧。还有你的师尊，你也该去看看他们。多谢风主好意，只是我回来本来就是为了参加宗门大比，若是错过，岂不是要留下遗憾？可你现在的身体……风主大可放心，我的身体早就已经休养好。若真能在宗门大比中再得第一，我想师尊就算在病中，也会为我高兴的。是啊，既然你都这么说了，那一切就都随你吧。师兄，当年是我不容易，但现在鹿死谁手还未可知。不知这么长时间过去，你可有精进啊？托师弟的福，我好得很。想不到你有两下子。
彼此彼此。我没退步，师弟你是不是很失望？太虚宗的地面可是用9天玄铁制成的，他竟然能在这地上劈出这么深的缝隙来，为什么？经历过异兽潮，楚灵不应该成了废物吗？为什么他还是这么强？怎么，师弟，你就只有这点本事吗？看来是越活越退步了。师兄，宗门大比的第一就由我收下了。这怎么可能？楚灵到底是怎么做到破解我的秘法的？师弟，话还是不要说的太满。师弟啊，你的实力也是一如既往，没有任何变化。别得意的太早了。陆华清，你输了。不，还没输，我还有机会。我的剑，师弟，承让。我的剑，师弟，承让。看来师弟受伤不轻啊！多谢师兄赐教。你我师兄弟之间何必言谢？只是这么久不见，师弟的修为却未能进步分毫，看来是近些日子里懈怠，日后定要勤加修炼才是。是，谨遵师兄教诲。哪里，师弟客气。既然我赢了，那么本次宗门大比获胜者楚林。不愧是我的契约者，就是厉害。我果然没看错他。楚灵没有让我失望。啊，你去哪儿？好不容易赢了宗门大比，你不去和楚灵一起庆祝一下吗？明明你比所有人都期待楚灵能赢吧。哼，我已经得到结果的，别的还重要吗？你该不会天真到以为赢了宗门大比就万事大吉了吧？我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你就好好守在楚灵身边吧。你可千万别让其他人趁虚而入了。这种小事还用你说？楚林怎么回来了？我怎么会知道？你以为我想让他回来吗？我记得你们陆家不是派了一批又一批的人去吗？没想到楚林这小子命这么大，居然还能活着回来。是啊，我也没想到他能活着回来，不仅回来了，实力还比之前更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只是今日你在宗门大比众目睽睽之下，当众输给了楚林，
若你想成为继任宗主，恐怕不能服众啊。你说的这些事情我知道，今日我不过是轮番擂台赛之下耗尽了气力而已。倘若我是全胜状态，鹿死谁手还未可知。输家说这些话，只会让人觉得是在嘴硬而已。从刚才起你就一直给我泼冷水，你到底想说些什么？哎，稍安勿躁。虽然有楚林在，你实力不能服众，但若是没有他，你不照样是太虚宗内最有前途、最有天赋的人吗？你说的有道理。的确，我能杀楚林一次，就能再杀他第二次。我要叫楚林有来无回。是的。一切都还有转机。楚师兄，恭喜你，你果然又得了宗门大比的第一。毕竟，我不能叫师尊失望。师尊如今已经不太好了，每天清醒的时间很少。不过，师兄你得了名头，想必师尊知道也会开心的。不如现在就去见见师尊吧。好，走吧。师尊，师尊，你知道吗？您一直惦记的楚师兄今天回来了，他还拿下了宗门大比的第一。您不为楚师兄感到高兴吗？师尊，你醒醒啊！师尊，你醒了！楚离，你回来了。是，师尊，我回来了。看来你恢复了。现在的你是楚林，也是楚林，对吗？看来你恢复了。现在的你是楚林，也是楚林，对吗？师尊，您在说些什么？我怎么听不懂？不，听这个意思，方宗主是发现我其实不是他那个弟子楚灵了吗？若被他知道我夺舍了这具身体，只怕要糟。若是现在对打，依照他现在虚弱的样子，我也并非打不过。但那样的话，我原本的计划就要全被打乱了。先看看能不能敷衍过去吧。你不用在我面前伪装。师尊这是何意？我是什么意思？你心里其实是明白的，不是吗？楚林阁下。师尊为何称我为阁下？我是您的弟子，实在当不起这个称呼。曾经我们在一同讨伐魔修的时候见过，那时你天资卓绝，又统帅整个乾元圣地，年少英才，人人都称赞你为绝代天才。身为乾元帝尊，你怎么当不起一声阁下呢？真的被他发现了，但是为什么？不，我现在绝不能承认。师尊，我和那位楚灵虽然名字相同，但天差地别。我一个小小修士，怎么可能是威吓修真界的乾元帝尊呢？帝尊阁下何必妄自菲薄呢？你从来都是你，从来都没有变。宗主，你这是什么意思？什么叫从来都没有变过？
你既然唤我宗主，而不是师尊，想必是已经承认了吧？我想你现在大概有很多疑惑，待我慢慢向你解释。请您解惑。大概是10几年前，也就是乾元帝尊刚刚陨落不久之后，我便在乾元圣地附近捡到了一个被丢弃的婴孩。这孩子怎么天生缺少3魂6魄之中的1魂1魄，灵魂残缺不全，但根骨倒是俱佳。等等，这天生的灵力，我只在一个人身上见过。那时我还是个普通的修士。捡到你之后，我才发现这个婴孩的魂魄是残缺不全的，但灵力又偏偏和你如出一辙。当时我便猜到了，这个孩子就是你的转世，只是不知为何丢失了1魂1魄。既然你明知是我，又为何还要救我？太虚宗和乾元圣地一向关系不睦，弟子之间多有摩擦。或许你不记得了，但当年在讨伐魔修的时候，你救过我。我方成平断断不是那落井下石之人，所以为了报恩，我便将你的转世之身带入太虚宗。你魂魄残缺，丢失了记忆，我便暂时充当你的师傅，带你踏上修炼之途。只是后来，你外出游历时，陷入了异兽潮之中，下落不明，生死未知。异兽潮凶险，但我觉得你命硬，不会这么轻易就死绝。如今，你果然回来了，我看得出来，你如今的魂魄已经变得完整了，1魂1魄归位。想必你前世的记忆也已经回来了吧？不错，我全部都记得。原来是这样，原来是这样。所以从一开始我的神魂就不排斥这具身体，所以我的修为才会进展飞速。原来通明不是个巧合，这具身体也不是我强行夺舍来的，这个主本身就是我的转世。你也看到了，我渡劫失败，10日无多，这太虚宗的担子，终究要有人扛起来。难道说你要将太虚宗交给我？可我是乾元圣地的人。曾经的楚灵属于乾元圣地，现在的楚灵是太虚宗宗主的亲传弟子，是被所有同门敬仰的首徒。这些弟子和长老之中，不乏豺狼虎豹之辈，不堪托付。唯有你，才是真正能接下宗主之位担子的人。
我走之后，太虚宗便要交给你了。楚离，我走之后，太虚宗便要交给你了。方宗主，您这么多年来待我不薄，对我有恩，我又怎么会在这个时候推辞呢？您放心，我绝不会让太虚宗没落的。既如此，即便陨落，我也能够安心了。看来剩下的日子比我想的还要短，即使用灵药吊命也无济于事，至少在我死之前得先将楚灵几人的事情敲定啊。师兄，师尊跟你说了些什么？这是我和师尊之间的秘密，不可外传。哦，好吧，好吧，反正师尊总是偏心你更多些。啊，对了，师兄，我不知道是不是看错了，方才你和师尊在房间里说话的时候，陆师兄似乎也来过，但好像很快又走了，我担心。不必担心，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罢了。我不惧他。啊，既然师兄你这么说，那我就放心了。陆华清不知道是不是偷听到了我和方宗主的谈话，若是如此，他恐怕会造成一点麻烦。但问题不大，没有实力，陆华清不过是个纸老虎罢了。尊上，陆公子来了。知道了，请他进来。怎么了？今天火气这么大，莫非是因为宗门大比不利？你都知道了？哼。修真界第一宗门太虚宗的宗门大比，整个修真界都会关注的吧？怎么，输给了你那位师兄，你便没了心气儿了？若是如此，和你合作的事，我看也不必了。我背后有陆家，有长老的支持，他楚灵有什么？孑然一身，还能统帅偌大一个宗门？既然敢与我争，我自然不会让他有好下场。那么你想怎么做？师尊已经对楚灵许诺了，要让他继任为宗主。所以，你必须在方宗主宣布这个决定之前，阻止这件事情。尊主，有太虚宗的密函送来，拿进来。是。你自己看看吧。太虚宗不日将举行传承大典，届时将邀请你前去观礼。师尊就这么迫不及待吗？我到底哪里比不上楚灵？为什么师尊的眼中永远看不到我的存在？稍安勿躁，只要楚灵还没当上宗主，我们就还有机会。还有什么机会？要是想让师尊收回成命，那就只能……倒也不必那么极端。这可是传承大典，若是出了什么岔子，比如有魔修进宫，
那么这传承大典当然是不能继续下去的，对吗？不错，若魔修当前，自然得共同对敌，传承大典一事也就搁置在议了。但愿一切都能按照计划进行吧。宗主到。为什么我突然感觉到了一股很熟悉的气息？这怎么可能？是他回来了。为什么我突然感觉到了一股很熟悉的气息？这怎么可能？是他回来了。你可有对策了？若放任不管的话，这宗主之位就是楚林的囊中之物了。我不会让他如愿的。但愿吧，只是没想到宗主这传承大典举办的这么急。昨日楚林刚回来，今天就突然又举行了，一点都没给我们这些长老商量对策的时间。宗主他还是一如既往的独断专行啊，完全听不进去其他人的话。是啊，一点准备的时间都没。我想，师尊他也是怕传位给楚林的事情出了岔子，才这么急匆匆的举办传位大典的吧？哼，为了楚林，师尊他还真是费尽心机。乾元圣地的焚月女帝，弦月楼的楼主出云，这些人都来了。看来啊，宗主这是想在这些大能的见证下，当众敲定传位给楚林的事了。只是怎么不见玄机宫的女帝呢？这种大事儿不应该不邀请玄机宫啊。玄机女帝吗？她来不来已经不重要了。今天这传位大典注定不会顺利举行。哦，听起来你已经准备好了，你打算怎么做？放心吧，我心中有数，届时你就知道了。这气息，刚感受到的时候，确实觉得和楚林无比相似。现在仔细看来，又和楚林有些区别。可这个人也叫楚，先前不觉得有什么，现在看来，这实在有些巧合。今日感谢诸位来到我太虚宗参加这次传承大典，行事匆忙，诸位还愿意来赏脸观礼，方某再次谢过诸位。事情涉及太虚宗未来数百年的气运，事关重要。待到正午时分，我会亲自主持传承大典，请诸位稍作等候。暮雪怎么没来？玄光泉应该已经解了他的毒才对，难道是被什么事情绊住了？不管到底是不是楚林，这个人都是我必须要除掉的。为了达成目的，还是暂且先试探一番为好。虽然之前从未见过，但一看气度，我便认出来了。你就是方宗主的爱徒楚林，对吧？正是在下，女帝抬爱了。怎么，楚公子不愿意喝我亲自倒的酒？难不成是怕我在酒里下了毒？怎么会？众目睽睽之下，女帝自然不会行这等不耻之事。
只是小子向来不胜酒力，只怕酒后失仪。这么说，楚公子是不肯给我这个面子了？既然女帝阁下这么说了，我再退却反而不好了。那么我敬你一杯。故技重施，不言，同样的手段，你以为我会再上一次当吗？楚公子客气了。虽然容貌和修习的术法完全不一样，但灵力确实相似。罢了，楚灵当年坠入的是无尽海，即便真的侥幸活了过来，也是残魂之躯，哪里能走到如今的地步？看来楚灵他是真的死了，灵力相似不过是个巧合。看来我的计划也在顺利进行了。我的灵力总算彻底恢复了，这下我终于可以安安心心的去夫君身边了。尊上，因为您一直在闭关，所以我没有打扰您。昨夜我们玄机宫收到了太虚宗的请柬，说是请您去参加传位大典。我听着似乎是与楚灵有关，现在马上就是传承大典举行的时辰了。您还去吗？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这就去。说是请您去参加传位大典，我听着似乎是与楚灵有关，现在马上就是传承大典举行的时辰了。您还去吗？什么？你怎么不早说呀？我这就去。这什么东西？魔修，他们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太虚宗所有弟子听令，魔修当前，绝不可退。你伤势未愈，大肆催动灵力只会让兽眼可恶，这些魔修便交给我。那不是一般的修士，那是魔修。他们手段变幻莫测，且阴毒无比，你可有把握？若无把握，我不会这么说。好，我信你。既然如此，那就交给你了。那就试试这瘴气吧。什么？这个肉身强度？家伙，真的是正常人吗？怎么强的可怕？你的瘴气有点意思。很好，你是第一个有胆子敢直接接下我一锤的人。什么太虚宗手段？神力之下，不过是徒有其表罢了。你那么厉害，还不是被我的瘴气轻轻松松就给弄死了？这就是你想到的计策？怎么样，是不是很有用？魔修不是早已被封印在渊界了吗？你是怎么做到的？数十年前那次讨伐，本就只是暂时维持住了以前的封印，现在时日一久，
原本的封印自然已经岌岌可危，我可没有那么大的本事破坏封印，我不过是小小的推了一把而已。看来终归是你技高一筹。楚灵的修为还不足以抵抗魔修的大能，想必他是必死无疑了。想不到这都没能杀了他。没能杀了他，真是可惜。我没死，想必你一定很失望吧？哈，这是什么拳法？竟然连我的瘴气都抵挡不住！九重咒！破坏传承大体代价，就用我命来偿还吧！乾元剑意，那是只有楚灵才会的乾元剑意。楚灵，他真的是楚灵，他回来了，他来找我复仇了。乾元剑意，那是只有楚灵才会的乾元剑意。楚灵，他真的是楚灵，他回来了，他来找我复仇了。怎么了？他是楚灵啊，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吗？他不是楚灵，还能是谁？是啊，你说的没错，他不是楚灵，又能是谁呢？你今天怎么了？总觉得你今天很奇怪。没什么，心烦意乱罢了。乾元帝尊楚灵，太虚宗首徒楚灵。哼，我以前竟然会天真的以为只不过是巧合的重名而已，没想到他真的没死，或者说又活过来。我为了夺取乾元圣地，下毒暗害了他，如今他重新归来，自然要来向我复仇。不，我不能坐以待毙，杀了他，现在就是杀了他的最好时机。你做好接下这招的准备了。这招式，我曾经在一个人那里见过。你跟那人有什么关系？这是乾元帝尊的独创招式，融合了乾元剑意的赤日之轮。这小子怎么可能学会？将死之人不必知道太多。你也太狂妄了！真以为能奈我何吗？这不合理！他的身体中怎么会蕴含了这么多的灵力？啊！怎么会？我怎么能够在这里失败？怎么能够输给一个小小凶士？我绝对不可以！速来救我！不是说好单挑吗？现在搬救兵了？魔修果然都是无耻之徒。愣着干什么？难道让楚灵一个人打这么多魔修吗？都给我上！
花里胡哨的无用招数。以你的境界，能抵挡得住我的攻击？难道你一直在伪装？我从来都没有伪装，只是你太过高看自己。你说什么？你不懂吗？哎，我是说，你太弱了。我要杀了你这个狂妄的混账！这场闹剧该到此为止了。楚林，陨落才是你该有的结局。这场闹剧该到此为止了。不言，没想到嘛，我认出你了。我认出只有你会的前沿剑意了，虽然和以前大不相同，但只属于你的招式，我一眼就能够认出来。为什么？你终于肯承认了。至于为什么，因为你不该回来。我想要的不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要成为这世界的主宰和支配者。我要的是至高无上的地位。可楚离，只要有你在，只要你还活着，我就永远不能实现这个愿望，所以我只能请你去死了。你就是为了这个下毒谋害我？从前的那些，难道你就没有一点真心？真心，或许曾经有过吧，只是真心这东西，比起权力，比起地位，一文不值。要得到我想要的，就只能舍弃一切，包括这毫无用处的所谓真心。楚离，是你太天真了，竟然真的会觉得有人会毫无所求的爱你，可笑！原来这就是你的真心话。不言，心如蛇蝎的人只有你罢了，不必对其他人妄加揣测。既然知道了你的真实想法，那么我也不用再念着往日的情分，对你手下留情。现在这毒已经深入骨髓了，你以为自己还能赢吗？不试试怎么会知道，到底能不能绝境逢生呢？垂死挣扎吧！你曾经为了对抗魔修而战斗在一线，如今作为奋力保护太虚宗的弟子而死在魔修的围攻之中，也算是死得其所了。楚林，这一次是永别。永别？看来你搞错了什么，这一招对我来说毫无用处。你怎么做到的？这是寒天玄铁制成的匕首，还抹了可以杀死渡劫剑修士的剧毒，你怎么一点事都没有？难道你觉得我会第二次栽在同一个人身上吗？早在看到你的那一刻起，我就猜到你多半会暗中下手。如今你所做的一切，都在我的预料之中。我就知道，想杀楚林，只能在他最不设防的时候下手。一旦一次未能成功，今后就不会再有机会。而他如今只是转世，修为远远不如曾经。若我敢冒着和太虚宗撕破脸的风险，未尝不可将楚林强杀在这里。看来今日你是不会罢休了。你知道，我向来擅长抓住机会。
这一计就是你的计划吗？这一计若是不能成，可是会给太虚宗带来巨大的损伤的。这些事不用你说我也知道，只是楚林的实力比我们所预料的都要强，想杀他，看来不能只靠那些魔修，我们也必须在其中推波助澜才行。我明白你的意思，毕竟传承那里还未真正开始。楚林就算不得是板上钉钉的下一任宗主，只要趁乱杀了楚林，老宗主想必也会因为楚林的死而痛不欲生，走火入魔吧。到了那时，将没有人能够阻拦我。我们分头行动。楚林，任你再如何强悍，也不可能在被这么多魔修围攻的时候出一点破绽来。楚林啊楚林，终归还是优势在我。楚林啊楚林，终归还是优势在我。玄机女帝，她怎么会在这里？她不是中毒了吗？就凭她自己，是绝对解不了毒的。早不来晚不来，偏偏要在这个时候来坏我的好事。啊，暮雪，你怎么来了？你已经好了吗？夫君，多亏了你，我已经痊愈了。况且，叶老说，这是对你来说很重要的日子。既然如此，我必须到场支持你才行。只是，这是怎么回事？魔秀不是早在数十年前的大战之中被风衣阻拦在了渊界吗？现在又怎么会出现在太虚宗呢？此事原因未明，现在我也不甚清楚。只是当下还得先将这些偷袭的魔修全部击退了，才能探明其中的因由。我想，我已经有了一些头绪。为什么这个人的灵力这么奇怪？而且还有些熟悉，我在哪里见过他吗？原来是玄机女帝驾临此地，可真是神威盖世啊！同为正派人士，你说话为何如此夹枪带棒？尊上，这位是乾元圣地的主人，焚月女帝，不言。竟然是他！我明白了，之前就是他对我暗中下毒，没想到竟然会是焚月女帝亲自下手。看来他对玄机宫的恶意比我想的还要大，留着他也只会后患无穷，倒不如就在此时，就在此地，将他彻底杀死。夫君，现在还不是时候。好，既然夫君你这么说了，那我便听你的吧。想不到玄机女帝竟然称太虚宗首徒为夫君，这是何时发生的事啊？怎么也未曾知会我们这些人一声，也好叫我们来道个贺。哼，我与暮雪缘分似天定，游历途中便已结下契约，生死相随。只是如今多事之秋，待到来日，我与暮雪会重新举办婚宴。到了那时，我自然会遍请正派修士来参加我们的婚宴。是吗？好一个生死相随，真叫人感动。但愿你们能顺利举办婚宴吧。眼下可不是你们谈情说爱的时候。玄机宫弟子听令，协助太虚宗，共同抵御魔修。遵命。
魔修袭来，此事实属意外。虽说扰乱了传承大典，但借此机会，也让诸位来客看到了我所钦定的继承者楚灵的能力。他能单枪匹马对敌实力强劲的魔修，又率领太虚宗弟子击退敌人，不管是实力还是心性，都无可指摘。太虚宗之内，无人能够与他相争。今日便以魔修之血为祭，在诸位的见证下，太虚宗的未来将从我的手里托付给楚灵。诸位可有异议？今日便以魔修之血为祭，在诸位的见证下，太虚宗的未来将从我的手里托付给楚灵。楚灵，你且上来。去吧，父亲，他们都在等着你呢。楚灵，还没有结束，你可不要得意的太早。怎么，现在懒得装了吗？有些事你我心知肚明，不必说得太明白。我们之间早就是你死我活的局面了。我从未想过要暗害你，一切不过是出于你的贪心。今日这场面，想必与你有些关系吧？只是可惜了，看来你的计划彻底失败了。你也就如今能够春风得意了。我如今能够春风得意，难道不是拜你所赐吗？你想设局，但反而成了我的垫脚石，为我铺路。如此这般的为我无私奉献，我倒不得不感谢你。好师弟。太虚宗是线下修真界的第一宗，是正道修士的魁首，肩负着指引所有修士成为修真界榜样的责任。自我成为太虚宗宗主以来，时间已过100年，这份责任我也承担了100年。现在，我将太虚宗的责任与荣耀一并传承给你。万望不负所托，我定不负您的期望。太虚宗的未来，由我来肩负。这契约在天道的注视下已经成立，太虚宗能由你担着，我也能够彻底放心。您怎么了？方宗主这是怎么了？难道是在方才和魔修的战斗中受了伤？一休呢？药王谷的一休在哪儿？快来给方宗主看看啊！师尊本就遭受了天界反噬，刚才又在和魔修的战斗中大肆动用了灵力，如今经脉尽断，无法修复。什么意思？师尊他大概不行了，原本大约还能再撑一段时间的，只是刚才为了击退魔修，师尊他出手时毫无保留。别哭了，我也算是死得其所，再无遗憾了。楚离，太虚宗就交给你了。您放心吧。世子。
你的师尊死了，不去默哀吗？他的爱徒是楚灵，不是我。我对他这位师尊最好的回报，就是送楚灵下去陪他。正合我意。我对他这位师尊最好的回报，就是送楚灵下去陪他。正合我意。冤界的入口被打开了，若不阻止，只怕修真界将会生灵涂炭。尊主，你这是在干什么？我若不这样做，如何能护住你们？您这是用自己的精血滋养天域啊，何苦呢？这责任本就不该您一个人担着，凭什么偏偏要逼您为这天下人去死呢？没有人逼迫，这是我自己的选择。我本是九尾天狐，得到天道的赐福，受天地之精华供养才得以诞生。既然如此，我有什么理由不去保护这世间呢？这一切就由我来终结。尊主，尊上，尊上，您怎么了？尊上，你是在刚才的战斗中受伤了吗？我没事，不过是想起了一些从前的事罢了。什么事？你们对这冤界了解多少？那不是冤界和我们世界的通道吗？身处异空间的冤界魔修众多，生存环境恶劣，也根本不适宜修炼，等级森严又残酷至极。所以1000年前，冤界的那些魔修才打开了冤界通道，想从裂缝到我们的世界来，占领修真界。是啊，所以1000年前，有前辈封印了冤界裂缝，而这个封印持续至今，如今却不知道能不能撑住了。只是松动而已吧，1000年前大能的封印，哪里是那么好突破的？但愿如此。尊上，您是不是知道些什么？没什么，我只是想起了一些和冤界有关的事情而已。如果这就是我命中注定的使命的话，夫君，如果是为了你，我什么都愿意付出。哼，冤界那帮魔修倒是被你放出来了，但有用吗？最后不仅没杀了楚灵，还反而为他做了嫁衣。看他那副趾高气扬、嚣张跋扈的样子，实在是一副小人得志的嘴脸。你还好意思说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东西？倘若事事都要依靠我的话，你对我来说又有什么用处？罢了，此时不是互相指责的时候。只是如今楚灵拿到了掌门令，师尊又已驾鹤西去，太虚宗的力量全部交由楚灵调动，想对他动手，只怕是不可能了。冤界裂缝这东西，只要稍微破了一点，就会越变越大，愈演愈烈，直到变成所有人都无法收场的地步。你疯了！你要把那些脏东西放进来？不错，我确实疯了。应该说，从亲手杀了他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疯了。既然如此，我要全世界都为我的野心陪葬。不错，我确实疯了。应该说，从亲手杀了他的那一刻起，我就已经疯了。
既然如此，我要全世界都为我的野心陪葬。疯了，你是真的疯了。从刚才起就一直说那种让人听不懂的话。难道我是什么洪水猛兽不成？竟然叫你这么害怕？你这胆子未免也太小了一点吧？我早知道你是个疯子，没想到你竟然想打开冤界。你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吗？放任那些东西过来，整个修真界都会生灵涂炭。呵，你陆公子原来是如此胸怀天下之人吗？平时倒是一点都看不出来呢。你什么意思？你别告诉我，你就甘心这么罢手呢？楚林抢走了本来就属于你的东西，难道你就不为此感到愤怒和不甘心吗？难道你就一点都不想抢回来吗？将你的东西通通夺回来。可要是修真界真的被冤界魔修给毁了，我就算得到了太虚宗的宗主之位，又有什么用处？陆公子，你比我想象的还要稚嫩许多。有话便直说，已经到了这般境地，就没有必要再接着打哑谜了吧？你我当共分天下。千年前冤界魔修侵入修真界的事情，我们都听说过。冤界灵气稀薄，环境恶劣，修真界对他们来说宛如仙境。但修真界人多势众，即使冤界裂缝的封印全部破碎，这些冤界的魔修也不可能将整个修真界尽数占领。你的意思是，我们可以和这些冤界魔修谈判，他们自可以去占有他们看中的地盘，而我们只需要趁这个机会，让那些该死掉的人死掉就好了。不错，正是如此。既然你明白了，那么就暂且回到太虚宗好了。前代宗主去世，即使楚林接任，想必太虚宗线下也已经乱成一锅粥了。届时你我只需……里应外合，我明白了。蠢货！尊主，一切可还安好？祭坛已经布置好了，随时可以开启阵法。我知道了，你退下吧。现在召唤，你是想好了？不错，我想好。你做出了正确选择。今师尊已去，弟子楚灵承尊师遗命，执掌门令，统领太虚宗。我楚灵在此承诺，只要我楚灵在一日，太虚宗便绝不负威名，当为正道魁首。拜见宗主。看来夫君他一切都好，无需我担忧。尊上，您真正应该担心的是您自己才对呀。叶老，你是不是知道些什么？尊上，我乃是玄机宫中栽种的千年柳树化形而成。千年前，是9位天狐涂山代大人撒下的灵泉赋予了我生机，叫我开启灵智，
而从那时候起的事情，我全部都记得。叶老，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尊上，您下定决心了吗？不错，我绝不后悔。弟子楚灵承尊师遗命，执掌门令，统领太虚宗。我楚灵在此承诺，只要我楚灵在一日，太虚宗便绝不负威名，当为正道魁首。拜见宗主。千年之前，我本是九尾天狐涂山太大人随手插下的一根柳枝，在他的灵力滋养下，我才逐渐成长成了参天的柳树，也是他赋予了我神智。但千年前，我尚未化作人形，只能作为树木，停驻在原地，眼睁睁看着涂山太大人以身献祭，封印冤界裂隙呀。这些事情我都在传承记忆里看到了。后来呢？后来涂山太大人的转世，玉离女帝降世了，我化作人形陪伴她一路长大，创立了玄机宫，也目睹了她的陨落。尊上，涂山太大人走过的路，难道你还要再走一次吗？这是何苦啊？我是玉离，也是涂山代，我们是同一个人，拥有同样的灵魂，所以也当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他不愿意看到这天下生灵涂炭，我亦如是。叶老，若我注定逃不过这一劫，那么下一次冤界裂缝打开的时候，是用死木将之落叶。可是，尊上，失去内丹，你现在就会死的。这世上有些事情远比生死重要。叶老，你的意思是，玉离女帝也是因为冤气裂缝而死的？不错，天生圣体正是为封印而生的绝佳的祭品。千年前，是涂山太大人舍身拯救了修真界，玉离女帝也为了未来的危机而陨落。现在，真正的危机还是来了。我知道了。尊上，您怎么了？你们看起来脸色不太好，是昨天对付魔修时受伤了吗？没有，只是担心你罢了。方宗主已经仙逝，你又要在这种危急关头担起整个宗门，我担心你。放心好了，我不会有事的。我不在。封印被突破了。夫君，夫君，尊上，这里的魔修太多了，冤界裂隙已经打开，只会有源源不断的魔族进入此地。虽然我不想这么说，但是太虚宗已经完了。尊上，现在我玄机宫布下防御阵法，我们还有一线生机呀。说我走了，
夫君怎么办？他答应了要守护太虚宗人，他绝对不会抛下太虚宗的弟子，就这么逃走。那也是他的命。天哪，说过的，我身体中的这颗元丹是可以封印冤界的吧？尊上，难道你……太虚宗已经完了。尊上，现在我玄机宫布下防御阵法，我们还有一线生机呀。说我走了，夫君怎么办？他答应了要守护太虚宗人，他绝对不会抛下太虚宗的弟子，就这么逃走。尊上，尊上！尊上，您这又是何苦呢？1000年前，涂山太大人已经为了这修真界牺牲过一次了。数十年前，玉离女帝也是因此而死的，已经2次了。难道每一次轮回，您都要为这天下人而赴死吗？尊上，您就非要抛下我们玄机宫吗？我们也需要您呐！叶老，你想错了，我没有那么伟大的胸怀，也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我所有的所作所为，其实都只是为了满足我那微不足道的私心而已。啊？什么？我喜欢的只是这个有夫君和父亲存在的世界而已。如果可以的话，我也不想死。好不容易走到了今天，我想和夫君一起白头偕老，生死相随。其他人的死活我才不在乎，可若注定修真界会被倾覆，那么我希望对我而言最重要的那些人能够活下去。尊上，所以我已经想好了，叶老，玄机宫就托付给你了。抱歉，请原谅我一而再再而三的自私。就用我的生命来结束这一切。哦，我还想着干脆杀了他呢，没想到他自己跑出来送死了，倒不用我费力了。暮雪，暮雪为什么会在那里？叶老，发生什么事情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暮雪为什么会在那么危险的地方？尊上，他想隐身献祭，封印冤界。什么？必须阻止他才行。但是阵法已经开启了，如果用外力强行打断，只会让尊上被反噬重创。除非他愿意自己停下，可我劝不动尊上。楚林，尊上一向听你的话，如果是你的话，尊上想必能听进去。您也不想看到尊上去送死吧？暮雪看似柔弱，却最为倔强。说这是他做下的决定，我也无法杠杆。竟然连你都不行吗？难不成尊上真的要在这里？但是，如果我能在那之前找到别的封印之法，就无需暮雪献祭自己。可封印冤界之人，必须得拥有先天灵骨，又或者是至纯灵力，还必须有半步成仙的修为。能满足这一点的人太少了，放眼修真界，唯有尊上一人而已呀。我自有法子。这条件为时苛刻，有半步成仙境界的人，往往没有至纯灵力或先天灵骨。若我没转世，尚能满足。只是我已陨落，
我是转世重生，那么我前世身体里半步成仙境界，又有至纯灵力的内丹，现在是在不言手上。交出来！我怎么听不懂呢？要交出什么？不言，不该是你的东西，永远都不会成为你的。你想拿着我的内丹多久？现在该还给我。这么多年未见，楚离，你对我粗暴了许多。曾经的你不是这样的。不言，我没空和你玩伤春悲秋的戏。你这样的蛇蝎女人，也配和我提曾经？你可真是不会怜香惜玉呢。看来你是不愿意给我。也罢，只要杀了我自然能还回你的。交出来！我怎么听不懂呢？要交出什么？阁下来的未免也太晚了些。这就是你说的此世之间的大敌，也不过如此。趁机偷袭，自然容易得手。杀了他，渊界魔修将在修真界畅通无阻。就他，我看他的修为也不过末流，和数十年前乾元帝尊比起来，实在是差得太远了。可惜他已经死了，而眼下这位也快要死了。但现在还有个麻烦，那个女人是什么人？那是玄机宫的女帝，她大约是妄图封印元界裂缝。哼，可笑。不，如果是她的话，没准真的可能做到。什么意思？这个女人给我一种莫名的熟悉感，很像千年之前封印了元界通道的涂山台。若他们二人真有什么干系，那么我们至今的努力说不准就会功亏一篑。想不到他还有这份能耐。既如此，那么当下要做的就是先除掉他，以防后患无穷。不错，正是如此。也该到我们渊界反击的时候了。走吧，一起去见证这世界的颠覆。楚林啊楚林，你不该回来。既然转世为人，苟活便罢了，何苦要自讨苦吃？如今连命都送了，真是愚蠢。他们想要对暮雪出手，不，这种事情我绝不允许。你得意的太早了。你竟然突破了！这么短的时间内，你怎么做到的？这怎么可能？绝境逢生，这突破的机会拜你所赐，我可要好好感谢你才行。最后一步了，只要以我的内丹为基石，便能稳固。暮雪，夫君，暮雪，不要再做出擅自牺牲自己的事情了。夫君，我又何
好想这么做了，只是若我不以身献祭，冤界必无法封印，修真界会生灵涂炭。届时，你和父亲又如何能够幸免于难？如果要做选择，我宁愿你们能够活下来，这就够了。可一起活，我们说好了要生死相随，不是吗？但是，我找到了别的封印，即使不用你献祭，也能封印裂隙。相信我。我相信你。即使不用你献祭，也能封印裂隙。相信我。我相信你。他们竟然真的成功了！终究还是失败了，元丹被夺，修为尽毁，元界也无法指望。我这一生像个笑话。楚林、玉离，我要你们死！就算今日是死，我也要将你们为我陪葬。这阵法，你是他，你是涂山代，你为什么还活着？我不是涂山代，但今日我是为你敲响丧钟的人。怎么，这次不装了？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公然与我为敌，看来你是真的疯魔了。都是你，都是你，是你破坏了我的计划，毁了我的一切。你的一切不是我毁掉的，是你自作自受。为了一己私欲，你便勾结冤界魔修，欲使修真界生灵涂炭。你的狠毒，岂是常人能够想象的？既然敢做出这等事，就该想过会有什么下场。不用跟我谈大义，不过是成王败寇罢了。冥顽不灵。楚离，你结束。事情败露，顾烟也身死。我让楚林得胜归来，他绝对不会让我好过的。既然伸头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那不如现在拼了！今日便以他们的血祭奠死去的修士，为祸于修真界，德行败坏。不烟与陆华清二人身为正道修士，却心术不正，残害众生，
你说什么？我们乾元圣地的尊主怎么会是这种人？你这是污蔑！是否污蔑，一看便知。这不是正气吗？尊主怎么会染上正气？啊！尊主竟然真的和魔修勾结！呸！他不配做我们的尊主。这不是乾元圣地的御令吗？传说御令是有神智的天级法器，会自己选择主人。他可是太虚宗的掌门啊，御令为什么会选择他？哎，太虚宗的新任掌门和我们乾元圣地的上一任尊主都名讳楚林，难不成？不错，我正是楚林，乾元帝尊楚林。楚林是乾元帝尊，怪不得他如此出众，天资卓绝。原来他是乾元帝尊，修真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强者。这怎么可能？众所周知，乾元帝尊已经陨落了，你可不要在这里招摇撞骗。数十年前，我被不言所害，重伤陨落，然生机尚存，转世为人，成为如今的楚林。这御令本就是用我的心头血锻造的法器，现在我的实力已经恢复，自然要物归原主。这倒是真的。御令是乾元帝尊制造的法器，也只会认乾元帝尊为主。既然御令已经认主，那这么说的话，难道乾元帝尊真的还活着？你就是乾元帝尊，是我们乾元圣地的尊主。解决了冤界裂痕，又是太虚宗第一人。不管你是不是乾元帝尊，从今日起，我们都愿拜你为正道魁首。拜见乾元帝尊。这一切都结束了。都结束了。从今以后，生死相依，永不分离。